22世纪的名医，刚通宵做完2台手术，去食堂吃饭的时候滚下台阶，原本以为是大型社死现场，没想到却是穿越现场。头脑中立刻涌入了许多并不属于他的记忆。他叫唐竹云，20岁，大理寺清唐名藩之女，赫赫有名的恨嫁女花痴，一代贤臣，两袖清风，却被这个不成器的女儿弄得早生华发，名声扫地。姑娘，您没事吧？吓死奴婢了！前身作死恨嫁，把京城4公子骚扰了个遍，皇上流落民间的儿子晋王就被愚蠢的前身惦记上了，把这位爷给放倒了，现在进入了爬床阶段。走，快走！不是，姑娘，您不是晋王就在那里啊？让你走你就走。姑娘，您不反悔了？您不是要睡晋王吗？我嫌命长啊，我想睡，不能去睡小官吗？可是您去之前因为我没钱被赶出来了，小官要钱。睡小官要钱，睡晋王要命啊！你再啰嗦，我就自己走了。前身是脑子进水了，才想着去算计一个亲王，成不成那都是不死也脱半层皮啊！不好，有人算计咱们啊！那怎么办？你想攀附晋王吗？你要有这心思，我就成全你啊！奴婢不想，奴婢不想。走，咱们爬墙去。放我下来。就在这里。啊，这是怎么了？大家都来了。哦，公主府太大了，我迷了路，索性带丫鬟来这里歇歇。这里是禁地，不让待吗？那对不住了。希儿，咱们走。站住！贼眉鼠眼，成何体统？怎么还骂人了？谁是贼啊？我偷什么了我？你的好侄子我也没动啊，现在在里面好好躺着。朱云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在这里？安若，你不是说今天一直陪着我吗？怎么又把我丢下了？我只是去给大长公主请安，转身就不见你了。朱云，你见到晋王爷了吗？现在到处都找不到他啊！晋王爷是谁啊？我怎么从来没听过这位王爷啊？可是你之前分明说过要跟着晋王爷。云儿，别闹了，王爷身份尊贵，闹大了唐大人也为难呢。你现在就承认吧，大长公主殿下会网开一面的。安若既然一口一个晋王爷，和他这么亲密，那你一定知道他的去向了。我没有。朱云，你不能这般说话。都够了，进去看看晋王在不在。姑母，我在此。这厮竟然是装的。王爷，您怎么跟朱云在这里呢？你一定要把屎盆子扣到王爷头上吗？姑母，到处找你都找不到。多喝了几杯酒，走到这里进去歇歇。这么多人，出什么事情了吗？不知道王爷在这里休息，我无故闯入院子里，幸而没有进屋，惊扰之处，请王爷恕罪。不是，长得好看就牛啊！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，总觉得晋王身后那个狗腿子侍卫看他的眼神十分哀怨。大哥，将就着吧，我已经很客气了。我要是真把你主子睡了，你脑袋就别要了。哎，不对，为什么刚才他不出来阻止自己？晋王明明没事还装晕，侍卫又隐身，他们想干什么？将计就计。那就好，一场误会，走吧，都等着你呢。殿下，朱云真的和我说，他要带着那种不干净的药前来对付王爷，我也是怕王爷出事，所以才……我说你就信啊？那我让你去死，你怎么不去啊？这才是京城恶女应该有的样子。而且我根本没说过，也不会那么做。王爷是天上的云，我呢是地上的泥，不敢攀附，怕摔得粉身碎骨。那你敢把荷包拿出来吗？你若是不敢，那就请殿下身边的嬷嬷代劳一下。那可是他买来的药，这件事情暴露，他第一个活不成了。你凭什么对我妹妹搜身？来人是唐伯欣，唐竹云唯一的亲哥哥，手里牵着的是唐竹云名义上的侄子，实际上却是他亲儿子唐铎，小名凛凛。因为他是未婚生子，而且自己都不知道那男人是谁。说起来这件事，现在的唐竹云都想把原神暴打一顿。彼时唐伯欣已经状元及第，为了妹妹的清誉，他和唐明帆商量，就说这个孩子是自己在外面的私生子。
为此坏了自己名声。大哥，你给我闭嘴！小唐大人，我敢肯定，朱云荷包里有见不得人的东西。你的肯定值什么？你既然知道，为什么现在才说？我女儿身上藏什么东西和你无关。唐大人，他带危险的东西进来，意欲何为呢？爹，这件事情我自己来处理。今日的女儿似乎不太一样啊。来说说，我带了什么危险的东西进来？迷药，你荷包里是迷药，你说要暗送王爷，你还说王爷也没什么高攀不起的，他不是还有个女儿吗？又不是头婚。你真是戏文看多了，还是犯了癔症啊？我什么家境，敢去暗算晋王？唐府统共养了一个丫鬟，一个看门的婆子，晋王爷身边伺候的10几个、几十个，我凭什么去暗算他呀？你从前又不是没做过这样的事情。哼，你从前还尿床呢。你就是心虚。我心虚啊？我是怕你下不来台。糖粉要不要尝尝？不可能！够了，堂堂官家千金，闹成这样，都不要体面了吗？来人，把他们2个给我撵出去，以后再也不许进公主府。公主，您听我解释呢。爹，哥哥，玲玲，咱们回家。晋王深深地看了一眼唐竹云，先回家，有事儿回家再说。把那脏药交出来。大爷，都是奴婢的错，都是奴婢的错。你先去请个大夫给姑娘看看。枕巾你先赊着。轩儿，你起来。从前的事情都是我不懂事儿，让爹和哥哥操心了，以后不会了。轩儿买到的是假药，被人用糖粉糊弄了，所以我没事儿。只白瞎了5两银子，还是他在外面借的印子钱。唐竹云粗算算，现在外面还欠着100多两银子，这还是没暴露出来的，现在都成了他的黑锅。苍天啊，大地啊，他这是做了什么孽啊？要穿越来给人背锅？你呀你，不信呐，拿家法来。爹，我娘，您想想我娘，饶了我这次吧。想起王亲，看着女儿和王亲那张几乎一模一样的脸，老泪纵横。唐伯心冷笑，狗改不了吃屎。走，爹带你回屋读书。起来吧。什么时候啊，我闭上眼睛去找你娘，什么时候啊，就不用为你操心了。下去吧，我要回衙门了。爹，您慢点儿，您先缓缓，等吃过饭再去衙门吧。他趁机摸了摸唐明帆的脉，堂堂2品大员，脉象虚而无力，双手冰凉，心虚气短，分明是营养不好导致气血生化不足。他这是捡了个什么烂摊子？现在当务之急是要让家里3个男人对他改观，他还得赶紧想办法把外面的高利贷还上，弄不好是要影响父兄仕途的。姑娘，您这是要干什么？您不会是想着要和晋王爷私奔吧？我倒是想啊，他能跟我走，那您想和谁私奔？姑奶奶怎么就非私奔不可了？你帮你娘在家里做饭，我出去一趟。不，姑娘，我不让您走，您走了我怎么办呢？我不走，我就是出去卖东西啊，要不收印子钱的上门，把你递给他们。姑娘，我不要。那就放手啊，好好帮你娘干活，我很快就回来啊。这是死当还是活当啊？死当。破皮袄3件，破首饰13样，死当100两。什么？竟然这么黑？不是，我那些首饰都是真金白银好玉宝石的，还有我那灰鼠皮袄子，一件买的时候都是50两。爱当不当，不当滚蛋，去别家看去吧。掌柜的，您是不是早上起床的时候身体僵硬，经常关节肿大，疼痛难忍？哎，你这小姑娘怎么知道？一定是听人说的，是不是啊？我这老毛病许多人都知道，想讨价还价就算了。您附耳过来，我跟您说点别人不知道的。我祖上是名医国手，您脉象虚浮，血瘀凝滞，应该吃过不少药。是吃过很多呀，可是都不见效啊。您可以试试我的方子。你到底是真的会治病，还是故弄玄虚啊？我给您开的方子，您大可以拿给别的大夫看，
他们倘若不说好，那算我骗你。哎，掌柜的，要不您试试？您这病发作起来可太受罪了。一边去。这样吧，你写方子，如果真的好用啊，我就给你10两银子诊金。至于当东西，该多少银子还是多少银子。20两一口价，有效了再收钱。好，来人，准备文房4宝。我说你写阴阳货、丹参、地黄、金方堂各2钱。为表诚意，我10天之后再来收诊金。那我们写个契约？不必了，我相信你。等等，这是定金。姑娘既然相信我，我也相信姑娘。哎，掌柜的，那小姑娘跟您偷偷说了句什么呀？滚滚滚，少打听。房中的事情能和别人说吗？那小姑娘不知道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，还是真的有点本事。今天的肉都卖完了，姑娘要买，明日再来。啊，你这大骨棒和大肠怎么卖的？这些我打算自己带回家，姑娘想要的话，随便给几个钱就行。那我给你20文，都给我如何？如果带有猪血就好了。您别说，还真剩下一块。您等着，我给你取，我送您了，以后您常来。哎呀，您这是买了猪大肠？来帮忙，今晚咱们吃点好的。这大肠这么臭，谁吃呢？啊，我知道了，您是买来喂猫的，对不对？进来帮忙，今晚我做饭。啊，您做饭？可是姑娘，您不会做饭呢。我在乡下长大，怎么可能不会做饭啊？我从前不过是懒得做而已啊。只是大肠见的没人要，倒要用面粉这样金贵的东西来洗它。等大爷回来的，看到姑娘这般胡闹，又得甩脸子了。这是什么味道啊？这么香啊！隔壁的。我一点也不馋。爹，大哥，玲玲，你们回来了，洗手吃饭。阿云，你做饭了？是喂，你们尝尝，其实挺好吃的。你又闯了什么弥天大祸？我没有啊，我就出去买菜做个饭而已啊。以前是我太不懂事了，以后不会了。伯亲呐，不许那么说妹妹，浪子回头金不换。吃饭呢？这是猪大肠。我洗干净了，爹，您尝尝，真的。您费了半斤面粉洗的，能不干净吗？你下去啊，是你的罪。哼，原来还是糟践东西。爹，你快吐出来。好吃，真的好吃啊！哎，伯亲呐，你快尝尝。我不吃。哎呀，真的，我骗你做什么？我从来都不知道阿云还有这样好的手艺啊！哎呀，我就说嘛，阿云呐是个好孩子。来，你快尝尝。那大哥尝尝猪血啊。他就不信有人不拜倒在他的厨艺下。哼，就算这个骄傲的哥哥也不例外。来，你也尝尝。啊，太辣了。哎呀，今日你妹妹这个菜做得好吧？尚可，就是费油也费饭。吃进肚子里的就不算浪费啊。没错，阿云说得对啊。阿云呐，以前的事情啊，过去就过去了，以后啊，好好过日子就行啊。我知道的，爹。那个，爹，大哥，我还有件事情想说。哎呀，说吧，不用吞吞吐吐的。没有什么呀，比看到你学好更让爹高兴的了。有什么难处啊，都要告诉爹。哎呀，你娘去得早。哎，不提了。阿云呐，你说。我想借家里20两银子，但是我10天后就能还，19两。我就说你今日怎么性情大变，原来是为了要银子，1文都没有，你想都别想。阿云呐，要银子不是不可以，你和爹说你要银子做什么呀？要银子可以。好，这个家以后我不管了。爹，我不是乱用钱的，您相信我，我会还的。爹相信你，和原来不一样了，不为别的，就为爹第一次吃到你做的饭呢。你是随了你娘啊，你娘做饭很好吃，很好吃啊。再便宜的东西，她也能做得很好吃。爹，以后我管家，我保证会让家里人吃饱穿暖，
再也不会挥霍了。第二日，天还没亮，唐竹云就被屋外的声音吵醒。你轻点儿，别吵醒你妹妹，那是你妹妹。哎，罢了罢了，不用你送我，我自己走就行。爹，还有2个馒头，我帮您热过了，您带着充饥吧。不用啊，宫里管饭。可是等散朝之后，那得什么时候啊？爹，您等等，我给你打2颗荷包蛋，您吃了再去，用不了多久的。不用了，鸡蛋呢，留给琳琳吃。没事，还有我很快。爹，您吃过再过去。好啊。东方泛出鱼肚白，这日子大概也终于见亮了吧。姑娘，下次缺银子了，欢迎再来啊。你说这话容易挨打，知道吗？不过因为5两银子，他也不生气，甚至觉得心满意足，生出了可以小小挥霍的感觉。他又到屠户那里预定了猪大肠和猪肚，买了1条五花肉，这次足足花了100文。哼，是因为我挨了板子？真是个废物。怎么听这语气是在嫌弃他没有得手？那天他下的明明是糖粉，晋王却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。之前他就觉得不对劲，他明白过来，那日晋王是故意的，他想顺水推舟，生米煮成熟饭。哼，卑鄙无耻下流！你这个恶女！给我配几副堕胎药，要吃了再不还那种。这位爷，您还需要买什么吗？幸亏这女人没得手，否则岂不是要把肚子里的孩子栽给王爷？怪不得他想爬上王爷的床，原来是举着绿帽子来的，这个恶女。这个可没有啊，您得拿着方子来抓药，而且这种我们也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啊。我家里周围太多野猫，现在春天晚上叫个不停，我想给喂它们的时候掺上绝育的药，省得回头越来越多。啊，吓死我了！这种药有，我这就给您取去。大哥，你怎么回来了？阿云，是我不小心把你借印子钱的事情告诉了唐大哥，真是对不住了呢。好，真是谢谢你了。你等着，我一会儿去找你，好好谢谢你。你跟我进来。唐大哥，我是为了阿云好呢。他瞎了眼，才把你当朋友。大哥说的对，走，咱们回家说，不理疯狗。你真的还了？真的啊，不信你问秀儿。昨天我去了当铺换了银子，刚才出去就是还钱去了。大哥，我害怕影响爹和你，所以赶紧去还了，以后再也不会再借了。你在哪家借的？你昨天要20两银子，是不是因为还钱不够？是，但是爹和大哥给了我，所以银子凑够了。对了，大哥，有件事情我要跟你说。你说。我现在就怕靖王别有用心，对爹和大哥不好。外面的事情我不懂，爹又正直无私，不会把人往坏处想。大哥，你多注意些吧。这件事情，我昨日就想到了。他既然没有被下药，那不应当那么晚才出来。你不用担心，只是以后少掺和这些事情，少和那个阮安若来往，他不是什么好人。大哥知道我就放心了，反正我听大哥的，准没错。我先回去了，我只请了这1上午的假。那吃过饭再回去啊？啊，不用，我这就走。你啊，好好歇着。啊，大哥等等，我和你说一声，我要去阮家一趟。阮安若这般欺负我，我要出这口气。那我陪你去吧。不用，杀鸡焉用牛刀，大哥相信我，等我做不到了再请你帮我。那我在家等你，等你处理完了我再走。好，那我快去快回。唐竹云没让他等多长时间，不到1刻钟就回来了。解决了？解决了。阮安若收过他表哥的许多东西，我告诉他娘了。其实我知道阮安若不是喜欢他表哥，就是喜欢占便宜，但是他娘不会相信的啊。这讨厌的苍蝇啊，终于能消停了。来而不往非礼也，这才是开始。琳琳还得学吗？今日他学得不好，被我罚了。你进来做什么？给你送草莓啊。你胳膊怎么回事啊？不关你事。那我喊你爹进来问你啊。你伸出来，我看看。哥，给你看就是，装模作样。是大的，为什么不说话？不想说。
和你没关系，你少假惺惺，我不吃你那套。你要是想利用对我好，让我爹心软，那你就打错了主意。把衣服脱了，我给你看。但是你若是告诉祖父和父亲，我告诉他们，我就是小狗，在王府被人欺负了，是不是？别人打你要打回来，打不过就要跑，跑不了就得认怂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知道吗？回来告诉祖父和你爹，不想告诉他们就告诉我，我们帮你出气，知道吗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家里已经没什么银子了，你讨好我也没用。其实我说喊你爹是骗你的，你爹去接我爹去了。嘿，我知道咱们家没钱，你在王府家学里肯定没有少因为这个受委屈。其实我觉得你不适合去那里读书，只是这件事情我不能贸然开口。你给我一些时间，我想想怎么和你祖父还有你爹说，也得让你有事情做。这样我明日就说你生病了，先在家里歇几日，然后我们俩一起商量对策，好不好？好。你别告诉我爹和我祖父，我不想他们为我操心，他们为你已经操碎了心。我知道，以后不会了。快写大字，把草莓吃了。我出去看看肉炖熟了没有。他到底要做什么？吃饭的时候，凛凛一直看着唐竹云，可是后者就是不开口。他帮他告假，现在又在装傻，他再也不相信这个女人了。爹，晋王的事情还是和阿云说一声吧。阿云现在懂事了，还是告诉他，免得他以后知道了又多想。爹，什么事儿啊？也没有什么大事了，和你啊没什么关系，就是今日上朝的时候，皇上说以后让晋王来大理寺。啊，皇上他知道昨天赏花宴的事情吗？瞎安排啥呀，破皇帝！这如果是前身，这还不得天天去大理寺衙门堵着闹笑话？有人今日弹劾爹，说他对你管束不严，说的就是昨日那件事。但是皇上英明，并没有怪罪，反而夸赞了爹，说呀，干脆让晋王跟着爹历练历练。那个腹黑的男人他来了，明明想和自己扯上关系，还躺在那里装蒜，等着自己去睡他。那啥，我之前的猜测你告诉爹了吗？爹也知道了，你和晋王以后也没什么见面的机会，不必紧张。我不紧张，我就是讨厌他。算了，吃饭时候不提这些糟心的人，以后就是遇到我也躲着走就是。昨日那个菜呀，真好吃啊！阿云呐，以后也做吧。太辣了，不能总吃，怕上火。爹，大哥，你们觉得这凉菜好不好吃啊？我觉得我这方子都能拿出去换钱了呢。好吃。玲玲，帮我收拾碗筷。小样，生气啦？哼，言而无信，我讨厌你，傻子！我现在说你病了，你爹还不得出去找大夫？那不就露馅了？咱们等明日您出门了，你再生病，你爹着急出去就会把你留下的。我想好了，以后还得去，否则祖父和父亲会担心的。但是明日我不想去，就明日一天。行，回头再看。明日啊，我带你出门玩。第二天，唐竹云果然和李丽演了一出戏，骗过了那父子俩。为什么还得带着做好的凉菜呢？你不觉得我这凉菜好吃吗？出去碰碰运气，看能不能卖个方子，换点银子给你买新衣裳。之所以带着李丽，是希望她能够看到自己的努力，相信自己真心悔改。算了吧，你做给我们吃也很好了。我就是随便碰碰运气而已啊，不行就算了。走，咱们去药铺，我买些药。让开，都让开！去晋王府拿银子。赶着去投胎嘛？这晋王也太跋扈了，闹市中这样横冲直撞，真撞到了人怎么办啊？亏他还长得不错，原来人模狗样，不干人事，白瞎了那张脸。这是进宫的方向，我刚才看到帘子后面有个妇人抱着孩子，我猜是晋王的女儿发病了。啥？晋王的女儿有心疾，还有羊角风，经常发病。我听说每次都是九死一生，真可怜。有那么个不负责任的爹，自己还有病。走吧，咱们回家。如果他能有一匹，那该多好。他就再也不怕被别人嘲笑，他相信自己起码也能做最好的。李玲，没事，我们走吧。李玲啊，你想不想学些拳脚功夫啊？我小时候在乡下学了一些，你要是不嫌弃，跟我学。你先看着啊。
不行不行，没什么力气啊，比以前差太多了。这身体素质明显不行，以后他也得加强锻炼了。你怎么会的？啊，就是在村里自己琢磨瞎练的。以前在乡下没什么人理我，我就自己玩。除了这个，我还会医术呢。因为我救了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老人，经常去给他送饭，和他说话。他教了我几年医术。你会那么多，为什么还要去做那种事情？李林知道他的身世，他问的是唐竹云为什么要为了银子去花船，和一个事后根本不知道是谁的男人生下了他。李林不仅知道，而且还因为这件事情而深深自卑难过。他是一个父不详的孩子，他生来就带着原罪。对不起啊，琳琳，我懂很多，却不懂哪些事该做，哪些事情不该做。错了就是错了，让你因为出身痛苦，都是我的错。如果将来那个男人找来，你怎么办？我不认识他，我不会把你交给一个上花船的男人。那你会原谅他，嫁给他吗？原谅？他没什么需要我原谅的，他只需要你原谅，把你生出来受苦。错的是我和他，我不会再嫁人了。你祖父年纪大了，需要人照顾，你爹已经受了我太多拖累，以后他娶亲，我也不放心让你跟着别人，所以到时候我们俩一起过，好不好？我不需要什么亲生父亲，你若是再把我嫁给别人，我永远不会原谅你，永远永远。唐竹云，你要努力啊！中午想吃什么？我给你做。什么都行。你能不能……算了。小屁孩，知不知道这样说话很容易挨揍？我能，我当然能啊！姑姑是无所不能的。来说，你明日给我带饭好吗？好啊！哎呀，我怎么这么快就答应了？万一我要是做不好，让你丢脸了怎么办啊？不会的，反正怎么都比现在好。第二天早上啊，这么早就醒了？秀儿，你去吊水，照顾玲玲洗漱。你在做饺子？一会儿啊，用鸡汤煮，给你多加香菜，如何？这人明明昨日答应过他要替他带饭，今日却忘到了脑后，他好生气。他果然就不该对他抱有希望。中午你想吃什么啊？一会儿送你们走，我就去买菜回来做，然后让秀儿给你送到王府去。王府让进吧？你中午让秀儿给我送饭？啊？你不想让秀儿去，那我去。那行，快去洗脸梳头，一会儿啊，咱们吃馄饨，吃得饱饱的考状元。我会的，我会像祖父和父亲一样高中状元的。啊，别！什么？我的意思是，你别有那么大压力啊。我说中状元呢，只是打个比方，你中个榜眼、探花、进士、同进士，都很厉害的。你不相信我？请问唐家这位是什么珍稀品种？自己就激自己了，他连鸡娃都不用，他穿过来是为了躺赢的吗？这是一个自鸡娃，鉴定完毕。你可以的，舍你其谁？我会的，我去读会儿书。感动华夏好少年，加油！一门3状元指日可待，哦耶！再带2条湿毛巾去给他擦嘴和擦手。这唐府穷得叮当响，这丫鬟还颇有姿色呀！瞎了你的狗眼！把他打倒！唐铎，你这个废物，快爬起来！我押了30两银子赌你赢呢！啊，你今天输定了！好，以大欺小是不是？好，老娘陪你玩。你敢打我孩子，我命不要了也打回来！啊！大胆！这可是属我府的小郡王。姑姑别打了，我没事的。你是不是傻啊？就任由他打你啊？不就是个破瞎学吗？不上就不上，人是我打的，走到皇上面前我也敢认。你们一个个家里的大人都那么有本事，那就让他们明日到皇上面前辩一辩，我倒要看看皇上知道你们恃强凌弱，以大欺小，是会给你们发个牌匾，还是赏你们一顿板子？姑姑，祖父和爹会生气的。你这样被人欺负，祖父和爹才会生气啊！玲玲，记住，即使你不在这里，终有一日，你也会比他们所有人都更优秀。
这个破学，咱们不上了。祖父和爹若是责罚，还有姑姑在。让爹打我是我不想上了。好孩子，我们走。姑姑，我跟着你回去，我再也不来这里了。好。这些孩子今日怎么就闹成这样了？从前不是这样的。我说让嫣然来读书，不是和他们一起，是家里的女婿。多谢皇叔好意，不必了。大可不必，他的女儿不会放到这种乱七八糟乌烟瘴气的地方。那就算了。以后啊，你若是改变主意，随时送来都行啊。他叫什么来着？唐竹子，唐珠子啊，反正记不清楚了。琳琳啊，你说祖父和你爹会生气吗？会，但是我会自己承担的，和姑姑没有关系。你实在是害怕和后悔，那我来想办法。后悔？我后悔什么？后悔是不可能后悔的，这辈子都不会后悔这样的决定。要说后悔，我就后悔没多打几下，反正打都打了。但是害怕真有点，我怕你爹超凶的，有没有？像不像？有点像。算了，不管了，大不了被你爹骂一顿，反正他也不能打我。来，吃饭，饭都凉了，快尝尝，喜不喜欢？姑姑，我有点后悔了。后悔什么？应该吃过饭再走了，让他们羡慕我一次，看得见吃不着。会笑就好啦，天大地大，吃饭最大。让我们吃饱了，迎接来自你爹的狂风骤雨吧。好，孩子呢有什么坏心思？只要对他好，他就会一心一意的回以最纯真的信任。琳琳啊，别担心以后，姑姑想过了，你祖父和你爹都是状元，难道比不过荣王府那些势利眼的大儒啊？以后在家里，祖父和你爹教你学文，我教你习武，还可以学医，咱们前程远大着呢。大爷，您怎么现在就回来了？大哥，你回来了？怎么回事？我怎么听说在荣王府那边闹开了？你们还把小郡王打了？爹，是我的错，和姑姑没有关系，是我。是你什么？大哥，打人的是我，不让琳琳读书的也是我。不是爹，都怪我，和姑姑没有关系。您要打要罚就打罚我吧。是我。哎，你们都够了，我告假了，有的是时间听你们说。大哥，琳琳在王府里受欺负，我看不过眼，那群孩子一起打琳琳，而且这件事情不是今日才有的。我不认为琳琳和那群纨绔子弟在一起能学好。爹是状元之才，你也是，何不自己教琳琳呢？姑姑说的是真的。大哥，这个学无论如何不能上了，我怕琳琳这样下去会出问题。那就不上了。大哥英明神武，让爹看看哪里受伤了。这就是你不让爹帮你洗澡的原因，是爹的错，爹忽视了你。以后啊，白天跟着姑姑在家，爹给你布置功课，晚上回来爹会检查和指点你。从前不把琳琳放在家里，是因为父子俩都不放心唐竹云，唯恐他把琳琳卖掉，这不是冤枉他，他真的做过这样的事情，被唐伯欣狠狠打了一顿后才熄灭了念头。我就知道大哥最好了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琳琳。但是爹那边，大哥去说好不好？爹，小郡王那里，我怕荣王府不会放过我们的。今日这事情，倘若你们两个没合伙骗我的话，他不敢如何。哇，大哥好厉害，那以后我就可以像螃蟹一样横行霸道了。去做饭吧，我饿了。你不会还没吃午饭吧？刚要吃饭，听说你们闹事，就赶紧回来了。好，我这就去做。你愿意和姑姑在家吗？如果不想，我再给你找个地方去读书。我有个朋友。我愿意，姑姑对我很好。好，那你先和姑姑在家。如果将来改变主意，随时告诉爹。我在家也会努力读书，日后光宗耀祖，让祖父、爹还有姑姑享福。好。之前呢，就是担心你不能照顾琳琳，现在呀，没什么不放心的。又是他，好吧，他拉胯，现在知道了。唐竹云看他写大字，悲催地发现，一篇40-50个大字，他就认识一个字，一。没错，他就认识这一个。
前身不读书，是个文盲，他穿越而来还是文盲。玲玲啊，你教我认字行吗？琳琳的智商至少140，搞不好180。琳琳看他就像他看狗一样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唐竹云绷着精神努力学，就像做条聪明的狗，不至于太被人嫌弃。姑娘，你可算来了。您见好我就放心了。咱们之前说的银子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20两银子，但是你已经给了2两银子，所以应该再给我18两。多的2两银子呀，是下一次的定金。我这毛病啊，以后少不得还得麻烦姑娘的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以后我会经常过来。不过如果您还是这老毛病，点金就不另收了。如此就多谢姑娘了。说起来，我还有件事情想要麻烦您。您在这儿做掌柜多年，可认识酒楼的人吗？不瞒您说，我有个凉菜的方子想要卖出去，但是没有门路。那好说，姑娘想卖多少银子，我买了就行啊。掌柜您听我说完，我今日带了配好的调料来，用这方子拌凉菜，不是我自吹自擂，味道一绝。这包呢，我不收钱，等酒楼的人试过之后再谈价格。好，我这边啊正好认识四海楼的掌柜，不过他很忙，怕是要再约个时间呢。不用，只麻烦您帮我把这包配好的凉菜配料送过去就是，我过几日再来听消息。有钱啦，想买什么？姑姑，你原来借了宫中20两银子，那现在我也是给宫中才买嘛。你没听见我的凉菜方子也找到门路了吗？那个真的能卖出去？那当然啦。说，想吃什么，想买什么？我什么也不要。小傻子，走，我给你买肉买鱼，回家做去。还有指甲水。没问题啊。姑姑，我就看看，我不买。那就看一会儿，反正看也不要钱。就这样，对，以后你有了自己的马，就得这样驯化它。姑姑，他舔我的手心了。这一匹要多少钱啊？给您报个实打实的价格，要300两银子。等我有钱了就来买。哼，穷酸模样，你买得起吗？什么？没想到禁足令这么快就解除了。怎么，你娘能放心你出来？难道你那好表哥晋升进宫了？那匹马多少钱呀？300两银子，我已经买了。你能有300两银子？关你屁事啊！反正马是我买了，350两卖给我。老板，可不能这样啊！我们说好的。来，你过来，我跟你说，做人要讲诚信呢。姑娘，价高者得，您不能平白让我损失50两银子，是不是啊？那我出351两，400两，401两，500两。你，阮安若，你是故意的。我就是故意的，又如何呢？你害我被我爹娘骂，活该。501两，600两，算你狠，破马让给你。玲玲，咱们走。姑姑，等将来我一定给你买一匹马，很贵很贵那种，谁也不敢瞧不起你。那姑姑现在就给你买一匹，好不好？等等你就知道啦。姑姑，我们有银子买马吗？没有，姑姑买马不需要银子，你信不信？那不是偷吗？凭本事赚来的，才不是偷呢。一会儿你就明白了。姑娘，真是我的财神呐！刚才唐竹云偷偷和他说，他激阮安若出高价，高出300两银子的部分，两人21天作5，一人一半。给我挑一匹150两银子的马就行了。走，咱们回家。姑姑，这真的不用给银子吗？遇到敌人是这样的，打得过就打，打不过呢，想办法打。想办法也打不过呢，那咱们就跑。跑不了呢，那就跪。君子报仇10年不晚，对不对？而且不能太迂腐，有时候对付恶心的人啊，就得用特别的招数。姑姑，咱们给这匹马起个名字好吗？你起吧，我又没读过书啊。好，那我们就叫它烈风吧。唐竹云要把买的东西放到马背上，玲玲都心疼。这匹马不留着骑，
不留着载东西，难道要倒过来扛着马走不成？姑姑，咱们先去河边吧，我想去河边杀马，然后让它在河边吃草，河边的草最嫩了。感觉他不是买了马匹，是买了个祖宗。帮我抓小龙虾，10只可以换1文钱，怎么样？最后，等李林刷完马要回家的时候，他花了23文，收了230只小龙虾，满载而归。这白给都不要的东西，也就您肯掏钱了。其实花5文钱买糖，分给那些孩子们就够了。少废话，回头你吃的比谁都香。快过来帮忙洗虾。爹，快来看大马，姑姑给我买的大马，它叫烈风。你是怎么能想出这损招的？以后阮安若知道了，不得气疯了？我巴不得呢，送上门要挨宰，我不亮刀，还真以为我怕他。玲玲啊，你要是再让我看见你和烈风，你一口我一口的吃那胡萝卜，我就让你爹打人了啊！原本我还担心爹会觉得这马来路不正骂我呢。这是你帮马贩子卖马，他给你的酬劳，怎么叫来路不正呢？马是你姑姑买的，这是姑姑对你好，要记住，知道吗？祖父，我也会对姑姑好的。姑姑嫁不出去，我养着姑姑。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啊！爹，大哥，你们看看，这马车怎么办啊？我想去订，又怕被人糊弄，得多少两银子啊？20两银子若是够了的话，咱们就买1辆吧。哪里来的20两银子呀？我从前在乡下学过医，去当铺当东西的时候，给掌柜一个方子，让他多年顽疾改善了很多，他酬谢我的。玲玲可以做证。我姑姑还会功夫呢。大哥，别忘了找车夫，不住家，每日接送爹就行。爹啊，我给您准备10盒炭炉，以后早上也给您带饭，您在路上吃，或者进宫以后再吃，都不会凉。那个什么来着？毛血旺。哦，对，就做那个。爹，那个的话，早上吃不油腻吗？而且在宫中啊，那气味是不是会影响到别人啊？哎呀，就那个，你听我的。哎呀，听爹的，就做那个。爹好久没这么高兴了，他知道这马呀是你孝顺他的。李林在旁边眼巴巴地看着唐竹云，他觉得这马是送给自己的。早上祖父上朝，下午你学骑射。对了，大哥，你会骑马吗？要不你教琳琳？那个，我有个人选能教琳琳，就是爹手下的长治。长治原本是土匪头子，现在在大理寺做捕头。那行啊，我记得常大哥很能吃，我多做些饭菜。那就这么说定了啊！我明日和他说一声，让他后日下午开始来吧。长治听说唐家买了马和马车，还要雇车夫，便拍着胸脯表示这个活他能胜任。就是啊，唐姑娘怎么办呀？如果不是看在唐大人份上，他这辈子都懒得见那个恶婆娘。没事，舍妹啊，和从前不一样了，你去就知道了。常大哥，这荷叶里包着我做的4个肉夹馍，你路上垫肚子。这也太香了。那荷叶不能吃的。荷叶有什么不能吃的？吃了败火？你不懂。这肉夹馍怪好吃的，就是太少，不够塞牙缝的。再来几个。哦，好。我这也就吃了个3分饱，明日啊多做些，回头我拎条肉送来。琳琳崇拜地看向长治，崇拜个饭桶干嘛呀？唐明帆昂着头，雄赳赳气昂昂地出来了，看那架势，不像去上朝，倒像是要登基。呸呸呸，这种大不敬的玩笑不能开。爹这是要干什么？他不敢想。唐明帆觉得今天上朝的时间格外漫长难熬，这些老东西不干活只会比比，浪费时间。唐爱卿，是不是有本要奏啊？回禀皇上，老臣无事，就是饿得头晕。唐爱卿可是国之栋梁啊，饿坏了那还了得？既然如此，散朝吧。王福啊，你去扶着唐大人用膳去吧。奴才遵旨。这个穷酸的唐明帆果然深得军心，比不了，以后绕着走。等什么呢？还不快让人传膳？
告诉御膳房的人，诸位大人的饭都要好好的备着，别偷懒耍滑，让我抓住了，揭了他们的皮。不必了，我今日带饭了。天上下红雨了，唐明帆今日竟然自己带饭了。唐大人，这是得了什么发财的营生？又是采买马车，又是自己带饭的。小女孝顺，帮我准备的。又是唐珠子，怎么哪儿都是他？我只是想炫耀啊，你们想那么多累不累啊？真是一群蠢货。第2日，他带了麻辣小龙虾；第3日，他带了水煮鱼；第4日，他嘴角起了泡，总算带了青州小菜和馒头。只是他那馒头为什么还做成青蛙小猪状？孙子孝顺我的。唐爱卿啊，朕是闻着香气来的，让朕尝尝可好啊？这都是上不得台面的东西啊，微臣不敢进献给皇上。要吃让他女儿做吗？他有10几个女儿呢。你吃的，朕就吃的。来人呐，把朕的饭菜也摆在这里。蘸点汤好吃。大人，您和皇上也太不见外了吧？哦，哈哈哈哈哈！蘸蘸。不错，竟然很不错呀，唐爱卿啊，你这菜很不错呀。皇上过奖，都是小女自己在家里瞎折腾的。唐大人，您谦虚的时候能把头低下吗？这昂着头像只骄傲的孔雀，不有损您大理寺卿的一世英名吗？唐爱卿啊，你女儿也是从小没在你身边长大吧？回皇上，是老臣忽略了女儿，一直心有愧疚。对晋王，朕何尝不是啊？父皇不要这么说，儿臣能够认祖归宗，已经感激不尽了。王爷，皇上是不是想把唐珠云赐婚给您啊？哦，原来她不叫唐珠子。哎呦，你可千万不能答应啊！那个女人，她怀孕了。怀孕了？现在可能没了。那日她爬床，原来是想让您帮她养孩子，简直其心可诛啊！姑娘，这是染了风寒，可要小心些。姑娘，您总算来了。这几日我都快被四海楼的赵掌柜磨死了。哪有那么夸张啊？一点不夸张啊。姑娘，您自己先想想，倘若这个方子要卖，您打算多少两银子出手啊？实在不好意思啊，这个方子是祖传秘方，多少银子我都不能卖。但是四海楼可以从我这里拿调料，我保证供应充足。姑娘，您再回去考虑考虑，毕竟方子这种东西时间长了都能琢磨出来。那赵掌柜可以回去慢慢琢磨。我不是那样的人。既然是姑娘祖传秘方，那赵某人也不会白用的。银子的事情倒也不是一口价，咱们可以再谈谈嘛。赵掌柜，听听我的想法，凉菜调料1两银子10斤。姑娘，未免狮子大开口了吧？我四海楼一日就要用20-30斤凉菜调料呢。这调料也不是没本的买卖，我这价格很公道了。那你保证这调料只供应我四海楼一家？当然可以啊，但是那是另外的价格，每年固定额外给我200两。这是垄断费。经过一番拉锯，他还是心疼万分地答应了唐竹云的主意，请当铺掌柜做中人，双方签订了契书。唐竹云揣着200两银票，他直接去给唐明帆买了一身新的官服，这身官服50两银子，是绝对的奢侈品。他又忍痛给唐伯欣买了一套，好在后者官职低，只花了20两。多别偷懒该杀鸡杀鸡，该劈柴劈柴。一会儿唐姑娘回来见我带你们来蹭饭就要骂人了，还不好好表现表现呀？又来了。唐姑娘有话好说，今日吧，我生辰。你昨天不是刚过吗？昨日我的是记错了。少来，不吃那一套，
怕是明日你又想起来，竟然也记错了。玲玲啊，常叔叔带你去骑马，半个时辰后就得回来。谢谢姑姑。他隐隐觉得以后这些人上门蹭饭将成为常态。他忍，等李宁学会了骑马，他就卸磨杀驴。哼！我粗粗算了一下，10斤调料成本200文，净赚800文，一天20-30斤就有2两银子的进项，1个月呢就是60两。就算冬天淡季少，1年下来500两银子总没有问题啊。他私藏了200两银子的垄断费，至于官服就谎称是对方预付的银子买的，他总要留些私房钱帮身。是不是很厉害？今晚告诉爹，他一定非常高兴。哎呦我去！大哥，怎么了？还是别告诉爹了。爹最近呢，总是炫耀你能干，好多人都觉得他被你刺激疯了。血女成瘾，这是病，得治啊。再说呀，爹不善管理钱财，他若是知道家里有这么多银子，又开始乱花，你还是自己好好保管吧。爹会乱花钱？会，日后你就知道了。哦，那好，我好好收着，不告诉爹。他才私藏200两，大哥更狠，又让自己藏了一部分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有孩子落水了！难道是琳琳落水了？没事没事。王八蛋，你今日跑不了了！靖王，怎么哪儿都是他，阴魂不散。谁会水？赶紧给老子跳下去抓人呐！姑姑，他们在抓坏人吗？咱们先回家好不好？琳琳，先跟着姑姑回去，爹要留在这里一会儿，看看能不能帮上忙。或许姑姑能帮上忙，要不就再等会儿吧。抓到了，抓到了！走，还不快跟我去接应王爷！王爷的身手，我今日算是见识到了。小气鬼，谁要看你啊？他有些怕妹妹又犯花痴病了。好日子才过几天，千万不要重蹈覆辙。操！好不容易抓到这小子，以为能有进展，没想到还是个死的。这下唐大人也要发愁了，没气了啊！让我来试试，别让李玲看，会做噩梦的。你要干什么？救人啊，不是对爹很重要吗？我看看，常大哥，给他肚气，像这样。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想救人就赶紧的，谁能来接手，让我喘口气。我来。累死宝宝了。这样能行吗？你行你上啊！死马当活马医，说不定还有一线希望。那么好看的一只手，不是用来托着女生下巴，又温柔又霸道的吻下来的吗？到了靖王这变态这里，就是咔嚓一声，下巴壳掉了，绝了！同情他未来的女人3秒钟。妹子，你今天真是帮了我的大忙了。没事，你快带这人回去复命吧，我还得回家做饭呢。我也想去吃饭，只是今日还有事儿，可惜了。抓到这小贼啊，这桩大案就快结束了。我回头有功夫了，就能教琳琳骑马了。下次非往长治碗里抓把盐齁死他。等等，先让他躺下，按住他。殿下好生威猛啊！你想干什么？别以为你今日用了什么雕虫小技，我家王爷就会对你另眼相看。死狗腿子！你家王爷把他肋骨压断了，最好先找个接骨的大夫给他接上，否则捅穿了肺，一样是死无对证。靖王到底是什么凶悍的存在？好同情他的女人，他的女儿没有娘，是不是被他弄死了？阿云呐，今日啊，你可给爹帮了大忙了。我早就说我会医术，你们又不相信。今日啊，晋王问我的时候啊，我也是这般说的。阿云呐，真是越来越让爹刮目相看了。姑姑，我也想学。好，明日就教你，还教你练拳，教你算数好。总之呢，你祖父和你爹只教你读书，剩下的事情啊，都交给我。姑姑，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情啊？对了，咱们再买几只小鸡回家养着，到时候啊，就不用出去买鸡蛋了。
而且玲玲也说了，她会帮忙洒扫的。那就买几只吧。大哥，爹这是不愿意养鸡嘛？那要不就算了。爹只是想起了娘而已。哦，玲玲啊，姑姑给你出个题目，你试着解一下，如何？姑姑你说。有个笼子，里面养了鸡和兔子，一共有12只，它们的脚则有34只。你知道鸡和兔子各有多少只吗？姑姑，您等等，我去拿纸笔画一画，回来告诉您。行，相信你一定可以。姑姑，我知道了，有5只兔子，7只鸡。做得不错，真是个聪明的孩子。啊，不，我是一个个数字试出来的，如果这个数字很大，我就不会了。不行，我再回去琢磨琢磨办法。姑娘，这些还不够吗？常饭同样啦，你说够不够啊？大哥，你把晋王带来几个意思啊？妹子，你昨天真的给我们帮了大忙了。这不，我们熬了个通宵，熬到现在，我来吃口饭回家睡觉了。你看我带谁来了？哦，最近眼睛有点瞎，没认出来。不请自来，打扰了。别不懂事儿，夹几个菜。你这是在写什么呀？姑姑给我出了一道难题，我怎么也解不出来。让王爷指点指点你啊。我也不会，你可以请教一下给你出题的人。让所有的兔子都站起来，两腿着地。你再想想。哇，姑姑，你怎么能这么聪明呢？太刁钻了，太刁钻了。我听说殿下写一手好字，玲玲，你求求殿下给你写一幅字啊。好，看我干嘛？请姑娘赏鉴。我不识字啊。哼，小样，让你卖弄，承认不如我那么难啊。姑娘，老婆子来就行，您再做2道菜吧。这不，王爷来了吗？不看僧面也得看佛面嘞，那可是皇上的亲儿子啊。皇上是谁？那是咱们老爷的主子。那我就再做2个菜。妹子，做了什么菜？这是看到王爷来特意加的菜吧？这不是刚才你说过的话吗？搞得好像他要讨好晋王一样。呵呵，就怕人家觉得他别有所图。啊，多吃一点儿，这面条是你的，吃吧。妹子，今日是不是时间来不及了？改天给咱们做个毛血旺呗。还有，你拌那凉菜。哦，毛血旺上不来台面啊。凉菜倒是有，一会儿我让秀儿送一盘来。他们都没有的，只有你有。你是孩子，最金贵，吃吧。他没有那个意思，不是说那个蛋，是鸡蛋的蛋啊。你解释个什么劲？休想用美色迷惑他，他就是人间清醒，渣男退散。他得罪他了吗？就算赏花宴当时出了事，那不是他强迫自己未遂吗？女人的爱和恨来得如此莫名其妙。来了是客，碗筷王爷就放下，让我收拾吧，不用你动手。王爷，您这就吃饱了？这吃的太少了吧？那再吃点菜啊。王爷吃的太少了，这样不长个。但是也没关系吧，王爷很高了。就是啊，有为别人操心的功夫，赶紧自己好好吃饭长个。你不是就爱吃酸甜的吗？快多吃点。啊，我出去走走。你怎么回事啊？故意针对王爷做什么？上次的事情我也听说了，你这不是得不到恼羞成怒了吧？我呸，谁想得到谁还不好说呢。祖宗，你小声点儿，那是王爷呢。你还当我不知道是不是？狗腿子早就泄密了，也是想拉拢自己爹站队，给他好脸色，他还怕他赖上来了呢。他又不傻，晋王这种皇子那是高风险群体，一招不慎9族遭殃，离他远点最好。玲玲啊，吃冰丸子了。哇，有冰丸子吃了。不能都吃，会肚子疼的。而且几位叔父也很辛苦啊，还从来没有吃过，该让他们尝尝，对不对？王爷骑马很厉害吗？一般厉害吧。王爷谦虚了。来，玲玲，先上马。上什么上啊？不是说了，刚吃完饭要休息1刻钟再说吗？一点都不听我的话。玲玲过来，跟姑姑散步休息一会儿。是不是说了好多次啊？饭后不能立刻激烈运动，你的肠胃还娇嫩，哪里受得了啊？
肠胃啊，就像小姑娘一样，你得好好爱护。王爷，我可是带您来了，您现在能和我说句实话吗？您到底要来做什么呀？昨日见他救人的手法很是奇特，所以心中有些好奇而已。哦，是，我从前也没见过。哎呀，你说我昨天还想他好好的，要问问他怎么学的，今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。等一会儿啊，我问问他。那倒也不必了。常大哥，交给你了，王爷您请随意，我要回去休息了。唐姑娘，我有事相求。帮不上。不是献殷勤，非奸即盗，奸是不可能的，他会把他3条腿都打断。盗其实就随意了，这破家除了人也没什么了，肯定没好事。或许帮不上，但是如果能，我也会给你报酬的。你看着我像缺什么的样子吗？银子，你大哥他没了5、6千两银子。你放屁！过几天你就知道了。滚！你给我滚！他还给他饭吃，以后到了喂狗都不给他。你如果有需要，可以到王府来找我。我若是不在，你给门房留个信，我知道了会来找你的。大哥，你说靖王是不是十分讨厌？我也不知道他要我帮什么忙，但是我想着好事轮不到我，所以直接拒绝了。结果他就这样，是不是很可恨啊？你不理会是对的，阿云长大了，大哥呀也可以放心了。我知道了，不用担心，我会处理的。处理啊？大哥打算怎么处理啊？难道要追究靖王造谣吗？不是，放心吧，大哥有分寸。哼，别让他再见到那混蛋。爹在打大哥。从小我是怎么教你的？不是自己的，一针一线都不能动。爹，大错铸成，儿子不孝，你为什么要拿银子啊？银子哪儿去了？爹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一时起了贪念，和其他任何人都无关。银子被偷了。是想撇清他吗？爹，您别激动，您身体扛不住，有话好好说啊。阿云，你出去，和你没关系。爹，我既然是您的女儿，大哥的妹妹，大哥的事情就不可能和我没关系啊。爹，先让大哥起来说话好不好？总不能让大哥跪着，我站着呀。让他跪着，让他跪死在那里。阿云，你出去，这件事情和你无关。大哥，下午我和你说靖王的话时，觉得十分可笑，而现在我觉得更可笑了。阿云，大哥，我宁愿相信自己脑子发热，做出偷盗之事，都绝不相信你会贪墨银两，除非为了我。没有，这件事情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你不要往自己身上揽，和你没有分毫的关系。爹，儿子不孝，请您立即决断，把儿子逐出家门。大哥，事到如今，爹已经气成这样，还换不回你的一句实话吗？我不知道你有什么难言之隐，但是当年我自己为了10两银子，把自己卖到花船上，又未婚生子，再错还能比我错的更荒唐吗？当年你和爹无条件的护着我，为我安排好一切，重新再来。现在你有事，为什么不肯说出来，一起想办法？你这是在拿着刀子往我们心上插。把你逐出家门容易，爹怎么办？玲玲怎么办？你将来怎么办？大哥，算我求求你，你说句实话好不好？就算真是你一时想不开做了那种事情，为千夫所指，我们也会和你一起扛，没关系，银子丢了我们再赚，我们帮你赎罪。可是我们只是想要一句实话，你说出来好不好？爹，朝廷律法贪墨这么多银子会如何？重则斩首，轻则流放千里。那如果我们把银子还上呢？那是几千两银子，不是几百两。阿云，你不要管我。爹，我是在和爹说话。看皇上定夺，或许会从轻发落，但是我不知道。儿子不孝，儿子不孝，日后还有阿云照顾你，就让阿云招赘吧。现在的阿云，我很放心。阿云，够了，都到现在了，你还不肯说出真相？好，我不问了，我去找靖王。不准去！我接下来如果像没头苍蝇一样乱撞，出了任何事情都是你害的。我做不到不管你，我也不会后悔，但是希望你不要自责。我欠你的，这次一并还给你。天亮我就去找靖王，
要杀要剐，要我的身子，要我的命，我都给他。别说什么把爹托付给我，我不接受。我现在把爹托付给你，谁让我欠你们的？既然不死也要脱半层皮，那让我先去。夜深了，我回去睡了。1、2、3。阿云，你回来！我说，你的意思是，你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，但是证据确凿。那你的印信到底是如何保管的？从小我就告诉你，那是和命一样重要的东西啊！儿子愚钝，到现在也不知道问题出在了哪里。但是儿子知道，这件事情凭现在的证据，已经能够完全定罪。这是什么破事？爹是大理寺卿，大哥，你既然没做过，你怕什么呀？正是因为我是大理寺卿啊，所以这件事情既然证据确凿，就不能再翻案，否则别人就会质疑我滥用权力呀。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啊？这不讲理啊！不信啊，你起来。不，儿子宁愿死，也不要您放弃大理寺卿的位置。而且，就算您放弃，又能如何？那些人既然有备而来，就不会放过我。爹，您清醒一些，不能我们父子都栽进去。还有阿云和琳琳需要人照顾，只要您割舍我，大义灭亲，皇上还会像从前一样信赖您的。大哥，你这主意可真是好啊！你快闭嘴吧你啊！爹，现在不是说谁为了谁牺牲的事情，您觉得现在局面已然如此，出于对咱们家好的角度，怎样做才是最好的？您只要说就行，怎么做？还有我和我这迂腐的大哥，你不都是一个死人了吗？死人还有什么话说啊？妹妹不一样了，从前的妹妹无论如何也不会有这般担当。我在皇上面前还有1、2分颜面，我活上这张老脸去求皇上给你大哥这个案子判个流放，最起码还有转圜的余地，我就不信我唐明帆办了一辈子案子，最后不能替自己的儿子申冤。那靖王那边呢？他说要找我帮忙，用这件事情做要挟。万万不可！靖王若是对你有非分之想，我……大哥，你觉得我这张脸倾国倾城吗？是啊，其实他也好奇，靖王到底找妹妹做什么？靖王来自民间，心思深沉，谁也看不透啊，也不知道皇上对他到底是什么态度啊。我去试探试探就知道了。我不信他现在敢对我动手。好啊，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。明日啊，3朝后我就去找皇上当面陈情。不信啊，你继续去吏部，不动声色，能查出什么当然好，查不出什么也不必勉强。阿云，去找靖王试试口风吧，或许也能有帮助。什么叫或许有帮助？他必须有帮助。天大地大，吃饭最大。好啊。爹，您生病了吗？你爹没事，就是有点脑残而已。他这算靠山山倒吗？你今日小心些。王爷有请。宋景阳仿佛看到了一顶绿油油的帽子就要扣到王爷脑门上。在这里谈话，你是不是放心些？恐怕担心的是王爷吧。我这样声名狼藉的人，有什么可怕的？你大哥的事情你怎么看？我能怎么看？睁大眼睛看，到底是人是狗呗。王爷时间宝贵，还是开门见山吧。你医术不错，帮我救个人，只要他没事儿，你大哥就不会有事。先说你怎么帮我大哥，毕竟那些支取银子的印信确实是我大哥的。我管金陵卫，有变易行事之权。金陵卫那不是皇上的私卫吗？大哥，你糊弄鬼呢？王爷，你可能误会了，我不识字，但是我会查数，这是4个字，请你告诉我
金陵卫是几个字？多读书，少相信女子无才，便是得那些鬼话。这是如朕亲临。你骗我！你说呢？不知者不为罪，真假跟我也没关系。刚才说到哪里来着？我可以说是我调查吏部，让你大哥做内应。不对，有漏洞。你会永远拿着这件事情胁迫我为你所用，是不是？并不会，因为很快就会有人插到你大哥头上，等不到永远。或许可以试试。现在就治，给你1个月的时间治好。1个月后，他们的银子还得补回去。倘若你达到了我的要求，这笔银子我替你出；如果达不到，那就是他确实他没了，和我无关。长得人模狗样，就是不干人事。我要看看你女儿再说。可以，跟我来。完了，我他娘又得穿越了。不行，他不能死，他怕死。你也就是个男配，还是炮灰的命。而眼前这放大的精壮有力的小腿咋回事？他还能看到上面的腿毛，这是他第一次近观男人的腿毛。别说，真的挺粗的，想帮他剃掉。他手里扯着一块布，不，准确地说，他扯下了晋王的裤子，现在钻到了晋王的袍子里研究他腿毛。他扒了晋王的裤子，他做到了前身都没有做到的彪悍事情。把我裤子还给我。王爷，你们王府这草养的都和别处不一样啊，我得好好研究一下。唐竹云，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，你竟然闭嘴，退下。狗腿子，请问你是怎么活到现在的？就你这眼力劲儿，能活到现在都不是祖坟冒青烟了。你们家祖坟呐，那简直是浓烟滚滚。这事让你跳出来，不是想死吗？我誓死捍卫我家王爷的清白，绿帽子退散。你还想在这里趴多久？他就看了他的腿，心虚什么？父王，嫣然，今天感觉怎么样？父王，我没有不舒服，只是有点想出去透透风，晒晒太阳。等你病好了就能出去。乖，今天我找了个大夫来替你看病，你一定能好起来的。是这位姐姐吗？是我。见过晋王，真是个招蜂引蝶的狗男人。这是不想吃药吗？把药端过来。王爷，让奴婢来吧。父王喂嫣然，嫣然不怕苦，一点都不苦。先不用喝药，我替他诊脉。等他吃药之后。你之前吃了那么多药，有用吗？王爷既然请了我，是不是该遵照我的医嘱？放肆！在王爷面前，你怎么敢这么放肆？我放肆，自然是有自己放肆的资本。不信你也放肆试试。下次卖什么呢？得先有资本。下去。奴婢怕姑娘一会儿找奴婢。父王，我要红袖，我要红袖。你到一边站站。把手腕伸出来，让姐姐给你看看。咱们不吃苦药，嫣然不要害怕。我不怕苦的，姐姐。乖孩子。怎么样？嫣然的身体怎么样？没事儿。没事儿。王爷，这分明是个庸医，他是个江湖骗子。红袖退下。奴婢不放心，姑娘是奴婢一手带大的，奴婢滚，有多远滚多远。躲在门外算什么滚？你适可而止。那是从嫣然小时候就伺候她的丫鬟，也是这个院子的管事。那是你瞎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他胸真小。你也出去啊，带着这屋里所有的人都下去，我要单独给嫣然看。你想搞什么鬼？是你请我来的，王爷，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的道理你还不懂吗？我说我能治，至于你信不信，那就随便了。你放心，父王就在外面，他不敢对你如何，否则父王就扒了他的皮。扒了他的皮？难道是因为刚才他扒了他裤子？嫣然，把衣服脱下来好不好？不要脱嫣然的衣服，嫣然很乖的。姐姐不动你啊，姐姐等着你。嫣然自己慢慢来好不好？我帮你杀了红袖，乖。我知道他对你不好，是不是？没有，红袖好，我要红袖。那是我误会了。你现在把衣裳脱下来，我帮你看病。不。那
这样吧，我可以和你保证，如果我看到了什么不该看到的东西，除非得到你的许可，否则绝对不会泄露给任何人，包括你父王，如何？如果我骗了你啊，就让我变成小狗，汪汪汪！好了没有？闭嘴！你行你来啊！你父王就是纸老虎，他可怕我了，否则你看我骂他，他是不是都不敢吭声？傻孩子。这世上有多么美好纯真的孩子，就有多么恶心扭曲的变态。可是嫣然竟然从不跟靖王提。走，咱们出去，不要怕，今日就是那贱婢的死期。怎么回事？让人把红袖抓住，打死。宋景阳，把红袖带进来，本王有话要问他。王爷，姑娘身体娇弱，怎么能出门呢？万一染了风寒呢？王爷，打到他说为止。王爷，请您替奴婢做主，奴婢对姑娘忠心耿耿，姑娘根本离不开奴婢。嫣然，你和父王说，你要红袖，还是要唐竹云？就是现在抱着你的人。你好大的脸啊！姑奶奶是你要得起的人吗？你说，他虐待嫣然，如果我没猜错，给嫣然洗澡贴身伺候，是不是都是他？他是不是从来不许别人近身伺候？他是不是说嫣然只喜欢他？拙劣，太拙劣了。可惜靖王这个蠢货完全没有发现。王爷明鉴，奴婢对您对姑娘都是忠心耿耿。掌嘴！继续，今日不打死他，嫣然永远不敢说真话。你看看嫣然，这是喜欢他的样子吗？亏你还是王爷，就是市井渔民也不会被欺骗成这样。我告诉你，嫣然什么病都没有，嫣然所有的病都是他捏造和造成的，嫣然身上的累累伤痕也都是出自于他之手。你说的是真的，可是嫣然病情发作的时候，我也见过几次。你说的是羊角风，小孩子发烧的时候很容易抽，那原本就是正常的。但是所有的大夫，包括太医都说嫣然体弱，要好好将养。体弱就是不能下床，不能出门吗？王爷信不信？你现在说你腰疼，太医就能说你肾虚。作为大夫，尤其是给这种得罪不起的人看病，往严重说是常态，治好了有大功，治不好也提前告知了，能规避风险的事情何乐而不为？一直以来他对嫣然都很上心，因为他身份的问题，红袖还是嫣然之前从家里带来的丫鬟，所以他从来没有怀疑过红袖。他并不喜欢红袖，因为后者有些娇柔造作，但是能伺候好嫣然，靖王就忍了。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事情会是这样的，他竟然是个睁眼瞎，真相如此残忍而嘲讽。王爷，奴婢是狼你确实是狼心狗肺。好了，嫣然，他再也不会回来了，不怕了，不怕了。把嫣然给我。这也不行啊，他还得回家呢。最后靖王开口让他把嫣然带回家。带回我家？他的女儿凭什么要他养？银子。唐竹云为了5斗米折腰了。这是靖王的女儿。说好的去和靖王谈判，怎么把靖王的女儿拐来了？这谈判是成功还是失败了？虐待靖王的女儿，这种案子我还真见过一次，毕竟就是个孩子，别说他，就是皇子在宫中照旧会被太监宫女偷偷欺负，尤其是小时候。靖王这愚蠢的竟然不知道多私下问问孩子，关心关心孩子，被个贱婢牵着鼻子走，他现在脸红不脸红？爹，大哥，靖王的家事咱们就不管了，我也尽力对得起良心了。现在的问题是，靖王的话可信吗？可信。原来靖王掌管金陵卫，皇上明处让靖王到大理寺锻炼，暗处又把自己的亲卫交给了他，便是对太子也没有这么好。那大哥这件事情算是化解了？这次多亏了妹妹，我实在是无地自容。大哥，你说这些话做什么？靖王愿意帮忙，那再好不过。但是银子的事情，算是咱们借他的，等破案之后，我们还他。就算成为悬案，无法告破，便是节衣缩食，也要还给他。好吧。他一点都不想还，
真的，他又帮晋王除刁奴，又给他当老妈子看孩子，就什么报酬没有吗？也不能这么说，算利息吧。哦，完了，没发家致富，先背上5000两银子欠债，他太难了。京城赚钱容易，花钱也容易啊！发财之路，道路且饥，凉菜赚的那点钱，真就够塞牙缝的。来，帮姑姑尝尝咸的。姑姑，你是不是想嫁给靖王？不可能，想什么呢？那你把她带回来，是不是为了讨好靖王？姐姐，你要嫁给我父王吗？什么时候嫁？明日吗？求求了，你们两个别捣乱了。再说下去，他今晚就得和靖王洞房花烛了。第一，我不恨嫁，我不想嫁人。第二呢，就是哪天我想不开要嫁人，也绝对不会嫁给靖王。要不我就自戳双目，只有睁眼瞎才能配得上靖王那样的睁眼瞎，还是不进去为好。看见嫣然在这里很好，他就放心了。他去见唐明帆父子，也不知道这厮说了什么，父兄对他都很客气。唐明帆还让他多做2道菜招呼靖王。小孩子不懂事来蹭饭就算了，靖王那么大的人，真好意思呀。更过分的是，靖王搬到了隔壁，每天都来蹭饭，而且他不能在唐明帆面前抱怨，问就是利息，说毕竟那是5、6千两银子呢。靖王脸皮厚，心理素质那叫一个好，无论唐竹云怎么白眼相对，后者还是风雨无阻来蹭饭，还美其名曰看女儿。嫣然对他根本就不亲，甚至抗拒和他说话，多半是红袖用手段逼他讨好靖王，所以现在他才这么叛逆。对了，红袖怎么样了？唐竹云偷偷问狗腿子宋景阳。无可奉告。那我问王爷便是。难道这是暗恋他吃醋？狗腿子，你可千万别啊！神处不通婚，你和你的狗主子都给我滚得远远的。我告诉你，就是不准去勾引王爷。他被拔了舌头，打断了手脚，送到了边关红帐里。好规则啊！你能不能老实告诉我，你为什么总往我身上看啊？你休想跟着王爷！你不让我跟着王爷，想让我跟着你啊？谁要你啊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肚子里怀着别人的孩子。这种女人给王爷提鞋都不配。不过，你肚子里有孩子了？有个粑粑。学什么不好，你学狗叫。以后靖王府的，除了嫣然都不许理会，知道吗？姑姑，王爷其实挺好的。嫣然只缠着唐竹云，靖王只能辅导凛凛写字什么的。靖王教凛凛骑马，还把自己的宝马给他骑，带着他骑马飞奔，甚至打猎。有时候陪着他出门放鸡。李林在荣王学府里受的那些欺负，留下的那些创伤，都在悄悄的愈合。靖王总想带着嫣然一起，但是后者不肯。嫣然只想跟着唐竹云，帮他摘菜、洗菜，踩着小板凳学做饭，去喂隔壁的小羊。自从靖王来了之后，李林饭量都涨了。这孩子为什么一下这么迫不及待的着急长大了？唐竹云好奇地问凛凛。他原本以为的回答会是长得强壮，不怕被人欺负，结果万万没想到，凛凛说：“我要比王爷尿得远。”原来小男孩们会无聊的比谁尿得远。靖王带着凛凛出门的时候，带他去方便，然后经济四座，靠着这奇妙的技能收服了凛凛。男人之间的崇拜总是这么清新脱俗吗？靖王，你可以啊！唐竹云有些担心和靖王走太近，引起皇上猜忌。爹，这样行吗？阿云呐，果然长大了，连这都能想得到啊！谁知道靖王会不会抽风去挑战太子的位置？万一他真的去了，自己死没关系，牵连自己怎么办？放心吧，这件事儿啊，爹已经跟皇上提过了。您怎么说的？皇上又是怎么说的？我和皇上说，
晋王啊，走得太近，对你呀名声不好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手段如何了得，让晋王欲罢不能呢。他明明没有吃到肉，为什么别人都觉得他嘴上有油光？皇上怎么说的？我看着皇上的神情啊，有些感慨。过了很久之后啊，才和我说，要辛苦你帮忙照顾好嫣然。王家厚脸皮原来是遗传的，把她当成老妈子了呀。哦，对了，皇上还说要赏赐你东西，被我拒绝了。只是个孩子，又能吃用多少？况且晋王也经常买东西来。他爹是个穷大方，竟然还想去接机皇帝的孙女，但是拒绝都拒绝了，现在说什么也晚了。皇上为什么这么关心嫣然啊？皇上缺孙女吗？那还是不缺的。皇上啊有14子，现在还剩下8个皇子，孙女儿得有10几个了吧？哦，那就是爱屋及乌了。爹，晋王当年怎么流落民间，您知道吗？这个，我也不知道啊。真不知道？好了，别问了，出去看着琳琳和嫣然。爹呀，给老友写几封信。那看起来就是知道了。哼，好啦，该读书写字啦。李林老师非常高兴，因为除了唐竹云，他又收了嫣然这个弟子，教他们认字，尽职尽责。姑娘，您出来一下。等等，我给琳琳看看再说。不行啊，您快出来。干什么呀？姑娘，清风来了。奴婢看他是改变了心意，你要好好把握机会啊。奴婢刚才已经把您的屋子收拾好了，这就带着少爷和姑娘出去。这个秀儿搞什么呢？这是前身求而不得，反而被嘲笑奚落的那小官，他来干什么？难道他卖方子得了银子的事情泄露出去了？唐姑娘久违了，清风给您请安。清风，维达呢？不比较一下，他从来不随便买。找我干什么？之前得罪了唐姑娘，清风一直心中愧疚，所以今日特意登门道歉。说人话，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唐姑娘，今日我来就是向您道歉的，无论您怎么处置，清风都绝无二话。那我让你滚。唐姑娘，你舍得吗？一块布料都没有了。我勒个去，古人这么会玩的吗？唐姑娘，清风今日是您的，您想对我做什么都行啊。果然术业有专攻，这小官儿可以啊。唐姑娘，您还满意吗？啊，等等，你等等，看起来这唐花痴果然厚颜无耻，对男人来者不拒，以他的风姿想要拿下他，轻而易举。唐姑娘，清风都听您的。真的都听我的？比如割过长的那什么？那好，你等着。唐姑娘，您别开玩笑了。您若是觉得在外面不合适，清风可以随您进屋去，无论您想要清风怎么伺候都可以，清风很好的。小弱鸡，谁稀罕啊？我觉得你可以更好，如果我在下面给你一刀的话。这个女人是个疯批。啊，别动啊！你不是说今天我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吗？我今天就想给你一刀，真的。乖，我都是为了你好。这事情是人能干出来的吗？唐竹云，嫣然出去玩了，不在家，你出去找人吧。他竟然敢把2个孩子支出去，光天化日之下和男人这般。难道你找我？这人谁啊？一脸把自己作奸在床的模样。没有，我们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。王爷，你还有事吗？要是没事的话，要不你先走，我们还有事要谈呢。他怎么昏了头，能把嫣然交给这样的女人？王爷，唐姑娘，她是靖王，咱们的事情跟他没关系。来，我有桩很好的买卖要和你谈谈。他惹了靖王，他竟然惹了靖王的女人。唐姑娘，您能不能当我今天没来过？要是你和我合伙做生意，那就是我的合作伙伴，我当然会保着你啊。今日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，
可是现在除了答应，他还能怎么办？刚才呢，只是和你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而已。唐姑娘，我今日算是知道了一句话。啊？什么？士别3日，当刮目相看。好说好说。您说吧，只要您能让靖王别再为难我，我什么都可以。我劝你以后啊，别轻易说我什么都可以这样的话，否则脸被打得太疼。唐姑娘教训的是，装可怜也大可不必，毕竟我不是你的客人。现在呢，我诚心想和你谈生意。您说。我想问，你们那里平时有没有买药卖药的？就是各种怎么说，功效不能为外人道的呀。您是说助兴之药？对对对。您想要，我给您送来。你有了？有。那倘若我有更好的呢？我有6味地黄丸、金锁固精丸、金匮肾气丸，咱们也不害人，都是补肾的好药。竟然是想卖药给他。咱们呢5-5分账，你卖出1份给我1份的钱，除此之外我不会多要你1分钱，如何？那好像他没有什么风险，卖得不好也不怪他。好。行，过几日我让人送给你。欢场男女谁还在乎买药的银子呀？万艾可现在那是100多块一粒，可销量不还是稳稳的？男人不能说不行，不行也要行。唐姑娘，我可以走了吗？不可以。今日他这是被赖上了吗？你还没说今日的来意呢。其实是这样的，长阳侯府的5公子醉酒打死了个人，使了银子想让京兆尹轻判，可是这案子还得大理寺再审，所以京兆尹不肯答应，却松口说只要唐大人这边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他那边就敢轻判。哦，许了你多少银子啊？1万两。做个贪官多好啊，随随便便他就是提成1半，欠靖王的债就还清了，哪里用这么费劲的卖补肾药丸？不，他这是造福天下男性和女性。哼！啊，不哭不哭，哭的时候咱们嫣然就不好看了。姐姐，我不要回王府，求求你也去王府。没有的事儿，没人强迫你回王府，你在姐姐家不住的挺好嘛。姑姑，都是他非要把嫣然带走。唐卓云翻译这句话，姑姑快咬他。在凛凛心中，他现在就是唐家战斗力的象征，对天对地就没人他不敢对。但是儿子呀，那到底是个亲王，如果不是嫣然的原因，他抬抬脚就把你娘亲碾死了。好啦，谁也不会带咱们漂亮嫣然走，跟凛凛哥哥出去玩，姐姐跟你父王谈谈好不好？父王，都是我的错，您别怪姐姐好吗？没事儿，不怕，你父王打不过我呢。王爷，要不要坐下说？王爷要带走嫣然，如果是因为今天你撞见的事情，那我可以解释一下。说。我说我找他是为了卖药，王爷信吗？哼，卖药？你是不是还要告诉我，他拖成那样是在试药？试药倒是没有，但是确实启发了我。我看他肾虚，然后觉得可以给他卖药。肾虚原来得这样看。哼，这个个人本事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他这样见微知著的本事的。嫣然现在的状况虽然没有大问题，但是身体很弱，我觉得王爷为他好呢，就暂时把他留在我身边，然后看着你青天白日和男人苟合。你哪只眼睛看到我跟男人苟合了？眼睛不好赶紧去看大夫。你说呢？哼，唐竹云，本王的忍耐也是有限的，嫣然总有好的那日。从现在开始，只要嫣然还在你身边，你想找男人那就藏好了，别让我发现，否则我就杀了那男人，不管是谁。现在我就看好王爷了，有本事你自杀呀！你不要脸！少来那一套，饮食男女谁不知道谁啊？别说我今日没怎么着，我就是把清风睡了又怎么样？王爷要是管好了自己，能有嫣然吗？你管我干什么？我没让嫣然发现，现在惹她哭的是你。好，就算他错了，轮得到靖王来管他。王爷别忘了，现在嫣然住在这里，是王爷求我，所以我请您对我客气一点，否则别怪我翻脸不认人。吆五喝六的什么玩意儿？他是王爷，他也是官眷，谁怕谁啊？王爷，您先忍耐一二，谁让姑娘就喜欢他呢？属下觉得当务之急是稳住唐竹云，让他不要再乱来。有话就直说，
少绕圈子。是，属下的意思是，他不就是喜欢男人吗？那就给他找个男人稳住他。这个男人啊，最好听您的，越忠诚越好，而且要长得俊秀，能让唐竹云喜欢。王爷，属下就是说说，您觉得不合适就算了。合适，本王觉得可以一试。那这人选，我看你就很好。这个属下真不行。你从小追随我，对我忠心耿耿，我觉得你最合适。属下愿意为王爷赴汤蹈火，只是这……你觉得唐竹云辱没了你？这属下还是童子身，不能被他糟蹋了。哼，起来吧，逗你玩的，我还舍不得。这是他的得力干将，犯不着送过去让唐竹云糟蹋。王爷，属下有个人选。死道友不死贫道，宋景阳拼了。长治？对呀，他最近不是和王爷关系不错吗？而且你想，他跟着唐大人那么久，唐大人也放心啊。不管是谁能让唐竹云收心，他都可以试试。那怎么能行啊？我可是有相好的呀。我可不想成亲呀。我自己原本都是土匪，能教好孩子吗？那不是害人吗？唐竹云，你不考虑啊？王爷，您开玩笑了，我算哪根葱啊？我能考虑得起唐大人的爱女啊。王爷，您快醒醒，嫣然姑娘发烧了。姐姐，我不走。这下你满意了？姑姑，嫣然怎么了？没事，你回去睡觉。她就是白天受了惊吓，有点发烧。姑姑，明日嫣然能好吗？得休息几日呢。那端午节她能出去看划龙舟吗？我答应过她，带她一起去的。端午没事的，你快回去睡觉，别到时候把你给熬坏了。那我在这里睡吧。嫣然生病了，一定很难受，我陪着她。好。他这次会不会发病？不会，你也不看看谁在这里照顾。嫣然只是受到惊吓，2天之后就活蹦乱跳，掰着手指等端午。清风没敢再来，但是派身边小厮来了，给了唐竹云5两银子，说是卖药的分成。还是这样来钱快啊！告诉你家公子，我祝他生意兴隆。哈哈，就是合不上腿的节奏，他才能财源滚滚。小厮乐呵呵的走了，告诉他要多做一些，供不应求。唐竹云答应。马上端午了，我打算给2个孩子每人做一件衣裳，布料和工钱你得出。哼，怎么不找你姘头要？我这不是在要了吗？你怎么就许你污蔑别人，不许别人污蔑你？嘲笑，要不要脸了？女儿养不起就送给我，穷酸样子。靖王被呛得面色铁青，当即让宋景阳回府取了10几匹缎子来，恨不得直接砸到唐竹云身上。哎呀呀，这也太精美了，比博物馆里看到的那些还好看。牛角牡丹，狗拿耗子，这料子很贵重吧？哦，靖王殿下非要送的，这不是嫣然在吗？哎呀，王爷呀，果然随皇上啊，都周到体贴。皇上昨儿召见我说，端午赏赐别人的都是香囊、粽子之类的，觉得我用不上，直接赏了我500两银子。好皇上啊！那爹，银子呢？我觉着吧，现在家里吃喝都不缺钱，就分给了大理寺里那些贫困的下属，让大家都好好过过节。达则兼济天下，穷成这样却接济人家。那您欠靖王的银子呢？这个晋王当不会催债吧？以后再说啊，皇上多有赏赐的。没办法，他爹是要载入史册的，他这种升斗小民不理解也对。阿云呐，你这身衣裳真好看呐，这5幅扣子心思也巧，今日啊是要穿得漂漂亮亮的，就是。你有话直说。
今日皇上啊，携后宫及文武百官与民同乐，你就是有看上的人呢，回来之后私下和爹说，可千万别。知道了。还有啊，很多人会和你搭讪的，你不必理会。爹呀，现在坐的这个位置，太多人盯着了，也不要占人便宜，好好看着2个孩子。哎呦，这不是那个京城赫赫有名的女花痴吗？哎呀，这是看他今日出门没带刀吗？可是他带了嘴啊。乖乖坐在这里啊，看我怎么去打妖怪。姐姐，让我父王帮你，我父王很厉害的。放心吧，姑姑肯定能大获全胜。哎呀，我还当是谁呢？原来是京城赫赫有名的穷酸呢。要说穷酸，谁敢排在大理寺卿前面？你借印子钱的事情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就算借印子钱，也是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。不像有些人呢，去趟阮府，恨不得把地皮刮一层带走。你猜你好妹妹怎么说你啊？别人都是铁公鸡，一毛不拔，我这姐姐呢，却是糖公鸡，一定要沾下来别人的毛才肯罢休呢。姐姐，我怎么可能这么说你呢？阿云，你不能这般挑拨离间。就算上次我坏了你和靖王的好事，也是为你好啊。安若，我那不是为了你去求靖王吗？希望靖王把你收了，免得你痴迷表哥，让你娘生气，那可是大不孝啊。来啊，互相伤害啊，光脚的还怕穿鞋的。你放心啊，我一定帮你。我知道有些话你没法说，我帮你说。阮华，你要点脸吧，别什么都想他的。你手里拿这个团扇就是安若表哥送他的，他别提多心疼了。你血口喷人！对不起啊，安若，我不小心说漏了嘴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什么都没说，你们什么都没听到啊？不说这个，阮华，你是不是要了安若的双鱼佩啊？拿了他新做的荷花裙还有阮夫人给安若打的足金项圈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那些东西明明是你主动，真是个蠢货呀！猪一样的对手。姐姐，咱们姐妹原本就不分彼此，别说了。来了，孟姑娘来了。嗨，你没听说了吗？上次赏花宴呢，其实孟姑娘该去的，只是她生病没去，所以后来靖王妃也没定下来。我娘也这么说的，说靖王妃这个位置多半给孟姑娘留的。那孟姑娘岂不是很可怜？靖王那样的，真的好可怜。哎，倒也不能那么说，孟姑娘是很好，可毕竟也19了。哇，姐姐看过来，姐姐我要粉你啊！要是能把小姐姐拐成自己嫂子就好了，配给靖王，那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。父王，是我父王。姐姐，你看我父王嘛。不是说靖王的女儿是个病秧子吗？不是说靖王不近女色吗？不是说唐竹云是个人见人恨的花痴吗？看到了。如果非要给父王娶亲，那姐姐就是最合适的，这样他就不用和姐姐分开了，也不会有他担心的恶毒母妃。你看，父王也在看你呢，姐姐。嫣然，饿不饿？是唐姑娘吗？是我。孟姑娘，你有事啊？孟姑娘，你别误会啊，嫣然生病，在我家里调养而已。我误会什么？靖王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孟雨兰和他寒暄几句，还说欢迎他以后到府里做客，然后带着丫鬟回到了他的位置上。这都什么和什么呀？唐姑娘吗？王爷让您带着嫣然姑娘过去。我不去啊，嫣然怕生，不想过去。你告诉父王，我不去。好孩子，其实是皇上要见您。皇上？他疯了吗？想见孙女什么时候不行，偏偏这时候见。自己过去好吗？让凛凛哥哥带你过去好不好？嫣然立刻点头如捣蒜。儿子，看你的了。一双金童玉女般的孩子，所到之处都是目光和赞叹声。唐卓云听着身边的人在议论这2个孩子是谁家的，骄傲地想：
我的，都是我的。哈哈哈哈哈！老六啊，你这是从哪儿给朕又变出来一个孙子呀？我看着怎么有点眼熟啊？皇上，这是老臣那个不成器的孙子。你这老家伙，哈哈，这是怕朕跟你抢孙子呀？哈哈，来呀，你们两个呀，都到朕这里来。皇上很高兴，让身边的汪福给他们拿点心果子。他问了嫣然的身体，后者小声却清晰地回答：多谢皇祖父，嫣然的病已经被唐姐姐治好了。唐姐姐，正是小女，你那个以前总操心的女儿。回皇上，正是每日起早贪黑，操持家务，孝敬老臣的女儿。哈哈哈哈！你这是挑朕的理呀！我说看着琳琳这么眼熟，眉眼间呢，不和你有几分相像？好孩子，日后跟你祖父一样，清正廉明，明镜高悬，做个好官。唐多铭记皇上教诲。好好好，滕爱卿啊，你这孙子很好啊。王府赏他文房四宝，再把朕刚得的那方鸡血石印章料子给了他，再给他一包金银刻子留着玩。林哥哥真厉害，皇祖父都夸奖你啦。哎，嫣然怎么这么高兴啊？朕赏赐的又不是你。看着你现在活蹦乱跳，朕也着实高兴啊！王福赏嫣然，赏唐竹云，小女竹云。哈哈哈哈！你呀你呀！皇上赏了他6匹绢，不知道好看不好看，不好看也不能卖，惆怅。嫣然得了2包金银刻子，他宁愿同嫣然换。嫣然像是知道他心思一般，把自己的赏赐都给了他，给唐姐姐做嫁妆。他都听到皇上的笑声了，完了，这个恨嫁女花痴的老爷算是去不掉了。多吃，少说话。这种场合求不出头。姑娘，您要添茶水吗？麻烦姐姐了。茶水满意，洒到了唐竹云袖子上。唐姑娘，奴婢伺候您去换身衣裳吧。我看姐姐身上这衣裳有些大，给我穿或许合身呢。唐姑娘，您说笑了，只是衣袖湿了一些，不要紧，你退下吧。姑姑，阿云，这些天好久没有去找你，今日又险些误会，我想着你心思重，恐怕一直得记着，所以过来跟你解释一二。然而，要是来了刺客，我一定让你挡在我前面。我要是真的有刺客，我肯定保护你。我们是朋友啊。你也不会有事的，就你这脸皮，砍3刀都不见血，你信不信？反正我是信的。站住！阿云，你还有事？你东西掉了。哼，刚才那个来给我倒茶的宫女，现在在那里。狗腿子总算干了一件好事。她刚才来给我倒茶的时候，我发现她身上的衣裳很不合身，根本不像她的。可是宫中盛宴，宫女代表皇家体面，怎么会穿这种衣裳？她走之后就发现你的玉佩在我这里，快把她抓住审一审，谁想破坏我们的友情，想要挑拨离间呢？那就不必了吧。端午盛宴，为这点小事儿，算了。哼，掌嘴！大人算什么？看他手腕。我只问你一遍，谁指使你的？你有2个选择：第一，说；第二，不说。不说的话，我告诉你，晋王府如何处置不听话的丫鬟，拔掉舌头，砍掉4肢，送到边关红帐。你不能这么说。有没有人被这样处置了？晋王府真是龙潭虎穴啊！姑娘救命啊！你看我做什么？我不认识你。瞧瞧，没人管你了。宋景阳，带下去。啊！不！姑娘，奴婢是您买来的。想要污蔑我偷了你的东西，那就把自己屁股擦干净，蠢货。哼，你以为就算你不偷我东西，别人就不知道唐府有多穷酸吗？唐府穷酸不穷酸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你和你的好表哥完了。而且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你觉得以后你还能嫁入你娘想要的高门吗？哼，我也不怕告诉你，我和我表哥已经要定亲了。哎呦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哼，我
我表哥已经高中进士，我爹娘已经同意了。今日的事情其实是你故意陷害我，偷我东西，还要倒打一耙。但是谁人都知道你是什么人，清者自清。高中同进士，高中同进士，这么厉害的吗？那我爹我大哥随随便便中个状元，我岂不是该横着走了吗？没有多大的事情，都散了。今日是端午节，现在闹成这样，你们两个和看热闹的都不会得到什么好处的。孟姑娘，今日你也来了，我这是给嫣然姑娘送点心，不是给别人。孟玉兰态度很冷淡，甚至没有点头。阮汉若带着被唐竹云打成猪头的丫头灰溜溜的走了。唐竹云大获全胜。那啥，我特别讨厌靖王，我对靖王真的没有觊觎之心啊。有话咱们回家自己说。你刚才言辞间对进士多有看不起，你可知在座有多少家里有过同进士并且引以为豪的啊？真没想到，不知不觉就得罪了人。是我莽撞了，多谢孟姑娘提点。我也讨厌靖王。那孟姑娘也真的很有眼光。没事，你放心啊，这话咱们俩说，我不会告诉别人的。脸放过来干什么呀？一会儿宫女手持托盘过来，请众人下注。都有什么队啊？当前下注的是几个皇子各自的龙舟队。哦，那买1两银子，靖王输。唐姑娘，咱们只下注赢家。这么玩啊？那算了，我不下注了。没有中奖的命，就不做中奖的梦。我也不下注了，看不透。你很好，就因为他不下注，那是因为他穷啊。哼，这孩子害羞，您别见怪。孟玉兰态度淡淡的，并没有愠怒之色，但是也没有多余的怜爱。明明很近，却让人觉得她很远。孟姑娘，原来您在这里，让奴婢好找。太后娘娘召见您，皇后娘娘、德妃娘娘、齐妃娘娘都在。一会儿我再来寻你说话。不必，大可不必，我远远欣赏姐姐风姿就足够了。这相顾无言，差点让她泪行千里的情景，不尴尬吗？姐姐，我不想让她做我母妃。没事啊，以后王府住的不开心就来找姐姐，好不好？为什么你不能嫁给我父王呢？小可爱，咱们不带这样恩将仇报的。因为嫁了你父王，我就见不到姑姑了。玲玲哥哥也可以一起来啊。那我就是拖油瓶。好了，不说这个了。饿死我了，快告诉我哪个点心好吃啊？嫣然忙捡了点心送到他嘴边，琳琳则把自己的蜜水给他喝。要什么男人？养孩子就好了呀。男人狼心狗肺，喜新厌旧，孩子只要好好养，哪有几个不孝顺的？哎，他来了，快坐远一些。咱们去更衣，千万别流露出来，毕竟他男人可是。谁来了？这么遭人嫌弃？姑娘，这旁边有人坐吗？没有，请坐。恕我眼拙，没有认出来夫人是哪家的。我夫君是汪福。汪福这个名字好耳熟。汪福，那不是皇上身边那个大太监吗？怪不得众人对他态度如此啊！原来是汪夫人啊！我还是不坐这里了，免得给你添乱。没事，夫人还不知道我是谁吧？没事，总之您不嫌弃就坐这儿吧。他爹两袖清风，谁敢说他谄媚汪福？什么事情能让神仙姐姐都控制不住了？没用多久，唐竹云就知道为什么了。皇上已经当着众人的面下旨把孟雨兰赐婚给晋王做王妃，皇上还下旨让唐竹云做晋王侧妃。他是说了想粉孟雨兰，可是也不是要和他共侍一夫啊！苍天啊，大地啊，来个来逼死我吧！收回，我收回！贼老天，我和你斗到底！爹，大哥，怎么回事啊？阿云呐，你别激动啊，正式的圣旨还没下来，这件事情啊，恐怕还有变数。但是你放心，爹呀，一定会尽全力让皇上尽快下旨，不让这件事情再生变的。爹，不必这么谨慎，您这么一说，阿云该茶饭不思了。算了，老天，你还是逼死我吧。虽然是侧妃，委屈了阿云，但是当年，再说
孟国公府那位姑娘素有贤名，不会欺负阿云的。谁都别拦住我，我这就是死。父子俩半晌后，在唐竹云的反复解释中，终于明白了，他是真的不愿意。阿云，你不是说气话吧？你是不是因为嫌弃这个侧妃，所以……没有，我就是不想嫁靖王。爹啊，现在这事情还有转圜余地吗？怕是没有了，皇上已经宣告了这件事情不好转圜。阿云，你告诉大哥，你为什么不想嫁给靖王啊？反正就是不想，有没有什么办法？爹，大哥，咱们再想想啊。如果你真的是不愿意，那就想想办法。大哥，你快说。不行不行，那样也绝了自己的后路，以后你就嫁不出去了。大哥，你说嘛。我原本想着让你装病，说身有恶疾。行啊，大哥，你有这样的好主意早说嘛，害我担心这么半天。阿云呐，你真的要这么做吗？爹啊，我是真的不想嫁人。玲玲的身世其实他知道的，我已经答应他不再嫁人，一心带他长大。大哥被我拖累这么久，我不想再拖累他了。原来你是担心我，我是你哥，为你做这些都是心甘情愿的。现在看着你能改好就足够了，你放心，琳琳啊，我还是会视如己出的，你就放心嫁到王府去吧。他到底要怎么解释才能让他们明白他不喜欢靖王啊？他非常非常想死。爹，大哥，身染恶疾这件事情我自己来就行，你们该忙什么忙什么，不必管我。身染恶疾，这其中有讲究。思来想去，他决定毁容。如果皇上还不死心，他就得留点后遗症，加点猛药，让皇上觉得这样赐婚对不起儿子。他可真是个小机灵鬼儿。哦，对了爹，还有一件事情我差点忘了，今天阮安若又寻我会见，还跟我说他表哥中了同进士。我得去和阮少卿提一提，让他好好教教女儿。哎，别，我没吃亏，都是私事儿，不知道。这件事情啊，我之前倒是听过一句，虽然是同进士，差强人意，但是也还可以啊，毕竟他出身商贾之家。不是，我想说的是，之前我知道这就是个草包啊，怎么可能进入殿试呢？阿云的意思是怀疑其中有人动了手脚？对，那应该不至于啊。若是按照你这么说的，从秋闱到春闱再到殿试，都要作弊啊，这多不容易啊。但是也不无可能啊，既然你妹妹说了，你就查一查今年三甲名单，然后再看看有没有线索。爹，大哥，我回去了。唐竹云到底是真的不愿意嫁给靖王，还是装的不愿意？这次真的拦住了，那以后真没机会了。唐竹云不知道父子俩的纠结，专心致志闭门造车，不，闭门造药。晚饭他都没做。爹，阿云这受了刺激了，我明天早上还能带饭吗？哎呀，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呐。阿云真是把我们都惯坏了。唐竹云忙到了下半夜，实在熬不住了，放下手中的药，趴到床上就呼呼大睡。他做梦都梦见自己嫁给了靖王，披着红盖头坐在床上，靖王进来掀盖头，被他样子吓了一跳，直接昏了过去。唐竹云哈哈大笑：靖王，你也有今天。本王怎么了？你混蛋呗。这混蛋半夜闯入了他的房间。你干什么？需要麻烦你跟我走一趟，现在就去。我为什么？也行吧，但是你把话说清楚啊。帮我去救个人，很紧急。那还不赶紧走？不行，我得告诉我爹一声。半夜别吵唐大人了，事后我会向唐大人解释清楚。你杀我灭口怎么办啊？那我现在就杀了，难道还有人能怀疑我？再给你100两。行，说吧，救谁？孟雨兰。你把他怎么了？真是禽兽，刚刚成为他的准王妃，就把人往死路上逼啊！什么虫上脑啊！跟我走。唐竹云还是和秀儿说了一声，只说要跟靖王出去一趟。姑娘，您放心去吧，不着急回来，奴婢帮您遮掩。真的，这丫头丢进垃圾桶里都没人捡。秀儿，真有你的，你最羞。车呢？
车呢？只有马，救人如救火，委屈你了。然后唐竹云就觉得自己腰肢两侧多了2只铁钳子，整个人腾空而起，直接被他举到了马背上，近乎还没来得及，身后已经贴上了一个宽厚坚硬的男人。驾！你这个混蛋！好女不吃眼前亏，等回头再跟他算账，免得他生气松手，他小命休矣。带路。是。都是老夫管教不严，竟然出了这种事情，还望王爷恕罪啊！先看看孟姑娘情况，可请了大夫？这件事情是家丑，传出去对王爷名声怕是也有影响，所以并没有敢请大夫来，一切等王爷定夺。孟玉兰不还是你的女儿吗？就算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现在不还是没嫁吗？要是孟玉兰真有什么急症，现在黄花菜也凉了。而且家丑，什么家丑？这是唐竹云，通医术，让他进去看看。是。唐竹云，那不是要给王爷做侧妃的吗？他怎么半夜跟王爷在一起？住口！王爷面前不准说话。你进去看看，我就不方便进去了。孟玉兰她这是上吊了。我是大夫，让我来给孟姑娘看看。我没事的，死不了，倒是要惊扰你，让你半夜3更跑一趟。姐姐，你有什么想不开的？你知不知道啊？吊死的人舌头是那么长，多难看啊！玉兰，没事啊，麻烦唐姑娘和王爷回禀一声，就说她没事，以后我们也会看好她的。王爷面前还请唐姑娘美言几句。把女儿逼成这样，你们没有责任吗？现在还一口一个王爷，怎么王爷才是你们亲儿子？娘，您先回去歇着，我有话想和竹云说。打扰你休息了。我没事，只是我想不明白，姐姐这般人物为什么会如此想不开啊？像我这般声名扫地的，不也还在努力活着吗？投胎成这样，他们真的已经是人生赢家，不知足是要天打雷劈的。因为我不想嫁给靖王。靖王这混的实在是千夫所指，万人所憎。即将被赐婚的2个女人，一个想着恶疾缠身逃婚，另一个更干脆了，死给你看，就是不嫁。老实说，我也不知道靖王人品如何，但是我和他有限的接触来看，他还算讲道理的人，也不像外面传言的那般暴力自私。姐姐，要不你再了解了解？靖王就是碟仙，我也不想嫁。我不嫁给他，不是他不够好，而是我心里有了别人。我今年19岁了。啊，我20，可是还是想叫你小姐姐。从13岁到19岁，这6年来，我拒绝了无数的婚事，只是为了等他。可是到头来，到底敌不过命运，敌不过一道圣旨。如果不能把身心交给他，我宁愿死。真是个刚烈的女子。其实我觉得圣旨还没下，孟姐姐你实在不想嫁，想想办法，但是不要为难自己啊。皇上都已经当众说了，还有什么转旋的余地呢？最让人心寒的是，我现在可能想死都死不了，我连这点事情都做不好，我真没有。典范也会有这样自卑消沉的时候。我昨天是第一次见到你，但之前呢，我听说过你的事情。说实话，我好羡慕你啊，羡慕你喜欢谁就敢大声说出来，羡慕你可以自由自在地做自己，不用被规矩约束。啊，喂，小姐姐你等等，花痴有什么好羡慕的？你这3观有点歪了。昨日见了你，你果然是我想象之中不为世俗的快意女子，所以我更喜欢你了。没想到你我还有再见面的机会，只是没想到是这样的情形下。朱云，麻烦你帮我把那个匣子拿过来。我知道你昨天说讨厌靖王不是肺腑之言，你是喜欢他的。没有，根本没有，你别乱说啊。我心中有人，对他确实无意。我早就知道家里有这样的打算，所以对他是真的不喜。其实现在想来呢，这件事情和靖王又有什么关系呢？
是我自己不好，没有福气罢了。姐姐，大可不必说靖王好话，我真的不喜欢他。这些呢，都是这些年长辈赏赐的各种东西，有喜欢的我就收在这里，我把它们送给你，给你添妆，愿你以后和靖王和和美美，比翼双飞。算是我喜欢你一场，也是对靖王无辜受累的歉意啊！姐姐，我不能要，收下吧，我是没什么来日的人了。只要存了必死之心，上吊不行，他还可以吞金；吞金不行，他还可以绝食。姐姐别哭了，现在圣旨还没下，如果你实在不想嫁靖王，我帮你想个办法。眼下已经没有什么退路了，然而我还是谢谢你，只是没有早点认识你，还是觉得很遗憾。行了，没到说丧气话的时候呢，你听我说啊。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可你不知道皇权可畏，皇上既然已经当着那么多人开口，断然没有收回的道理。没有最终下旨，一切都有可能啊。朱云，我可以这么叫你吧？我知道你好心，可是小傻瓜，这话你不该说的。如果是别人，我也不会管了。唐朱云一口气把自己制药的准备、身染恶疾的事情说了。孟姐姐，我把药给你。朱云，你真的太傻了，你把药给了我，你自己怎么办呢？我还有另外一个理由。什么理由？这个我暂时不能告诉姐姐，但是我定然也能全身而退。不行，那是你保命的方法，我不要。而且就算这次躲过了靖王，以后也躲不过旁人呢。更何况朱云，你家里人对你怎么样呢？很好啊，我从前的名声你也知道，可是我爹我大哥对我都很好，从来没有放弃过我。我更羡慕你了。我说你为什么能成为这样热烈纯真的性格，果真是因为家里人都宠着你呢。可是我听说姐姐在孟国公府也挺受宠的。你说的对，我很受宠，比起其他姐妹我不该抱怨什么，可是一旦我身染恶疾，就会成为父母的耻辱，拖累母亲她已经很难了。可是姐姐，你死了难道就不影响母亲了吗？死了最起码一了百了，我过的每一天都是煎熬，我想他，很想很想。那么想，为什么不逃跑去找他呢？一段持续6年的暗无天日的思念，他无法想象。姐姐，还有靖王啊，如果靖王反对这门婚事，和你是不是就没有关系了？你最多被人嘲笑几句，但是凭你的名声，还有靖王那人人喊打的名声，最终大家还是会同情你的。让我想想，怎么才能让靖王退婚呢？朱云，你了解靖王吗？他了解个屁啊！不是很了解，但是他女儿之前不是身体不好吗？现在跟着我调养身体，那是个很让人喜欢的孩子。就是昨日跟在你身边的小姑娘吧？对，看得出来她很喜欢你。是啊，喜欢都是相互的嘛，就像我和姐姐不也是一见如故吗？其实从年龄来说，我是姐姐，我今年都20岁了，但是我觉得你更像姐姐。很高兴能在最后认识你，朱云，这些呢都是我喜欢之物，送给我喜欢之人，收下吧。临死之前呢，我要给他们找到新的主子，还有我也不是全无私心的，我有事求你。东西我不能收，你也不能死，但是有事你可以跟我说，我不是说了吗？靖王那里咱们再想想办法，你看我都能让他治别，更何况你那么聪明呢。刚才你来的时候，那个丫鬟叫绿竹，是我奶娘的女儿，也是从小伺候我，和我一起长大的。她那里藏了我很多很多书信，你帮我收着，我怕在她那里会被发现，牵连了她。等有一日她回京了，帮我给她，让她知道孟雨兰没有辜负过她，从来没有。
造化弄人。他们两个青梅竹马，门当户对，两个母亲又是手帕交。他也听母亲私下问他，愿不愿意嫁给他。他愿意啊，嫁给他是他从小到大的梦想。为了他，他想成为最好的女人。然而婚事还没落定，他家里却出了事，何家被流放到边关，从此再无音讯。他觉得不对啊，流放又不是不准通信，为什么这么多年对方会杳无音讯呢？难道死了？姐姐啊，他没有给你写过信吗？没有，他那人极为克制又要强，定然是不想拖累我的。可我心里只有他一个，要我嫁给别人，我宁愿死。他叫江北寒，武阳侯府世子。他回京那时，妹妹定要帮我告诉他，我心里只有他，把我的那些书献给他，好让他知道玉兰生是他的人，死亦是他的鬼。梦姐姐，不要不要，事情还没有到这种程度呢，真的没有。你好好活着，再艰难都活着，才能有朝一日和自己喜欢的人再续前缘呢。梦姐姐，是靖王带我来的，要不咱们请他进来，开诚布公地说，你心有所属，问他怎么办。这件事怎么能问王爷怎么办呢？王爷没有做错什么呢？其实我这般死，对王爷已经很不公平了，传出去，王爷恐怕又会多个克妻的名声呢。不是啊，我觉得他不是不讲道理的人，咱们诚实的和他说，否则死了两个对他也不好，不如和平解决，对不对？说吧。王爷，关于婚事，你闭嘴，本王没问你。鬼男人，盛名在外，其实不负，我配不上王爷。我也是。哼，你也知道自己声名在外。好好一个男人，可惜长了一张嘴。既然不愿意，就去皇上面前拒婚。要是男女平等，那自然就去了。问题是现在女子严重弱势，现实也不会允许啊。王爷，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。唐竹云，你觉得本王挑过食吗？我操，你好意思啊？你堂堂一个亲王，竟然饥不择食。雷霆雨露都是君恩，甜不甜由不得人选。你们还有1年的时间，想要拒婚就凭借自己的本事了。1年的时间？到明年5月之前，皇上不会赐婚。为什么？多谢王爷。在此之前，你们2个要么自己让皇上改变心意，要么就乖乖嫁入王府。如果敢做有损王府名声之事，别怪我不客气。什么臭男人，什么破态度，谁怕谁啊？要不是看在他好歹给了1年缓刑，唐竹云啐他一脸，还不跟本王走？等等，今日的事情，孟姐姐怕是会被为难，先想想办法帮她度过这一关再说。本王让你走，那么凶做什么？孟姐姐，这样你就说我名声不好，不想和我共侍一夫，但是今日见了我，知道外面都是以讹传讹，所以想开了，如何？妹妹快走吧，别惹王爷生气。我做的事情自己能圆过去，不会拖累妹妹的。像块木头一样，你的胆子都用来对付本王了吗？你才知道啊。回去涂点药膏。王爷，看在我半夜帮你忙的份上，能不能给我一粒药？什么药？我想要一粒定心丸。你说的1年之期，真的假的？在本王发怒之前，滚进去。我外祖母去世了，我要替她守制1年。啊，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。你节哀啊，人死不能复生，其实人死了不是什么都没了，他们会变成天上的星星守护着我们。你想那些过去的人时，就看看天上的星星，最亮的就是你的亲人。你进去吧，我在这里看着你。唐明帆发现今天有2个大食盒。阿云呐，辛苦了。其实不用准备那么多，都便宜了别人。就说那徐大学士啊，天天自诩清高，非眉上之血不泡茶，和我抢起猪肚猪脚，哎呦，那快的呀！爹，这是你的，另外这个是让您带给靖王的。靖王？他没听错吧？昨天回来之后，私下还是和唐伯欣骄傲的道：“哎呦，不愧是我的女儿啊，富贵不能淫呐！”唐竹云又改变主意了，小孩子也不能变这么快吧？没有爹，我没改变主意，只是不用了。
靖王说他去找皇上，再拖1年不赐婚，感谢他吧。怎么能再拖1年呢？爹啊，靖王最近斋戒，这是素包子。斋戒？对，所以您不用管了，带给他便是。哦，那行，只是阿云，你和晋王没有的事儿，绝无可能。散朝之后，唐明帆找靖王一起吃饭。靖王有些惊讶，等到他吃到唐竹云为他特意准备的素食早餐之后，他是记着自己昨晚说的话了。靖王把饭菜都吃完，谢过唐明帆，又起身去见皇上。你外祖母去世了啊！你外祖母对你有抚育之恩，朕准了。多谢父皇。你的王妃、侧妃都是朕仔细考虑过，替你精挑细选的。虽然1年之后才能赐婚，但朕不希望再生变了。父皇，孟雨兰也就罢了，然而儿臣实在不解你把唐如云赐给儿臣的原因。你不想嫁，那我也不会勉强你。其实我见过她，在她刚进京的时候，只是她忘了。皇上见到唐明帆探亲回家一趟，回来之后就消瘦了10几斤模样，整个人憔悴不堪。可皇上问唐明帆就没说，皇上觉得不对，微服出巡，找到了唐家。那时候唐竹云大着肚子在家里闹着要出门，何婆子和秀儿2个人都按不住她，唐伯欣甩了她一巴掌，她就躺在地上不起来。她怀孕了？唐伯欣那个儿子其实是她在乡下同别人生的儿子。可是那样，父皇为什么还要赐婚给儿臣？朕当时也很生气，想要赐死他。可是唐明帆父子苦苦哀求，朕回宫之后想想，还是气不过，怎么会有那样的女子？然后摔了几个茶杯。正在这时，洪恩大师来了。见皇上郁郁，洪恩大师就问了原因。皇上正要找人诉说，就把这件事情说了。是唐明帆大人的女儿？是。那贫僧想问，唐大人有几个女儿？只有这一个，养在乡下，所以宠得无法无天。那皇上不用担心了，那女子只是少个契机，20岁之后就是另一番造化了。你看，今年她恰好20岁，朕和你现在所见的她，和传闻之中是不是截然不同啊？朕现在呀，越发觉得洪恩大师深不可测呀。包括当年我和你母亲，她都说准了。如果不是因为她生过孩子，朕是打算把她赐给你做正妃的。唐明帆父子都是肱骨之臣呐。唐竹云现在脱胎换骨，而且不为别的，就是他保住了嫣然，朕对你娘也有了交代，不至于100年之后无颜去见他呀。让他给你做侧妃，希望他的好命能保佑你，保佑嫣然。朕也是个希望儿女平安顺遂的父亲呐。父皇全权之心，儿臣敏感无内。朕想起你娘啊，就控制不住。父皇，儿臣明白您的苦心，可是那唐如云到底生过别人的孩子？唐姑娘小时候在乡下长大，无人照顾，走了歧路也是可怜。奴才昨日看她对嫣然姑娘是真心喜欢，而更难得的是姑娘也喜欢他。王爷，老奴多嘴，一个侧妃之位，给嫣然姑娘找个好娘亲，值得了。你这个老东西，难得你有管闲事儿的时候啊！你和朕老实说，是不是收了唐家的礼了？皇上您说笑了，奴才就是收谁的礼，也收不到唐大人的礼。您又不是不知道，奴才私下掏腰包补贴御膳房，让他们给唐大人好好做早膳。您这般说，
奴才真是比窦娥还冤呢。你个老东西，在朕面前还耍花枪，还不老实交代？为什么要帮唐竹云说话呀？难不成你也吃他的嘴短不成？真是什么心思都逃不过皇上火眼金睛。奴才确实有意帮唐姑娘说话，因为唐姑娘确实人美心善。哦，那你说来听听啊。回皇上，昨日端午宴，奴才家那个上不了台面的也被奴才逼着去了。你是说你夫人？正是。这事朕知道。我和你说啊，千万不要得罪汪福啊，这是个很记仇的呀。原来当年汪福7岁就被晋升进了皇上的前邸，然后他记恨家人，和家人断了来往。后来汪福20多年都没有和家里联系，家里人以为他死了。彼时家里的情况已经好了很多，汪福的母亲想念儿子，觉得对不起儿子，就给他买了个媳妇，一个逃荒而来的黑黑瘦瘦的小姑娘，用了1斗米换来的，也就是后来的汪夫人。汪夫人知道自己素未谋面的相公是怎么回事，虽然受尽了嘲讽，但是老实本分，伺候公婆，操持家务。后来汪福的弟弟进京赶考，很争气地进了殿试，认出了汪福，他长得和父亲几乎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后来一系列波折之后，汪福也算原谅了家人。汪家举家进京探亲，自然也带来了汪夫人。那时候汪福第一次见到了比自己小10几岁的夫人。汪福和家人到底还有隔阂，可是后来发现家里人非但没有占他便宜，还处处为他着想，甚至弟弟原本可以留京，为了防止别人说他关照，都特意选了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去做县令。汪福终于被感动了。按理说他是看不上汪夫人的，以他今时今日的身份地位，即使他是太监，想要嫁给他的女人也无数。可是缘分就是这么奇怪。后来他渐渐陷了进去，甚至央求皇上给了汪夫人诰命。您也知道他上不得台面，可是昨日回去，他絮絮叨叨给奴才说了一晚上的唐姑娘，说唐姑娘有多好，闹得老奴现在都没精神。我说你怎么今日变了？原来这是讨好了你夫人呢！啊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老奴觉得皇上英明，慧眼如炬。唐竹云，不是本王不帮你，是你自己烂好心。晋王无功而返，他也没放过唐竹云，把这件事情始末都告诉了他。你在看什么？在看哪面墙，是和我去撞一撞。既然是你自己作的，以后就给本王安分守己，别再让本王知道你和那些不干不净的人不清不楚。在你有本事退婚之前，你我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哎呀，我忘记了，药没了，我和你啰嗦什么？我去备药了。天大地大，赚钱最大。最近清风那边生意不错，这药都供不应求了，能赚钱谁管男人啊？父王，您怎么啦？没事儿。孟姐姐，你来了，快进来坐。其实我今日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。原来孟雨兰是要唐竹云帮忙给江北寒送东西。我其实早就想这么做，可身边没有一个可用的人。绿竹虽然有心帮我，但她也是个足不出户的小丫头，实在也帮不上什么。我知道这个要求有些过分，可是我现在除了你，真的不知道还能找谁。我怕她会埋怨我，这么多年不跟她联系，我迫不及待，恨不得立刻就让她知道我的心意。行啊，不就是出去找个人捎东西吗？如果有那边的消息，你也告诉我。好。现在家里对我管束很严，我今日说是来找你，这才放我出来，我得赶紧回去了。唐伯欣匆匆忙忙地跑进来，差点撞到了孟玉兰。唐伯欣愣住，随即面红耳赤的连声道歉，自家大哥这么害羞呢？是我莽撞，唐大人恕罪。啊，大哥怎么今日毛毛躁躁，突然跑回来啊？我忘带了一份公文，我先进去了，
你去送送孟姑娘。咦，大哥，你怎么知道她是孟姑娘？我还没介绍吧？从前偶然间见过1、2次啊。好了，我很忙，先走了啊。用这么慌张吗？孟玉兰也不知道给江北寒带的什么东西，唐竹云找出2个破包袱皮，又包了2层，然后拿着银子出门找人了。没费什么力气，他就找到了地方，花了20两银子办好了快递手续。您放心，到时候对方收到了，还会有个回执给到你。如果找不到人呢，东西退回，但是银子不退。给你们买了点心，咱们洗手吃点心，不过不能吃太多啊。回头中午谁不好好吃饭，以后就不许吃点心了。2个孩子都答应，帮他归置好了东西，才洗手吃点心，还非让他先吃才行。写的真不错，比姑姑写的好了。是吗？那我也得努力了。姑娘，长治说他想来打牙祭。王爷不知道什么是避嫌吗？本王知道，不像你目不识丁。你是我的人，不必避嫌。现在已经是晋王府家法管教范围了。本王觉得你再用这样眼神看着我，我有必要送2个教引嬷嬷来教你规矩。教引嬷嬷，那是拿着戒尺的容嬷嬷。唐竹云为了泄愤，在晋王的汤碗里抓了1把盐，齁死呀的。这碗汤赏你了，我是主子，赏你，你当谢恩。我谢你18辈祖宗。王爷，阿云，你们2个今天怎么这么奇怪啊？大情骂俏呢？王爷，你太不厚道了，你还给我和阿云说亲，我说你怎么管这些事儿？原来是你自己动了心思啊，试探我的。再来1碗汤。啊，我有话和你说。行，我先走啊，你们慢慢说。话说我老常到现在也没明白啊，你们俩什么时候勾搭上去的？滚！我们是假的。既然是假的，更没有避嫌一说了。好，算你狠。吵架这件事情也得看发挥，他今天状态不好，他认，改天再战。有一件事情是真的，晋王府有家法，也有教引嬷嬷。泻药，他的泻药呢？下次他直接给他下巴豆，拉不死他，直接下巴豆，人狠话不多。王爷，王爷啊！姑娘，奴婢刚才出去提水，你知道我看到了什么？你捡到银子了？比捡到银子还高兴呢。那你捡到了金子？姑娘，您这是钻到了钱眼里呀。奴婢呀，刚才看到阮安若在晋王面前吃瘪了。啊？怎么吃瘪的？您是没看到，阮安若在王爷面前呢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奴婢呀，觉得她都快被吓尿裤子了。哦，王爷好厉害，姑娘果然有眼光。以后等您嫁到王府，看谁还敢欺负您。我看晋王就敢。有本事去战场下退千军万马，吓唬女人算什么本事？老太太，您找谁啊？这里是不是唐明帆的家？这个老妖婆怎么进京了？还是从前那个蠢货，见了人也不知道行礼问好，连你祖母都不认识了吗？这是老天爷嫌他太闲，所以送来2个极品给他练手。我祖母在乡下，你这死老婆子竟然敢冒充我祖母，秀儿还不罢官去！你爹呢？让你爹出来！小蹄子竟然敢眼睁睁说瞎话，胆子越来越大了。银子呢？不是说好进京以后给银子的吗？没有，你直接把这2个女骗子扭送到衙门去。娘，您怎么来了？这小蹄子不认我，你打他，你给我狠狠地教训他。娘，这中间呢肯定有误会。阿云呐，多年没见到您，这认不出来也正常啊。正常个屁！老娘养他到15，他还敢说认不出我来？哼，原来还真是那个克扣我银子，逼得我走投无路的祖母。阿云，你少说2句，你不是不舒服吗？还不进去休息？他从地位上讲就吃亏，只能智取，
不能硬来。哼，让他过来给我磕头谢罪，要不我就去告御状，说你不孝。去，现在就去，让我爹被罢官，饿死你那些蛀虫一样的儿孙。阿云，你别以为你现在是晋王侧妃就能对祖母不敬啊！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什么王妃？谁是王妃呢？晋王侧妃在此，你该给我行礼。不过看在你辈分高的份上，就免了。爹，好样的！唐竹云回到自己房间，其实也有点同情自己老爹。做夹心饼干的滋味不好受，一边是亲娘，一边是亲闺女。不过他心疼唐明帆，也是因为他刚才虽然表面呵斥自己，实则都是向着自己的。这个老爹还是很能拎得清的。姐姐，我好害怕，那个坏老婆子太可怕了。不怕，还有姐姐在呢。再说你怕什么？你是你父王的女儿。晋王是亲王，嫣然不该是郡主吗？为什么不是？难道因为他是庶出的？我讨厌他，我讨厌他。你放心，他要是暂住一段时间，咱们怎么都能忍。但是他要是想住下来，姑姑绝对不会让他如意的。你们两个乖乖的在屋里等着，不许出门。我去偷偷听听他想做什么。哎呦，我不放心你们爷几个呢。该娶的不娶，该嫁的不嫁。这府里呢，就缺个主事人。你当我愿意千里迢迢吃这样的苦头？我还不是放不下你。这个老妖婆真是瞎话张口就来。我把翠儿带来，是觉得这孩子哪儿都好，打算让伯兴娶了她。娘，以后的事情啊，以后再说。您这一路辛苦了，先好好休息休息。娘啊，我衙门还有事儿，先去一趟，很快就回来。阿云呐，拿80两银子给车夫，先把车夫打发了。阿云呐，打发了再说。爹知道你委屈，千万别和祖母正面对上。有什么事情啊，都等爹回来再说啊。唐竹云就是想迁怒也于心不忍，他咬咬牙答应。唐竹云知道这笔银子非出不可，送走唐明帆，咬牙出了银子之后，把大门摔得震天响。小蹄子，我活了这么大把年纪，还要看你的脸色。活了这么大把年纪，你也不给我一个回家奔丧的机会。哎呦，我的命好苦呐！好容易把儿子拉扯长大，有了出息，本来以为要享福了。你可以声音再大点啊，让人听到去弹劾我爹，把他头上这顶破帽子丢了最好，省得他天天吃苦受累，我还心疼呢。宋氏声音几乎是立刻就小了，用恶毒的语言咒骂唐竹云。当年的事，你跟我提当年的事。人血馒头好吃吗？前身把自己第一次卖的银子还都被宋氏拿走了，他还敢提？小蹄子，你惹恼了我，我就去告诉王爷你当年的丑事，让你做不成什么侧妃。去啊，现在就去。一家子欺君之罪，诛九族，有那么多人给我陪葬，我不怕死。不，王爷那么喜欢我，到时候说不定留我一命，我去法场上给您老人家送行。这个唐竹云真是越来越难管教了，从前是个好拿捏的蠢货，现在却生生成了滚刀肉。哼，怎么了？姑姑，我饿。姐姐，我也饿。从宋氏进门的那一刻开始，他就决定了，绝不会主动去做饭伺候老太婆，所以今晚的饭是何婆子做的，一家人吃的都皱眉。哼，吃了些什么破东西，还不如乡下呢。他来了之后就各种嫌弃，嫌弃房子小，嫌弃摆设破，现在又嫌弃没有荤腥。京城什么都贵，祖母若是补贴些，就有肉吃了。娘啊，您来的匆忙，没有来得及准备。阿云呐，明日你去买块肉来，单独做给祖母吃。银子，家里的银子都给了车夫啊，不够，我还借了秀儿2两呢。现在就剩下几串钱，萝卜青菜撑到您下次发钱都不容易了。我这里还有几两碎银子，给你。唐竹云不客气地接了。他爹对祖母心软，那就别怪他心硬，先把老妖婆撵走最重要。宋氏对唐伯欣絮叨婚事，后者也不是什么好脾气，直接摔了筷子走人。唐伯欣至今都还记恨宋氏当年对妹妹的伤害，不掀桌子已经是极尽忍耐了。
很好，家里有同盟，只是唐竹云光顾着对付老妖婆，忘了2个孩子还得吃东西。等等，我去偷偷给你们煮几个鸡蛋去啊！明天啊，我带你们去隔壁做饭吃。唐竹云一大早还是给唐明帆做好了饭，带去了宫里。唐明帆看着里面偌大的狮子头，呼声叹息。他知道女儿是故意为难母亲，可是站在女儿的角度，怎么做都不过分。他本来想说把狮子头留下，可是看着女儿清亮的目光，顿时说不出来，提着食盒走了。早上只有清粥小菜和馒头，宋氏吃得很不高兴，摔摔打打。唐竹云只当没看到。吃完饭，宋氏又跟唐竹云要管家银子，说以后他管家。好啊，没问题。唐竹云把200多文钱和昨天唐明帆给的几两碎银子都交给了他，然后带着2个孩子出去玩了。在家吃不好，那就出门吃。他带着2个孩子吃过早饭，出去买东西，然后又在酒楼吃过午饭，这才回去休息。结果他看到了什么？他屋里略像样的几样家具都被搬到了正屋，靖王之前给的还没用完的布料也被宋氏搜刮走了。还好唐竹云的银子为了防贼都藏在房梁上，这才幸免于难。这家里从前太没有规矩了，什么好的不应该先紧着长辈来，果然就需要个当家人。不行，他一定要尽快把这2个人撵走。琳琳，带着嫣然去一趟衙门，告诉祖父今晚有红烧肉吃，请靖王也来吃。靖王也并非一无是处，最起码用来吓唬宋氏这样的乡野村妇是足够的。你做什么？给买菜钱。王爷说了，今晚要来看我，自然要留下吃饭。晚上来看你，这是什么规矩？怎么，祖母还想给王爷定规矩？王爷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。祖母要是不想给买菜的银子也直说，我还懒得张罗呢。回头王爷怪罪下来，谁惹的事情谁担着。他喊我去吃饭。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他会请自己吃饭。是啊，父王，你没事就早点来，姐姐给您做红烧肉吃。靖王犹豫了一下，答应了。原本最近，现在应该是他最期待的时候。恢复之后，女儿已经做好了丰盛的饭菜，李林和嫣然手牵手在门口翘首以盼，等着迎接他。然而因为母亲的到来，他现在生出了踌躇之意，甚至不想回家。唐大人，王爷还没走啊？等你一起。唐姑娘说今日做了红烧肉，请我过去吃饭。借力打力，这好主意，他怎么没想到呢？啊，王爷这边请啊。远远的，他看见唐竹云站在门口，以为对方会像从前那样对自己熟视无睹，或者干脆哼一声，用那种蹭饭的饭桶又来了的眼神盯着自己。但是今天没有，完全没有。唐竹云表示，他就差举着2把花，高唱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了。王爷，礼不可废嘛，别这样，祖母今日在呢。你给本王好好说话，舌头捋直了。王爷，人家特意给你做的红烧肉，再不吃就凉了。哎呦，原来是我大孙女婿来了。放肆！王爷，祖母是乡下人，您就别拿那些规矩约束他老人家了。难不成真要张嘴摆下吗？王爷，您看我面子嘛。他今天来哪里是干饭人，他就是个工具人。指不定唐竹云现在心里还得意洋洋地想着，关门放王爷。给你面子，否则我现在想扇你100巴掌。果然有奸情，这小蹄子果然是个妖艳贱货，把王爷都迷得头晕眼花的。王爷不要嘛！这饭王爷不想吃了，非但不想吃了，昨日吃的饭都想吐出来给他。嫣然，父王来了，还不快出来！小样儿，还搞不定你。他这叫挟嫣然以令王爷，聪明如他。吃饭的时候，唐竹云出去给靖王布菜，弄得后者都快要消化不良了，面色就一直没有好过。宋翠儿在旁边那桌伺候宋氏吃饭，时不时偷偷往这边看，脸还红了。唐竹云感受到他的目光，故意绕到另一边，有意无意地挡着唐伯熙。但是宋翠儿还是往这边看，气得唐竹云想要发作。靖王吃完饭要走，唐竹云去送他。王爷多谢了，明日再来。王爷适可而止，再有下次，严惩不贷。王爷放心，一次就够了。你也就是一次性的王爷，再见了您了。明天想要这个好待遇，我还不伺候呢。你呢，得好好学学，这京城的规矩就是不一样，
别瑟瑟缩缩的，笨手笨脚，一看就是乡下人。就说成亲之前把女儿送给未婚的娘子养，这事乡下真没有。这日唐竹云打发2个孩子去隔壁玩，自己盘算这个月的收入，唐明帆和唐伯欣的银子交给了老妖婆，太不爽了。不过他自己这边卖调料进项有几十两，清风那边就厉害了，足足赚了150两，加起来接近200两了。在村里的话，他就是绝对的富婆了。但是在京城不行，就算以现在的赚钱速度，还清晋王的债就得2年。别说他还想换个大房子，给凛凛换一匹好马，还想让凛凛有机会游学拜见大儒。这京城赚钱容易，花钱更是流水一般。表姐在吗？在，进来吧。孩子一会儿就回来了，你有话直说。我觉得王爷挺好的。挺好？哪里好？哪里好？还可以吧。哪尼？我夸我男人好，你脸红什么？我听说嫁给王爷需要带陪嫁丫鬟吧？表姐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是秀儿吗？一个够了吗？不够你来凑啊！这件事情有趣了，让宋翠儿做他嫂子，那万万不能。他还没想好对策，宋翠儿自己移情别恋了，干得好啊，姑娘，有眼光，一眼就看上晋王那个尿得远的。确实不太够，可是家里穷，买不来丫鬟。哎呀，我也就和你说，一个好年纪的丫鬟要几十两银子呢。那表姐，你觉得我行不行？我肯定听话，不和你争宠。哎呀，不行的，表妹。你看王爷对我挺好的，但是实际上脾气可大了，他一瞪眼呢，我都哆嗦。其实我看出来了，那天吃饭的时候，王爷对你吹胡子瞪眼的，但是我觉得王爷这样才有男人气概。送你2条小皮鞭，拿着去找晋王去。你也这么想的啊？其实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真的，我哥哪里比得上王爷啊？我哥一个月10几两俸禄，王爷一个月是1200两，你知道吗？啊，那王爷一天得杀1只鸡吧？大姐啊，说鸡不说八，文明你我他。你这样说让我忍不住多想啊，王爷每天都在自宫，那不够吃啊。我的老天爷，那过的是什么日子？表姐，你去享福带着我吧，我保证好好听你的话，真的，我可听话了，我还能干过晋王吗？能干过晋王的话，他就是倒贴嫁妆都把宋翠儿送去。啊，这件事情我做不了主啊。表姐，你是怕我争宠是不是啊？这样吧，你要是实在想，就问问王爷，王爷答应，我带谁都是带，行不行？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是宋大哥吧？咱们还是本家呢。说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找王爷，那天上的二郎神大概就是这样好看吧。二郎神不理他，哮天犬不干了。你找王爷干什么？我找王爷，你这人怎么总拦着我又不找你？王爷，我是来问问您介意不介意我表姐多个陪嫁丫头？我是换一个，是多一个，您看成吗？他聪明着呢。这换一个，晋王或许还挑挑拣拣，但是多一个，傻子才不要呢。你再说一遍。我帮表姐问。你那个好表姐又说什么了？表姐说你答应她，她就带我去王府。她还说什么了？快去把唐主任抓来打一顿吧！不打这事儿真的太不爷们儿了，什么歪瓜裂枣都要塞来，寒碜谁呢？表姐说王府每天都杀鸡。王爷，咱们现在就去找唐竹云算账吧。哼，不着急，让他好好休息，咱们明日去。老妖婆肯定又在骂他。姑姑，曾祖母什么时候走？我讨厌她。姐姐，我也很不喜欢她，她总是欺负你。没事，让她再住几天。怎么也忍受老妖婆1个月，到时候唐明帆实在闹得头疼超过孝顺的时候，他再动手。姐姐，要不你搬到父王那里去住吧，他害怕父王。不行，姑姑不会嫁给你父王的。你别怕，我姑姑不嫁人，等你长大了嫁给我，就和姑姑是一家人了。
好小子，有前途。王爷怎么来了？今天不用上朝吗？我想骑马。父王，我也想骑马。去吧，宋景阳带着侍卫在外面，还有我新得的几匹好马，你们自己去挑一挑。王爷，我也能去吗？不可以。父王，你让姐姐一起去吗？我和他有话要说，你们先去，还等着我请你进去。家里没人了，王爷直说吧，您今日想干什么？闲来无事，关心一下侧妃。来人！这厮竟然真的带了教引嬷嬷来。老奴见过王爷，见过唐姑娘。容嬷嬷免礼。嬷嬷，您贵姓啊？老奴娘家姓容。容嬷嬷，您带针了吗？老奴荷包里带了。原来电视剧里不是骗人的。容嬷嬷是教你读书认字的嬷嬷，以后要好好学，不要给王府和本王丢脸。那你竟然是个女先生啊！那就请容嬷嬷多多指教了。唐姑娘起。容嬷嬷，本王把她交给你了，你现在就代表本王教导她。给她脸了是不是？真把自己当成爷了？老奴不敢。日后姑娘进门之前，自然会有教引嬷嬷教姑娘规矩。老奴今日只是来拜见姑娘，认主子的。容嬷嬷，你不按照常理出牌啊？先让她坐有坐相。嬷嬷都没说什么，你怎么那么多话？嬷嬷，咱们开始。王爷，唐姑娘学得很快，让她稍事休息吧。既然不想坐着，就起来学着奉茶吧。如果不是她还有用，她一碗热茶泼到这张讨厌的脸上。行，她忍，等她把老妖婆打回老家再翻脸。晋王似乎终于满意。啊，尚可一旁伺候。如果眼神能杀人，晋王已经被唐竹云碎尸万段。晋王翻开那本《笠翁对韵》，好像里面藏着宝藏图一样。唐竹云站了好一会儿，忍啊忍，心里小火山蠢蠢欲动。临近中午，晋王又让他去做饭，做完饭还得伺候他吃饭，总之把唐竹云指使得团团转，稍有反抗就被他眼神镇压。行吧，他就当王爷今天残疾了，他照顾残疾人，他光荣。伺候本王更衣。更衣就在这里，他拿什么给他更？王爷想要解手。他解手要伺候什么？难道他还要去给他擦屁股不成？凛凛都不用别人了好不好？要去帮王爷拿着腰带和汗巾子等物。岂有此理，他没手吗？他又不想看他到底尿得远不远。唐竹云。阿云，王爷喊你呢，你干什么呢？王爷，您别生气，我这孙女啊，就是不太灵光，我这侄孙女可就灵光多了，还不快去伺候王爷？快来，翠儿快来，帮王爷脱裤子。翠儿伺候王爷。翠儿得去茅厕，不能随地。去茅厕换衣裳，那衣裳掉茅厕里怎么办？唐竹云，这个侧妃之位，看来你不想要了。我想不想要，你还没说吗？哎呀，我就说你笨手笨脚的，还不去伺候王爷？王爷确定要我伺候？他要是把他伺候个三长两短，半身不遂，再不完整，确定不怪他。忍字头上一把刀，等他忍不住了，这把刀就不见得落哪里了。用不用我帮王爷再脱一次裤子啊？府长。啥玩意儿？府长，否则就是掌嘴。我了个操！你尿尿还得威胁我鼓掌，我不加油你发挥不好啊。那就鼓吧，人家为爱鼓掌，他为了嫌弃也能鼓。不知道晋王尴尬不尴尬，反正他这么厚脸皮的人，对上这奇怪的癖好都尴尬了。用力！
是啊，王爷您加油，请您尿穿南墙，直抵皇宫。伸手从红墙砖上抹了一把，然后往他脸上抹去。啊！你往我脸上抹了什么？他没洗手，他小便不洗手就往他脸上抹，他的手还是潮湿的。哎呀，你这个小贱蹄子，作死了要跟王爷动手，王爷打你几个嘴巴子怎么了？你怎么就这么金贵了？原来鼓掌是这么回事。这就是王府的规矩。表妹，你害怕吗？我不怕，我听话。王爷，我知错了。没办法，宋翠儿就是喜欢这般伟岸男子。晋王铩羽而归，带着容嬷嬷走了。不知道是不是唐竹云的错觉，他觉得容嬷嬷也在笑。这是晋王请来帮他的吧？这一局两败俱伤，唐竹云洗了无数次脸，这次真把脸揉红了。等到唐家父子回来，听宋氏说唐竹云因为不听话被晋王掌嘴，又见唐竹云还脸红，当即都放下筷子。姑姑，帮真是王爷？没有的事儿，都是误会。吃饭。阿云呐，不要怕，爹给你做主。阿云，你是不是因为我的缘故委曲求全？姑姑，我帮你，我再也不理王爷了。哎呦，你们一个个的失心疯了不成？明明是他。够了，娘，这件事情和你没有关系，我这就去找王爷。爹，我也去。我也去。别去了，我真没受委屈啊。先吃饭啊，吃完饭我告诉你们到底怎么回事。其实我觉得晋王是气不过我拿他当祖母，所以……那他也太不像话了。哎呀，不行啊，我明日见了他，得同他好好说道说道。你现在啊，还是我的女儿，轮不到他管，日后嫁到王府……不是，爹，哪有什么日后啊？咱们不是说好了，让您去告诉皇上，我不是完璧之身吗？这要不是祖母来，这事早就完了。这事儿啊，以后再说。先这样吧。明日啊，我和晋王说说。阿云呐，你记住，不管什么时候受到委屈，一定得让爹知道。知道了。那个大哥，你等等。算了吧，没事，我和玲玲说就行。姑姑，您要和我说什么？就是那个，你和王爷解手的时候，他怎么尿的？啊，就站着岔开腿尿，怎么了，姑姑？那他尿到手上没？没有啊，怎么会尿到手上？啊，那还好。你们男人那啥，还扶着吗？什么？没事，赶紧洗漱睡觉。姑姑问你什么？问我王爷尿没尿到手上。妹妹这么不相信晋王吗？难道她今日发现了晋王有些不行？否则怎么会有这样的怀疑？那得可以忽略不计才能尿到手上的吧？那琳琳，王爷到底尿没尿到手上？爹，你们为什么都问这个问题？先回答爹的问题，这个很重要。没有。这是男人的事情，别和姑姑说。爹，我想让您指点一下我的文章。我尝试着做了一篇文章，有些稚嫩，但是……你回去找出来，去我房间，正好我和祖父给你看一下。唐伯欣趁着这个时间，匆匆进屋，和唐明帆说了关于晋王的这件大事。要不明日我去看看？这不用了吧？您看，不是还有嫣然吗？那是皇上承认的血脉，总不会有错的。唐伯欣真的非常担心他爹明日真的去目测晋王，然而却没劝。算了，看和不看各有利弊。家里兵荒马乱的，这时候来真伤你见笑了。我是听说你祖母进京，想着来拜见一下老人家，顺便来看看你。啊，你算了，那就是一条吸血的水蛭，身上抖都抖不掉。阿云，你小点声。他不在，大清早出去买菜了，到现在还没回来呢。不提他了，你也不要见他为好。和你们家老太太啊，那不是一回事儿。那简直都是两个物种了。千万不要让人抓住画柄，有时候就是装也得装下去，知道吗？你受不了一时委屈，以后就得吃大亏呢。
我知道的，孟姐姐。生活不是升级打怪，越打越爽，终究有投鼠忌器，只能适可而止。不提他了，你是不是着急边关那边的消息了？有一点，但是我自己心里也知道，没有那么快。阿云，你给我出来！他天天如此，你先在这里别出去啊！我去看他又要做什么药呀？您老人家这又是受了什么刺激啊？年纪大了，千万别和自己过不去，否则嘎嘣一下过去了，以后怎么享我爹的福啊？阮安若，阮安若又怎么了？他都快倒霉了，还能来捣乱？唐竹云这2天隐约听父兄谈论科场舞弊，非常怀疑就是阮安若他那个好表哥的事情。这件事情可是掉脑袋的，难道他们还完全没有听到调查的风声？那真是死定了。你是给王爷做小，王爷上头还有正头娘子呢。那怎么了？哼，那你还这么嚣张？只要王爷喜欢就好。我告诉你，我都知道了。哼，你得在正头娘子面前跪着伺候呢。真正的王妃那才神气呢。那祖母是想改嫁了？唐竹云的这张嘴啊！你等着，我去找那正经未来的王妃，告诉她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老太太有话要对我说吗？这人怎么能好看得像戏文里一样呢？我就是老太太口中所说的正头娘子，不知道老太太要告诉我什么呢？姐姐啊，我祖母想你想得紧呢，怕我不懂规矩触怒你，想提前给你磕头认错呢。老太太不用想那么多，我和阿云姐妹相处极好。哎呦，竟然连正经王妃都被那小蹄子骗了过去。阮姑娘不是说了吗？您是长辈，就算打骂她，她也不敢如何的。虽然她嘴上凶，但是其实不敢和您闹的。哼，等客人走了之后，看我如何收拾那小蹄子。你祖母啊，不好相与，你自己要小心些呢。另外，那个总是挑拨离间的阮安若，你也要防备着。你性子呢，太刚直了。我知道。哦，还有一件事，你呀，得多盯着你祖母啊，别让她做出什么不适合的事情。你爹和你大哥都是名声在外的清官，倘若别人有想从你祖母这边走动，到时候罪名扣下来，无法撇清呢。这确实是个问题。刚才孟玉兰说什么来着？这就来了。呵呵，孟姐姐，你稍等我一下，你是谁？来我家做什么？小蹄子，怎么说话呢？眼里还有我这个长辈吗？啊，这是唐姑娘吧？老奴是吏部给事中王府的下人，老奴……我爹的名声你们都听过，不来行贿，我爹会秉公处理。但是行贿罪加一等。走吧，我当你没来过，再纠缠，别怪我告诉我爹。婆子带着丫鬟灰溜溜的走了。这个家我做主，小蹄子，你反了天是不是？你想吃牢饭自己去吃，你敢背着我爹收任何人的钱物，别怪我翻脸无情。宋氏留不得。他碰到唐竹云了吗？唐竹云狠狠掐了自己一把。你敢打我脸？我爹还没打过呢，我和你拼了！大哥，你放开我，我和他拼了！阿云，别冲动，想想我和你说过的。大哥，你放开！不，让我来，我早就该替你报仇了。孟姑娘，你……他刚才打的是孟雨兰。唐公子，不值得。哎呦，我不活了！我的孙子要打我呢！够了，娘，收拾东西，儿子，这就找皇上辞官，带你回乡。你是不知道啊，你不在的时候，那小蹄子如何欺负我，他咒我死呢！你们先进屋。孟姑娘，今日实在是对不住了。阿云，你先进去给孟姑娘看看伤。剩下的事情你放心吧，大哥就是拼了这条命也不会再让他作践你。大哥，你疯了是不是？你怎么就不相信我？你傻子，有大哥在。孟姐姐，真是抱歉，都是因为我临时起意。我没事。孟玉兰反过来安慰他：你呀，先给自己的脸上药。啊，你不说我都忘了。
唐竹云把药膏塞给他，自己走到药柜前翻腾。唐竹云翻出另一瓶药膏，对着镜子往自己脸上那微微红的部分涂了上去，脸上立刻火辣辣的。阿云，他的脸几乎肉眼可见的速度肿胀起来。嘘，我故意的。你这是做什么？我得让我爹看到他打我，要不到时候我要把他弄走的时候，我爹心里不愧疚吗？就是没想到我大哥那么冲动，还连累了你。我没事，不出几日就好了。但是你们这样，没事儿，我心里有主意了。今日他想收礼，又动手打我，母子情分也消磨得差不多了。那你回头让我知道事情的进展，否则我心里一直惦记着你。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你也找我。国公府这块牌子呢，大概也能吓唬吓唬人的。您也是爱护阿云心切，然而今日这般，还请您以后三思后行。多谢姑娘提点。大哥，你太傻了，我今日是故意的，也怪我临时起意没和你商量。他把事情始末和自己打算说了。你的脸真没事儿？真没事儿？难道我能给自己毁容不成？大哥，你听没听我说话啊？你说这样行不行啊？可以试试啊，需要我做什么配合你？你管好自己，别掺和就行。女人的事情谁用你管啊？你好好做你的官，日后照着我横着走就行。阿云，我才是大哥，我还是妹妹呢。快去带着李玲和嫣然，别让他们看见我这鬼样子。爹，祖母还在生我的气吗？我知道今日都是我不对，是我不好。哎呀，不生气了，祖母不会生你的气的。哎，你的脸怎么样了？哎，怎么不让秀儿去给你买点药涂上啊？我没事，我今日实在是太冲动，可是我听到有人送礼就着急了，恐怕……哎呀，我知道，我已经打定主意，明日就给皇上上折子，致仕回乡，伺候你祖母。不许，我不许你辞官。祖母，您别激动啊，我劝劝我爹。小蹄子，都是你惹出来的祸事。够了，阿云，跟我走，伺候笔墨，我这就去写折子去。等着。哎呦，好你个小贱蹄子，人前背后你……爹，喝茶。今日是我错了，怎么都是我祖母？一会儿我去给祖母道歉，求祖母原谅。别去，不准去！唉，是我无能，都是我无能啊！当年我出去读书，你母亲一个人在家，不知道受了多少委屈啊！爹，别想了，娘地下有知，也只希望咱们都过得好好的，是不是？辞官的事情你缓缓，这几日说不定能缓解同祖母的关系呢。不，爹看透了，他不走啊，你们兄妹都没有好日子过。你心软，可是你大哥呀，当年被他伤透了心呐。当年你出事，如果不是我拦着，你大哥要一把火烧了祖屋啊！你大哥呀，从小就疼爱你，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都先给你呀。阿云呐，爹没有本事护不住你，以后啊，你在京城凡事和你大哥多商量。你现在这样，爹很放心。爹老了，也想回家陪你娘了。他孤零零的在那北望京城，等了爹太久了。看着唐明帆难受，唐竹云退了出去，让他自己消化。姐姐，你这样也好看，就是不热吗？不热不热，这样防蚊虫。姑姑，你是不是挨打了？不是，你让我看看。好一个霸道小总裁！而说话间，霸道大总裁已经上前直接撕开了他的面纱。谁打的？姐姐，姐姐，你怎么了？姑姑，是谁打你的？没有，是我不小心碰到的。好了好了，是不是都饿了？洗手吃点心去。两个孩子还不肯走，最后是靖王发话，才被秀儿带进房间去。我问你，到底谁打的？没什么事儿，你不用管。我不管。哼，打狗还得看主人，你现在是我的人。我呸啊！你才是狗呢，狗男人。行了行了，咱们俩怎么回事儿？你不清楚吗？我自己的事情我能处理好。你要是真想帮忙呢，就帮我拦着我爹，
这2天别让他上请辞的折子。是你祖母。除了他还能有谁啊？行了，快让开，我得去看2个孩子去。蛇，有蛇！这蛇没有毒，你先把衣裳穿好。夏天呐，虫蛇出没也是正常，没毒不会伤人就好了。娘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爹，快请大夫来吧。唐伯欣拉了拉他，不让他说话。妹妹脸上的红肿让他无法对床上那个老妖婆产生分毫的同情，死了最好。好，我这就去请大夫啊！伯欣呐，走，你也去，咱们分头行动啊！我看你祖母这病来势汹汹啊，快点去啊！坠儿，还不去帮忙打灯笼？还有秀儿，都快出去帮忙找人啊！祖母这里有我呢。唐竹云走到床前坐下，摸摸自己的脸。祖母，这一巴掌换你下半生不能动，也不能说话，是不是很值啊？是这个小蹄子害他。祖母年纪大了，来京城后又大鱼大肉的只顾自己吃，所以引起了中风。祖母，现在是不是觉得吃过饭我帮你捶背捏肩很舒服啊？眼前的这个不是孙女，而是恶魔。祖母放心呀，以后呢，我会好好孝敬您的，每天每时每刻都好好孝敬您。他要死了，他要被这个小蹄子折磨死了。不，他不要唐竹云伺候他。大夫赶来，果然如唐竹云所说，都说宋氏年纪大了中风，也没什么好办法。爹啊，我带着秀儿和宋翠儿伺候祖母吧。他在抗议。哼，不识好人心就算了。爹，再买2个婆子伺候祖母吧。那可不行，他就是看着老妖婆都恶心，更何况他也不想一次次动手。他是用针偷偷扎宋氏穴位的，其实维持不了多久。他要把宋氏尽快弄到乡下去，然后找个能治住他的人。我再想想。唐竹云每天在唐明帆面前就装乖巧孝顺，转身就恐吓宋氏。宋氏空受了一大拳。爹，祖母是思念乡下了，要不把他老人家送回去吧？家里人多热闹，你要是不放心，就再买个人专门伺候祖母，咱们也多给些银子，行不行？有合适的人能伺候好祖母吗？当然有啊，您啊，交给我就行。唐竹云早就想好了人选，唐明帆一答应，他立刻就能去要人。王爷，是唐竹云，真的是唐竹云做的。属下放完蛇，在屋顶亲耳听到他说的。知道了。这个唐竹云，他实在太没下限。怀孕，小官，不孝，只有他想不到的，没有唐竹云做不到的。王爷，嫣然姑娘她，属下看着她身体好的差不多了，要不咱们回王府吧？然后再让她大哭大闹，晚上高烧抽搐。这个可恶的女人，偏偏把嫣然姑娘吃得死死的。比起对王爷有心思的其他女人，唐竹云最阴险。以后眼光高远一些，不要只把目光放到女人身上。你看怀上现在已经替我在外奔走，独当一面，你却始终不行。我娘说了，我就是狗精神，干不了正事儿，让我好好伺候王爷就行。他要是伺候王爷都伺候不好，那还不如狗呢。天色不早，你下去休息吧，明日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。是。大哥，你今日能告假一天，在家里看这2个孩子吗？行，最近也不忙。你要出去忙什么？有点事情，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哦，你小心些。这脸怎么还不好啊？好了，他爹还心疼什么？没事儿，我皮肤呢早就不疼了。这名字倒贴切啊。唐竹云第一次来这种地方，难免有点忐忑和好奇，却不想露怯，跟着小厮故作镇定地往里走。哎，唐姑娘，清风公子在里面等您。唐姑娘这么早就来了哟，昨晚挺忙啊。原本应该忙，但是想着您要过来，所以便推辞了。托姑娘的福，现在我这生意啊是周边独一份的。你们竞争还挺激烈的。其实现在给您的银子是6成，今日您来，我想和您签个合约，以后这药只供给我可以给您7成，如何呀？条件咱们可以慢慢谈。我的意思是7成我只供给你可以，但是合约我不能签，
以后炮和落人画饼只能靠各自信任，你觉得如何？好，我信得过姑娘。我不能多待，我托你找的人呢？已经在我这里了，我让他来见您。唐竹云解下面纱，引得清风惊呼，他轻描淡写的带过。姑娘的要求有些奇怪，您找个年纪大的青楼姑娘做什么？您用她自然可以，但是带她进王府就算了。她今年26岁，但是青楼女子的手段不是您比得了的。我用她？其实我建议您呢，不要用它。如果您想修习房中之术，其实我也可以的。真的，男客和女客，其实我都接的。啊！打住打住，你赶紧打住啊！你比女人可怕多了，你是能和女人抢男人的男人。哈哈，玩物而已。有金山银山的玩物吗？早知道姑娘如此有趣，就应该早点结识啊！你这道门有人没钱别进来，我懂。奴家红见过清风公子和姑娘。姑娘，她卖身契在我手中，你若是能够看上就带走，当我送给姑娘的。您看不上，我就再发卖出去。求姑娘留下奴。王爷，那不是唐……距离不近，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，但是能清清楚楚看到唐竹云和清风相对而坐，旁边跪着个女子，正在解自己衣裳，同时往清风身上凑。啊，不用不用不用！清风刚才命令嘉红脱衣裳让他验货，这侮辱性太强。唐竹云虽非圣母，但是同为女子，到底见不得这样的情景。哎，姑娘，这卖身契还是握在我手里吧。奴会伺候人，捏脚捶腿都行。不用，我不用你伺候，我想让你去伺候一个人。姑娘想让奴伺候谁？掌嘴！立刻抬手啪啪啪啪，毫不犀利地打起自己耳光来。他跑到这里来欺负人？错在哪里？主子说话，奴不敢随意插嘴。主子让奴伺候谁，奴就伺候谁。这是唐姑娘在这里，我不想吓到她一个未出阁的姑娘，否则赏你一只猫。你应该知道厉害。奴不敢，奴再不敢了。要不我先带他回去试试，不行就还回来，如何？如果被还回来，让我下了面子，你知道我会怎么对待你？是，奴知道，奴不敢，奴一定好好伺候姑娘，事事都听姑娘的。姑娘，用不用让她展示一下伺候男人的本事啊？啊，不用了，让她先下去。你刚才是不是故意的？我是帮姑娘立威，恐怕您日后管不住她。我也不用管她，谢谢你啊，银子我肯定给你。谢倒是不必谢，180两银子的玩意儿。就是您下次别直接来找我，我能把事情给您办妥帖。我真的怕您来这事儿被王爷知道，我现在脖子上凉飕飕的。叶夫人，别闹。叶夫人？啊，她的名字，我姓叶。你口味挺重啊，就是这小奶狗这么小，你都下得去手。叶夫人似乎很喜欢唐竹云，咬着裤腿就不松口了，往他身上蹭啊蹭，大有跟他走的样子。清风唤他也不听，只能到唐竹云面前蹲下去拉他，偏偏还不敢使劲儿，怕崩坏他的小牙。一狗一主就僵持不下。从宋景阳这边，只能看到清风在唐竹云半身位置露个头，脑袋不是起起伏伏，就是不起身。这俩人在干什么？行动啊！哦，是王爷，你们几个去。叶夫人，严格警告。什么？他是公狗？当然是公狗了，不信我给您看，您看。谁要看啊？耍流氓啊！你想看就看，透过手指缝看什么呀？大门被一脚踹开，7、8个戴着面具的高大男人冲了进来。金陵卫办案啊，不知各位大人光临踏春楼有失远迎。金陵卫那不是靖王的人吗？叶夫人被吓到，跳起来直接钻到唐竹云怀里。唐竹云想，果然是人见人爱，狗见狗欢的。除了靖王那对主仆，狗还不如。比如现在，就算戴着面具，他也认出来那对主仆其实就混在人群之中。他需要回去恶补一下当朝法律，
未婚夫抓到未婚妻，不，他就算个未婚妻，逛小孤儿馆还用进猪笼吗？现在他和靖王解释，他给他买个小妾，会不会挨打？走。清风，要是没事我先走了。喏，抱好你夫人。对了，我的人能不能带走？诸位大人，这是我朋友，今日第一次来，要是没什么事儿，不如让他先走。下楼他喊上嘉红，带着他几乎是落荒而逃。怎么哪儿都是靖王这个阴魂不散的？他去小孤儿馆做什么？总不能是为了抓自己的吧？不可能，他没有那么重要。那他是冲着清风去的。他上次见到了清风的裸体，起了歹念。不能吧？有什么不能的？嘉红则站在他身后偷偷打量唐府，心里想着这家不太宽裕的样子。嘉红，我想把你送到乡下，我祖母生病，我祖父身边需要人照顾，每年我会给家里200两银子，你有本事笼络住我祖父，就能把银子收到自己手里，我一概不管。但是我祖母不能死，不许出家丑，这是底线。乡下人没什么见识，你的那些手段都是屈才了，但是没人欺负得了你。这日子你不委屈，过几年你想过继谁都行。你的身份我不会告诉他们，你就是个清清白白的老姑娘，但是卖身契会一直在我手里。嘉红很快弄清楚了情况，略想了想，就高高兴兴应下了。她这个年纪的周围姐妹下场大都不好，现在的形势对她来说不是多好，但是也比任人打骂好得多。若云就和秀儿说嘉红是伺候祖母的，秀儿就带着她私下熟悉环境去了。我把清风抓了。啊？为什么？爱而不得，因爱生恨？你未免太高估自己了。高估自己？我说你们俩的事和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他说他对清风爱而不得。本王对男人不感兴趣，更看不上你能看上的男人。纳尼？狗男人在说绕口令吗？你说服他，让他给本王帮忙，日后本王就成全你们2人。他哪只眼睛看到他喜欢清风了？说服不了，牛不喝水，王爷还能抢案头啊？清风不喜欢我，他喜欢钱，王爷舍不得花钱，总不能拿我去抵吧？他答应了，但是本王不信，你去和他说。王爷既然相信我对清风这么重要，就拿我要挟清风呗。也是个好主意。滚吧你！这就是你和清风的生意。是啊，怎么啦？如果别人知道唐大人的爱女会做这种东西，如果别人知道，我就说王爷不行，我这是为王爷做的，被王爷拿去发财了。你再说一遍。王爷何必自欺欺人啊？这话又不是我说的。如果王爷没毛病，怎么会身边没有女人啊？我有过女人。废话，要不嫣然怎么来的？但是之前行，不代表现在行啊。世界是发展的，是骡子是马，得出来溜溜。对王爷的怀疑可不是我说的，王爷自己就敢说，从来没有听过非议吗？那你要不要试一试？别了，我怕尴尬。毕竟王爷在我心里啊，一直都是伟岸男子。唐朱云，晋王府有家法。王爷，这是唐府。姑娘，姑娘，有人找您。来了。王爷，我的药数量都是有数的。谁？正是之前帮他给江北寒送东西的那家伙计。姑娘，这东西啊，我给您送回来了，银子啊也退给您。这还不到日子吧？就算退，也不能这么快就退回来吧？姑娘，您还不知道吗？江北寒是不是从前的武阳侯世子呀？是啊。武阳侯府要平反了，他已经在回京路上了，但是不知道走哪条路，所以东西给您退回来，银子也不收您的了。真的？他为孟雨兰高兴，他乐呵呵的把东西收下了，然后给伙计抓了一大把钱，那得有20几个钱呢。唐朱云瞪了他一眼，他立刻灰溜溜的进屋，假装伺候宋氏了。宋氏半死不活之后，宋翠儿心态也发生了微微的变化，显然不如之前殷勤了。送走伙计，唐朱云喜滋滋的抱着包袱回房间。看我干什么？我那么好看吗？果然是京城第一花痴。
还有什么男人是你不敢肖想的？连几千里之外的江北寒都不放过。多谢王爷夸奖，您我就不想要。哎呀，行了，你也挺忙的，不用在我这里浪费时间了。您和清风爱怎么交易怎么交易，我不知道也不干涉。我要做什么呢，也碍不着您。我现在要去伺候祖母尽孝去了，别影响我孝顺啊。孝顺，所以要对他下手。王爷说话还是谨慎些，小心风大，闪了舌头。金灵卫未免也太可怕了些。这件事情他自认为做的天衣无缝，却还是被靖王怀疑了。但是怀疑就怀疑，他没有证据，他死不认账。我会让人好好照顾你的，情郎，我不动你，但是你给我记住，被我抓到一次，我就收拾他一次。唐竹云瞪了他一眼，转身施施然出去。他又去吓唬宋氏，弄得后者心神恍惚，每天都睁大双眼，一副受惊的样子，饭也吃不下。唐竹云目的达到，找了唐伯欣和他一唱一和。唐伯欣装模作样的对愁云惨淡的唐明帆道：爹，我觉得祖母生病之后是不是想念家乡了？要不然让人把祖母送回去颐养天年。他要走，他要回去，再熬几天他就被唐竹云这个小贱蹄子折磨死了。那怎么行啊？我觉得还是京城好，京城有助于祖母养病啊。不，小蹄子要弄死他，他不留下。表姐说的对，我也觉得留在京城更好。娘啊，你想走就眨眨眼。宋氏眼睛眨得快抽筋，唯恐唐明帆不理解他的意思。唐明帆却不确定。娘啊，要是你想走，这次就睁大眼睛，别眨眼。然后宋氏死死地睁着眼睛，像一条死不瞑目的死鱼。就这样，宋氏回乡的事情定下了。唐竹云建议让长治回去送他，然后又拿出400两银子。爹，这是我这2个月卖粮菜方子赚到的钱，一共就这么多，都给祖母带回去吧。阿云呐，委屈你了，你祖母对你那般，便是你1文钱不出，爹也觉得……那可不行，他不出钱，唐明帆就得一直惦记宋氏，无心做官，说不定真的脑子一抽回去尽孝了。他想横着走，可不能没有亲爹这个大理寺卿罩着。再说从感情上来说，他也希望唐明帆高兴，愚孝是这个时代的通病，他也不指望身边人跳出红尘，站到22世纪的高度。反正还有他这个美少女战士。事情就这么敲定了。唐伯欣私下问唐竹云：你怎么攒了那么多银子？之前不是只有200多两吗？我是小财神嘛。知道我妹妹能干，但是大哥还是想啰嗦一句，不要拿晋王的银子，知道吗？知道，但是那不可能，他不能白给他养女儿，白被他指使。你看爹，你说400两银子，他只高兴感谢，都不问问你怎么赚到的银子。我也发现了，爹对银子真是。不过没事，还有我呢，我努力赚钱，就是要让爹和大哥可以没有后顾之忧，做流传千古的名臣啊！大哥，你的那件事情查明了吗？我和爹心里都有数了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，他们盘算再三，最终还是决定让唐竹云嫁给晋王，不求日后他得宠，只求将来他也能平平安安。只是这些事情不能对唐竹云说，不能让他跟着担惊受怕。唐竹云感觉到他不太想说，也没勉强，只让他以后小心些。我知道，你去给祖母准备路上带的东西吧。那个嘉红啊，我怎么觉得不像是老实本分的，确实能行吗？大哥你放心，肯定行。放心吧，祖母来的不体面，但是我一定体体面面把祖母送走。大哥，我求你件事情呗。和大哥之间还用如此？就科场舞弊那件事情，你知道爹查到什么程度了吗？阿远，是谁到你面前说什么了吗？没有，我不是帮别人打听的，我是自己想知道。安若一次次上蹿下跳，太讨厌了，所以我打算和他好好算算账。你想怎么办？唐伯欣十分谨慎，并不立刻告诉他，但是唐竹云看他表现就知道他心中有数，便也没有瞒他，悄悄把自己打算说了。别看他天天忙忙碌碌，但是报仇出气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忘。有些人就是能吃屎都不能吃亏。他不是说自己，他说晋王，他最多也只是学他睚眦必报。正在审问清风的晋王打了个喷嚏。
王爷，你应该回去休息了。王爷，真的没了？那是您未来的侧妃娘娘，奴就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也断然不敢生出非分之想啊！奴真的没有什么要交代的了。不用拿着唐竹云当挡箭牌，你该知道，本王想问的到底是什么？是，说出来，你死无葬身之地；但是不说，本王就让你今天就走不出去。哼，你说，我如果毁了你身体，你下场会如何？宋景阳，按住他，上洛天。王爷，我说，靖王太可怕了，明明他已经怀疑自己背后的主子，却还是敢用这种非常手段。靖王根本就不怕他背后的人，这种认知才是真正让人畏惧的。清风被完好无损地放回去，可是他却觉得自己已经被脱了一层皮，还是躺了几日。唐竹云送走了宋氏，又打算腾出手来收拾阮安若，他动作一定得快。唐伯欣告诉他，科场舞弊的事情已经查出来些眉目了，已经进入后半段，所以他得在阮安若表哥倒霉之前，把阮安若也送上那条船，和他一起倒霉，省得像只癞蛤蟆一样，总在自己面前上蹿下跳。这种不光明正大的事情，还得找清风帮忙。不过鉴于靖王那厮无处不在，唐竹云这次让秀儿去给清风送信。姑娘，清风见了我可激动了。怎么激动啊？浑身哆嗦。还浑身哆嗦呢，真会夸张。他看过信，说什么了？说他会尽快安排的。那就行。唐竹云让清风查一下阮安若的表哥有没有流连青楼，如果发现他的行踪，就告诉自己一声。姑娘，我还得了一包沃斯糖呢。跑腿原来还有这种好处呢。既然你这么愿意啊，那我再派你去个地方。这次唐竹云让他去孟国公府，一定要见了孟姑娘之后，等只有她一个人的时候才能说这话。而且这件事情对谁都不能再提起，你娘都不行，知道吗？您放心，刀架到脖子上都不说。你又看上了哪个男人呢？我就不能有点正事吗？你去告诉孟姑娘，江北寒回来了。这还不是男人的事情吗？您别把孟姑娘也带坏了。快去啊！等秀儿离开后，唐竹云带着2个孩子练拳和读书，享受宋氏离开之后难得的清静。李林觉得自己练武之后不一样了，在院子里施展功夫，把那只尾巴最好看的大公鸡追得屁滚尿流，鸡毛乱飞。男人的喜欢就是这么短暂。之前谁巴巴的求着他买鸡，现在把鸡撵得要上天。玲玲哥哥，那边。哎呦，你看，你都晒成小黑球了，等太阳没那么毒的时候再去玩。姐姐，你什么时候嫁给我父王？咱们不是说好了吗？可是等我长大嫁给玲玲哥哥还要好久好久，你现在就能嫁给我父王了。虽然我很喜欢你啊，但是嫁给你父王，这牺牲太大了。因为我父王昨日又问我打算什么时候回王府，说他在这里不方便。姐姐，你去跟父王说我不走好不好？我也不想跟你父王打交道，行吧。孟姑娘身边的绿竹姐姐给我抓了好一大把钱呢，有30多个呢。那孟姑娘呢？是不是很高兴？说起这个我就奇了怪了。孟姑娘说她已经知道了，她的眼睛都哭肿了。姑娘，您说这到底是什么事儿？她也不高兴呢。这你就不懂了，这叫喜极而泣啊。哦，行，不管了，高兴就好，我也高兴。嘿嘿，我去把钱给我娘了。孟玉兰和江北寒要是有情人终成眷属，还得把皇上赐婚的心思打消。不过和心爱的人在一起，就算刀山火海也要迎难而上。他祝福他们，也给他们加油呐喊，希望他们对上靖王大获全胜。不过想到和靖王对上，唐竹云还是头皮发麻，既为孟玉兰担心，又有种不用自己去面对大魔王的庆幸。
他不知道靖王现在正对着他给清风写的信面沉如水。他这又看上了阮安若的表哥，这个女人花痴之名真是名副其实。他不是喜欢清风吗？让自己的情郎帮他拉皮条，他脑子里装的都是豆腐脑吗？回去告诉他，按照唐朱云说的办。小厮如蒙大赦，连声称是，仓皇而去。他倒要看看唐朱云到底要做什么。他怎么见一个爱一个呀？可是王爷这里他也没得手，怎么就不管了？晚上呢？回王爷，这2日就该到京城了。几个人骑马疾驰而过，马蹄溅水，湿了她的裙子和鞋袜。急着去投胎吗？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那就好，告辞。姑娘，您怎么不说话了？您刚才那个样子，我还以为您要打人呢，是不是看着人家长得好就舍不得了？闭嘴！他匆匆挑了把青菜，给了银子后就要回家。回家？咱们还没买猪下水呢。老爷说了，明日要多做些。兵部的王大人明早要蹭饭呢。你去买吧，我不放心2个孩子，先回去看看。姑娘今日这是撞鬼了吗？姐姐，乖，姐姐给你买了啊，我今日忘了给你们买零嘴啊。没关系，家里还有好多呢。玲玲呢？玲玲哥哥在屋里写大字呢。好。刚才街上遇到那个男人，让他现在心思忐忑，根本没有心情去想其他。那个男人，前世的记忆里有，是他在花船上挑中了他。那个男人已经忘记了他，也是，当时他年纪小，而且被浓妆艳抹，现在想起当时照镜子的样子，还觉得惊悚。那个人，应该是凛凛的父亲。他骑着高头大马，身上穿着绫罗绸缎。这个男人既富且贵，能在京城闹事打马过街的，没有点权势谁能做得到？世界如此之小，他竟然还能再遇到。倘若这个男人认出他，也知道李林是他的骨肉，他多半不会任由自己的骨血流落在外。而即使打官司，他大概率也没办法保住琳琳。怎么办？不，他绝对不会让琳琳被别人带走。那个男人到底是谁？他是什么身份？能躲过去吗？唐竹云一时之间心乱如麻。这件事情他也不敢和父兄提起，否则他们也跟着操心上火，也不见得就有别的主意。最坏的情况下，他该如何保护琳琳？是不是该和晋王交好，到时候求他出面？不，最好还是皇上。所有的事情归根到底都只是皇上一句话而已。不要慌，唐竹云告诉自己，那个男人说不定早就忘了自己。习惯上花船的男人应该不会记住多年前的露水姻缘，而且就算他认出来，也想不到凛凛会是自己的儿子。最坏的情况，什么都知道了，说不定他慑于爹和大哥的权势，也不敢出声。唐姑娘在家吗？谁呀？呀，绿竹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快请进，快请进。唐姑娘，救救我们姑娘吧！有话慢慢说，你家姑娘怎么了？我家姑娘，求求您去看看她。她把事情原委说了。什么玩意儿？你再说一遍。她耳朵出问题了吗？江北寒竟然已经娶妻生子了。孟玉兰苦苦等他，等了个寂寞。当年他被流放的时候，姑娘让人送银子送信，让他一定等着他，他也说一定会等着姑娘，结果却言而无信。姑娘好苦的命，从豆蔻年华等成了老姑娘，自己守着承诺，甚至不惜以命相搏，最后得到了这样的结果。如果江北寒没承诺就算了，人生际遇最多嗟叹几声，可是他明明答应了，却出尔反尔，这简直要气死人嘛！一句告诉你家姑娘，为这种狼心狗肺的人，掉一滴眼泪那都是浪费。我明天就去看他。唐姑娘，求求您现在就去吧，奴婢担心我们姑娘做傻事。也行吧。好了好了，孟姐姐，事情我都知道了，可是他不做人，咱们也得好好活着不是啊？为了人渣真的犯不着，你痛痛快快哭2场，咱们从头再来。3条腿的蛤蟆找不到，2条腿的男人还找不到。江北寒他有眼无珠，失去了孟雨兰这样的女人，是他的损失。
阿云，我想见他，我要见他，我要当面问问他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害我？孟姐姐，你冷静些，被狗咬了，能问狗为什么咬自己吗？能讲道理的话，那就不是畜生了。男人变心这件事情，就像狗要吃屎，拦都拦不住。狗要吃屎，你去问为什么？问就是本性如此。阿云，你帮帮我。孟姐姐，你太高看我了，我也没有办法。阿云，你帮我想想办法，不用你奔走，你帮我想想如何才能见到江北寒，我自己去就行。孟姐姐，你别着急啊，他既然已经回来了，人也跑不了，他妻儿都已经有了，你和他也注定不可能，改变不了结局，你要这个说法也并不急在这一时啊。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。这样吧，我回去想想办法，但是姐姐也别抱太大希望，有什么进展我就告诉你。姐姐还是要先保重好自己。我也知道这件事情不该让你掺和进来，然而我实在无人可救了。阿云，对不起，我也在冷静冷静。有句话唐竹云说得很对，那就是结果已经无可更改。唐竹云回到家里，想想孟雨兰的样子就心疼。他其实觉得该让孟雨兰和江北寒见一面，把话说清楚的，彻底斩断，孟雨兰才能重新开始。然而怎么见到江北寒？找晋王？那他是闲活的命太长了。晋王一直把孟雨兰和自己当成他的人，这要是让他安排他的女人和别的男人私会，估计他能把自己脑袋拧下来，那还能找谁呢？啊，大哥你来，我有话对你说。我同僚啊，从江南带来的点心，你先自己尝尝，不用什么好的都给2个小的留。吃不下去，心里有事儿呢。唐竹云把孟雨兰的事情说了。不合适，你帮这个忙不合适，他也不应该去见江北寒啊。是吧？可是我怎么去答复孟姐姐啊？这样，这件事情啊，你不适合出面，等我旁敲侧击出去打听一番。江北寒刚回来，今日还即将袭爵，是朝中焦点，我问几句不会有人注意的。打听什么啊？傻瓜，当然是他妻子的情况了。我想孟姑娘定然是想知道这件事情，而且这样啊，你也能帮上忙，对得起朋友啊。哎呀，这么体贴周到的大哥哪里找？孟姐姐看上大哥多好。对呀，孟雨兰既然和江北寒完了，那能不能让自家大哥趁虚而入？大哥，那你尽快打听啊。明日我休息，等后日啊，我去吏部就找人问问，香烛纸钱都准备好了。哎呀，大哥不说我都忘了啊，幸亏香烛纸钱之前都已经准备好了。我正想问你呢，既然是去大相国寺祭拜娘，那是不是就不适合带荤腥祭品去啊？不用准备祭品，多多准备香烛就行。爹和洪恩大师交好，连长明灯啊都每年只收1两银子。好，我这就去准备。唐明帆对亡妻感情极深，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动过再娶的念头，身边也没有伺候的人，想想也让人心疼。他20出头丧妻，今年已40，20年的孤枕难眠，这样的深情令人动容。唐竹云和嫣然商量，让他第2天跟着晋王，毕竟这是唐家的祭祀，而且嫣然身份尊贵，唐夫人怕是受不起这样的礼。然而他一开口就像捅了马蜂窝。姐姐，你要送我回家是不是？你不要我了是不是？父王报，说话。这件事情是我没说清楚，让嫣然误会了。他把事情始末说了。王爷，你和嫣然说说，我们没有那般想过。那就带他一起过去。啊？谢谢父王，谢谢父王。明日收敛些，别张牙舞爪，否则回来收拾你。这话是对唐竹云说的。我听姐姐的话。听她的话，我得把大相国寺的屋顶掀了。第2天，我去见见大师。伯心呐，你带着他们四处转转，别走远了。唐伯心去买点心了。唐竹云现在就盯着木板画，目不转睛。这画上的胖娃娃也太可爱了。
不过木板画的主题显然有些匮乏，除了福寿禄和各路神仙之外，就只有些胖娃娃之类讨喜的图案。可是不应该发展点美男的画吗？这件事情其实他能提供素材，工作之后无聊之余，看娱乐圈各种弟弟也是人生一大乐趣。男人分两种，赏心悦目看脸的时候要看颜值弟弟，翻云覆雨的时候对身材高大巧克力腹肌的壮汉。哎呦，想的有点多，在古代怕是找不到共鸣。唉，不过还是面红，他怎么大白天人声鼎沸之中，他就开始做起了春天的梦？小姑娘想什么呢？我操，怎么哪哪都是你啊！啊，原来是黄老爷。黄老爷很满意这个称呼，嫣然上前乖乖喊爹和祖父，让皇上更高兴。这孩子比从前可机灵多了啊！皇上身边除了靖王之外，还跟着个男人。唐竹云多看了两眼，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，总觉得靖王看他的眼神像带着刀子一般。哎呦，还真把自己当正房了。你们今日怎么也过来了？今日是家母的忌日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一会儿啊，你也去给唐夫人行个礼去。靖王点头答应。唐竹云看着他不太情愿的样子，一会儿要告诉嫣然，他要是死了，嫣然找个靖王这样的夫婿，千万别来看他，他怕自己祭品都吃不下去。北韩呐，你和晋王年纪相仿，现在几个孩子都多大了？北韩，这是江北韩。一子二女，长子今年5岁，2个女儿分别是3岁和1岁。这死种马，孟玉兰为他誓死不嫁，他倒好，生了一串葫芦娃。原来流放还有利于子嗣呢，皇上快把靖王也流放了，多让您抱几个孙子。怎么，唐丫头你还认识北韩？不认识啊，我一个乡下来的丫头，哪里能认识这么尊贵的大人啊？生气了，你定然是什么时候得罪过这个丫头？这可是个得理不饶人的。当着他的面就表现出来爱而不得的哀怨，真当他是死人吗？唐竹云先是写信给江北韩，现在听说江北韩已经生儿育女，立刻翻脸，当着皇上的面就开始阴阳怪气。他在追求江北韩实锤了。如果某得罪了唐姑娘，还请唐姑娘原谅则个。听说唐姑娘即将嫁给王爷为侧妃，恭喜姑娘。多谢世子的恭喜，我能和孟姑娘共侍一夫，是上辈子烧了高香。皇上面前不得胡言乱语，先退下。唐竹云后退了2步，目送他们离开，这才敢抬头看向皇上。规矩他懂，正是皇上乃是大不敬，所以刚才他一直低垂着视线。然而等他一抬头，目光触及皇上眉心，顿时怔住了。皇上这样子，黄老爷。怎么了，唐丫头？黄老爷，您慢点走，人多别冲撞了您。真是个细心的丫头啊，走吧。皇上带着2个混蛋走了。姑姑，黄老爷他……嘘，那不是我们可以随意议论的人。走，看看你爹怎么还没回来。大哥，刚才看到了，没事。那位经常来这里同洪恩大师探讨佛法。哦，大哥，爹什么时候出来啊？会不会遇上？应该会遇到，没关系。还想买什么？我带你们去买。不用了，走累了，找个地方歇息吧。唐竹云低声把刚才遇到江北韩的事情说了。孩子都生了3个，孟姐姐这次是彻底没有指望了。大哥，你看着他们2个，我去找爹去。阿云，你要去找江北韩？你别冲动啊。孟姑娘她现在毕竟是王爷未过门的妻子，你这样会……我不会乱掺和的，我找爹有别的事情。唐竹云自己找到了洪恩大师的住处，在外面被人拦住。我是唐明帆的女儿，请问家父在里面吗？唐大人，还有其他的贵人在里面。啊，那我就在这里等我爹。僧人倒是也没阻拦，还搬了椅子到树荫下请他坐。靖王从屋里出来的时候，就看见唐竹云坐在树下扇着风，一双大眼睛一瞬不瞬地盯着门。看到他出来，他眼神之中是不加掩饰的失望。他倒是坦诚，哼，
在等谁呀？你别挡着我呀！我当然等我爹了，难不成还能等你啊？自知之明是好东西，可惜靖王没有。什么时候你爹换人了？唐朱云，我最后警告你一次，敢做出让本王和王府丢脸的事情，本王扒了你的皮。你有病赶紧求医啊，但是别求我啊，我不治脑残。死鸭子嘴硬。江北寒。江北寒我也不治。渣男都去死，他谁都不治。不要给本王揣着明白装糊涂，你见一个爱一个，再敢那样直勾勾地盯着男人看，你的眼珠子就别要了。他竟然以为自己喜欢江北寒，喜欢他见异思迁，一身渣男味儿。挖他眼珠子呀，不挖他就不是男人。王爷，你不用再吹胡子瞪眼了，说不定我今日就能让皇上解除我们的婚约。那样最好。德行，真当自己是盘菜呢。上不了台面的狗肉狗男人，早晚得把皇上赐婚的念头打消，省得这个狗男人天天有被爱妄想症，以为自己多愿意嫁给他一样。爹，还是女儿贴心，知道在这里等着他。爹，您怎么在里面待了这么久啊？我看到皇了。说了，刚才啊，皇上也说看到了你，还夸你把嫣然养得很好。爹，皇上对你好吗？说真的，不讲大道理那种。当然呐，皇上啊，从前帝之时便对我赏识有加，爹能走到今日，从不结党营私，从不媚上欺下，全靠的是皇上的提拔呀。咱皇上啊，心细如发，知道咱们家境困难，额外赏赐了许多东西。其实就是现在住的这宅子，也是皇上掏银子给买的。那为啥不买个大的？哎呀，爹是那种不知进退的人嘛。皇上啊，原本要赏赐爹大宅子，可是爹也养不起呀。赏赐了这样的房子，皇上又丢了面子，所以啊，最后皇上补贴爹银子，让爹自己选的。唐明帆原本还想说，就算皇上知道他有私生子，还是愿意把他指给靖王做侧妃，这也是皇上照拂他。然而想想女儿似乎和靖王不那么和谐，所以又把话咽了下去。唐朱云心里想，能好个毛线啊，笨蛋一辈子也不能孵出鸡崽来啊。他和靖王的感情就是那笨蛋，苗都没有，能有个什么结果？爹，倘若有一件事情对皇上好，但是可能对您自己不好，您会做吗？臣为君死，义不容辞。阿云呐，你要记住，我们只有一个主子，那就是皇上。倘若晋王将来有一日想要偏离，一定要及时劝诫他。不过晋王现在是极好的。晋王好不好，他一点都不关心，但是他知道皇上现在不太好了。爹，我今日见到皇上，斗胆看了他一眼。啊，没事，皇上啊，只当你是小姑娘调皮，不会放在心上的。爹在皇上面前还有几分颜面，别慌。不是的，爹，我怀疑皇上有心疾，而且已经病得很严重。爹，皇上面部浮肿，嘴唇发紫，耳垂有褶皱，头颈之间有紧包鼓起，这些症状叠加，我觉得皇上的心疾已经很重了。阿云呐，你说的是真的？唐朱云知道这是一场赌博，如果皇上不想让人知道他的病情，那么他们去见了皇上，他心里就不会痛快。如果皇上是自己不知道，这番提醒或者能有点正面的作用。最好的结局是，无论皇上知道与否，他能帮上忙，比太医做得更好，那他就可以求皇上和晋王解除口头婚约了。理由他都想好了，齐大非偶。哎，唐爱卿，这是准备请朕去你府上吃饭吗？不去了，知道你有个会做饭的好女儿，可是朕呐，还得回去给太后诵佛经。你不要搞事情。皇上，是臣女有事求您，只是这件事情难以启齿，还请您能单独给臣女一刻钟时间。他单独见皇上，他对皇上有什么企图？有什么事情你先跟我说。
不要耽误父皇。都是老臣教女无方。那其他人都退一下，你们父女俩留下说话。不行，你们都退远远的。唐竹云，你适可而止。皇上，您看王爷欺负人，这亲我不想结了。住口！你们先退一下。我看唐姑娘的意思似乎不愿意跟着王爷，不过这般也好，她的名声于王爷而言是拖累。至于孟雨兰，我劝王爷也要慎重。靖王眼神终于动了，因为江北寒竟然背后议论一个京城里人人称赞的姑娘，实非君子所为。不瞒王爷，当年孟雨兰非我不嫁，只后来府里出事，她却又落井下石，这种女子根本不配做王妃，只能做她的奴婢，任由她践踏。当年求而不得，所以现在想着报复。武阳侯趋利避害，人之本能，更何况只是个女子，你反复思量，未免爱小肚鸡肠。王爷怕是没有爱过人，不知道被所爱之人背叛的痛苦。谁落井下石都可以，那个他愿意把心挖出来献给他的女人不可以。皇上赐婚，没有给他反对的余地。如果孟玉兰自己不想办法，他就只能把人娶进门。女人对他来说都一样，娶谁不是娶？不，唐竹云就算了，那个女人太要命，他怕她被绿的英年早逝。王爷，该吃药了。也不知道那个女人又在皇上面前作什么妖。想到她之前和自己说的话，难道她去求皇上解除婚约了？唐竹云压低声音说了自己的判断。皇上，朕自以为隐藏得很好，却没想到被个小丫头一眼看穿呐。阿云呐，起来说话。朕从去年就知道了，那时候啊，太医说朕还能有3、4年的时间。皇上，唐爱卿啊，朕早就知道了，阳寿这件事情啊，早就写好了，谁也没办法。朕啊，只希望活着的时候啊，能把该做的事情做好，把你们这些忠心耿耿的老臣安排好。宇文家的天下，以后啊，还得你们继续帮朕的儿子扛着呀。问题是，帮你哪个儿子扛？你活着8个儿子呢。皇上，您可以让我给您诊脉试试吗？小丫头，难道觉得自己比太医还要厉害吗？那没有，只是想看看能不能帮皇上尽一份心，也让我爹少一些遗憾。来吧，唐爱卿啊，你这是守得云开见月明啊，终于熬出来了。朕不知道能不能有你这样的福气，得一个真正孝顺的孩子呀。这话父女俩都不敢接。阿云，皇上龙体如何呀？臣女不敢质疑太医的医术，然而在谈及龙体之时，臣女以为太医为求日后不被苛责，夸大了病情。丫头，你是说朕的病没有那么严重？依臣女愚见，皇上操心国事确实导致龙体欠安，但是几年之术确实无稽之谈。几年都是假的，那言外之意，他还能活10几年。阿云，真的，你没骗皇上是不是？爹，我敢欺君吗？我是嫌脑袋太结实了吗？臣女有一个方子，还有日常调养的办法，一并写下来，您可以让太医过目。唐爱卿啊，你们一家都是上天送来帮朕的呀。皇上，臣女还有一件事情想和您说。说吧。皇上，以后臣女恐怕要经常进宫帮您调养龙体，但皇上定然不想龙体状况被别人知道，否则也不会一直瞒着了。你想说什么？皇上，倘若我做了晋王侧妃，那是不是不太妥当啊？怎么，你不愿意跟着晋王？皇上，其大非偶，而且臣女年少无知的时候太过荒唐，万万配不上王爷。是不是因为晋王对你凶巴巴的，吓到你了？不怕，唐丫头，朕给你撑腰，他若是欺负你，
你来告诉朕，朕让人打他板子。皇上，我都说得这么清楚了，您对救命恩人就是这样恩将仇报吗？哈哈哈哈哈！唐爱卿啊，小丫头这是看不上朕的儿子。来人，让晋王进来。父皇，跪下。朕把唐竹云赐给你做侧妃，委屈你了？儿臣不敢。那唐丫头怎么跟朕说你欺负她？我不是，我没有，别瞎说啊！他明明很谦虚，扒了自己一箩筐缺点好不好？皇上也睁着眼睛说瞎话，这不是火上浇油，让原本就看他不顺眼的晋王更恨他吗？儿臣知错，请父皇责罚。责罚了你，唐丫头估计舍不得，朕姑且放过你一次，但是再有下次，定不轻饶。是，儿臣受教。王爷，你听我解释，事情不是这样的，都是你爹在瞎说。果然不能做好人，好人没好报。还有，爹啊，您在那儿笑得见牙不见眼的，傻不傻呀？您不知道皇上这是挖坑把我埋了吗？之前退婚的大话已经说出去了，结果现在成了告状。晋王是想把他剁了，还是炸了？皇上真是和得一手好稀泥呀！行了，现在啊，跟着唐丫头去给唐夫人上炷香去。啊？单独和晋王在一起，皇上杀我？是。娘，对不住啊，但是这是圣旨，您要是看见这死人脸不舒坦，您找皇上算账去啊。出去的时候，晋王在前，唐竹云小媳妇一般跟在后面。你干什么啊？哼，你告诉本王，本王是如何欺负你的。这件事情我可以解释啊，我们相看两生厌，所以我想找皇上退婚。所以你就把所有罪过推到我身上，你怎么不说你见异思迁？我想过啊，可是不能连累别人吧。他还委屈上了，他竟然还真敢这么想。哼，本王现在就想知道你到底喜欢的是谁？是那个清风、江北寒，还是玲玲的生父？他知道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京城谁有不知道？你见一个爱一个。凛凛的生父看起来既富且贵，说不定晋王也认识他。京城的权贵圈子也太小了，想到时候可能还得找晋王帮忙抢孩子，唐竹云决定缓和一下关系。啊，王爷说我见一个爱一个，这不对啊，我对王爷就没有非分之想啊，真的绝对没有。哼，你是在提醒本王，本王谁都比不过吧？王爷，您什么时候这么不自信啊？真的，我是想求皇上解除婚约的，真没有告状的意思啊！哈，算了，我解释你肯定也不相信，但是你放心，这件事情我还会努力的。我帮您养女儿，但是绝对不会让您帮我养儿子的。反正你信不信都好，我是真的不想嫁给你，被你嫌弃的。孟玉兰为什么投环？啥？难道江北寒和他说了什么，还是金陵卫查出了什么？但是想趁着他心虚问出来，也是痴心妄想。啊，不是因为不想嫁给王爷吗？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样能经受得住打击的。你是说你抗奏吗？王爷最好问问皇上的意见。他现在可是有护身符的人，谁怕谁？说不定他给皇上治病，最后能忽悠皇上收他个干女儿，既混个公主，又不用嫁着狗男人呢。爹，皇上是觉得我不会乱说他病情，还是觉得晋王知道也无所谓啊？皇上不防着晋王？晋王是皇上心中的那个人，那他死了，晋王不可能做皇帝。为什么？因为皇上把金陵卫给了他，也因为皇上把你指给了他。怎么，他就是皇位绝缘体，娶了他就隔开了晋王的皇位？爹之所以后来同意了你嫁给晋王，不是，爹，你什么时候同意的？这事我也没同意啊。阿云，爹想要养你一辈子，但是爹做不到啊。还有
有我大哥，还有玲玲，而且我还可以赚钱，我不用别人养。就别被扫地出门呢。阿云，你听爹说完。孟国公府的姑娘我打听过，之前呢想为你哥求娶，但是后来呢，你哥听说后啊，和你一样说齐大非偶，这事儿啊就搁置了。但是那个姑娘啊真的好啊，原来孟雨兰和大哥差点就有交集了。她做正妃不会为难你的，晋王是皇上的亲生儿子，只要不参与夺嫡，日后啊，除非改朝换代，否则总能做个富贵贤王。而且晋王还能接纳唐竹云的过去，他对凛凛也好。爹，您如何知道他不参与啊？晋王不像省油的灯，难保他不掺和进去。因为皇上把金鳞卫给了他，那不是什么干净的存在啊，真正的储君，皇上是不会让他沾染这些东西的。那不是为皇上所用的吗？怎么不干净了？就像那些太监，不也是皇上所用的吗？可是啊，没人看得起他们。一边用人，一边嫌弃，皇上不厚道。也就是说，皇上把脏活累活给了晋王，对他说：“来，儿子，你去扫厕所吧。”皇上啊，是为了把晋王摘出来，皇上用心良苦啊。不是，金陵卫这事儿难道不是隐秘的吗？其他人知道？其他人是否知道不敢说，但是几位皇子肯定都是知道的。自己脑细胞真的不太够用。把你许给王爷也是如此，因为啊，朝中上下都知道我是孤臣，不会依附于除了皇上之外的任何人。哦，原来晋王做不了皇帝，不能怪他，只能怪亲爹。这也是皇上对我的爱护啊。心是好的，但是这事儿不还得看晋王怎么想吗？他就是活够了，非去搅浑一池水，惹一身骚，到时候就得跟着倒霉。不行，那不行，最好的办法是远离危险，这婚事还是得想办法取消。阿爹，晋王的生母是谁啊？他之前怎么会流落民间的？我怎么觉得他一点都不像是曾经困顿的样子？阿云，这是皇上的私事，爹呀，只知道皇上是个好皇上，至于后宫之事、儿女之事，都影响不了他是一个好皇上啊。唐竹云翻译了一下，晋王来路不太光彩，约莫着亲娘身份很低。唐明帆转而又问起皇上的身体状况，唐竹云知道他是真的关切。您放心吧，这不还有我吗？您自己觉得您最近身体如何？我身体很好啊。所以你得相信我啊，我都没有给您吃药，只是食补，是不是就好很多啦？长期营养匮乏的人当然需要补充高蛋白，顿顿鱼肉身体能养不好吗？真没想到啊，你还能有这样的造化，一定是你娘啊在地下保佑你呢。1、2、3，唐竹云默默数了3个数，然后唐明帆果然眼圈就红了。爹啊，咱们今日去看了娘，娘一定很高兴，说不定跟着咱们回来了呢。你哭，娘会心疼的。不哭不哭，我进去歇歇。进去偷偷哭吧。唐竹云又和唐伯欣说了江北寒的事情，忍不住骂道：良心都被狗吃了，要是当年他就把话说清楚，不想拖累孟姐姐，以后都是孟姐姐单相思，我也不说他什么了。可是收了银子，说彼此都要等着对方，最后呢？不行，唐竹云不能再想，想想就要心梗。这种渣男不杀几个祭天，简直就没天理。当初爹要为你求娶孟姐姐，你怎么就不答应呢？难道我要像王爷一样逼死他吗？话其实也不能这么说啊，这事王爷也有点冤。你去告诉他吧，让他早点为自己打算，以后啊，好好和王爷过日子。你们2个相处融洽，以后啊，我也放心了。要是没有王爷这婚约就好了，这边死心，我就怂恿爹请媒人去帮大哥提亲了。阿云，这样的话不能说。你若是坏了人家名节，怎么赔得起呀？哎呦，他明白了，
可是这个闷骚大哥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孟雨兰的？难道就因为孟雨兰来找自己时他的惊鸿一瞥，还是孟雨兰出来拦着他发疯，被他打了一巴掌之后就念念不忘了？总之他敢肯定，唐伯欣肯定对孟雨兰动心了，只可惜孟雨兰是要嫁给靖王的，唐朱云连自己的婚事都摆脱不了，更不会做梦能帮孟雨兰解除婚约。其实嫁给靖王也应该可以，他每次都把靖王气到跳脚，靖王不也雷声大雨点小，就吓唬他几句吗？行吧，孟雨兰嫁给他也凑合着，就可怜了自己傻大哥单相思一场。唐朱云让秀儿给孟雨兰送了个口信，告诉她江北寒已经有了3个孩子。孟姑娘说谢谢您，她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。姑娘，江北寒的事情您告诉孟姑娘做什么？不许问，不许说出去。您变了，从前看到美男您都和我说的，现在只和孟姑娘说了。再啰嗦，把你送给江北寒当小妾去啊？那人家也得要啊。唐朱云真的无语，他来了小日子蔫蔫的不想动。凛凛听说他肚子疼，十分担心，想要守着他。唐朱云让他带着嫣然出去玩，他临走之前千叮咛万嘱咐：姑姑，我不走远，我就去隔壁，你要是觉得不舒服就喊我。好，钥匙挂在那里。姑娘，您看要不要给凛凛和嫣然订个娃娃亲呢？才不要呢，就算2个孩子一直不变，你想我跟靖王做亲家吗？他本来就会为难人，到时候娶他的女儿还不得被他烦死？唐朱云不想动他，干脆放了自己1天假，一直到夜幕降临，他才意识到自己竟然看了一整天。揉了揉脖子，唐朱云喊2个孩子。秀儿从厨房里探出头来，脆生生的道：中午吃过饭就过去了，还没回来呢。那时间也太久了。唐朱云放下书，踏上鞋起身，顿时感到身下汹涌。大姨妈杀我！收拾了下自己，正要出门找2个孩子，就见凛凛和嫣然回来了。嫣然脸色不对，很是苍白。嫣然，怎么了？刚才我们回家的时候遇到一只很大的耗子，嫣然被吓到了。唐朱云真的不太相信。凛凛表情看不出什么，但是这小子腹黑，要是耍心眼，能把自己耍得团团转。所以唐朱云便带着他去洗手洗脸换衣裳，想着回头问问凛凛到底怎么回事。吃过饭，小肚子坠疼的他早早上床，想起来的时候已经是半夜梦醒了。算了，天亮了再问。好好睡了一晚上，又照常早起给唐明帆做饭。这时候啊，不要操劳啊，要不以后受罪呀。原来他爹连他小日子都知道。没事，我不动凉水，一会儿就做好了。他不做饭，他爹怎么凡尔赛？他要把爹宠上天，他的女儿全天下第一好。爹，冰碗子我单独放在这边小冰件里，吃锅子的时候离远点，别坏了。吃完热气腾腾的炖鱼饼子，再来一碗甜丝丝的冰碗子，神仙都羡慕，还是女儿贴心。感觉今天又是收获空前羡慕眼光的一天。唐大人雄赳赳气昂昂的走了，以至于都忘了带吃饭的家伙上朝的时候所持的护板。唐朱云发现的时候，唐明帆已经出门有段时间了。给我去追爹。唐朱云倒是也没觉得这件事情多大，反正皇上和他爹简直就是好基友，才不会因为这点小事惩罚他爹，搞不好还会体谅他的唐爱卿没有小厮，所以疏漏，还会赏他几个伺候的下人呢。这令人动情的爱情，他怎么就遇不到呢？他和小姐姐也行啊，性别不要卡得那么死。不准把蛋给凛凛哥哥，好好吃饭才能长高，否则凛凛哥哥长得高高的，你呀踮起脚都到不了他肩膀。嫣然一听，乖乖的把鸡蛋都吃完了。唐朱云正想拉下脸来问昨天的事情，他不纵容孩子撒谎，宠归宠，管归管。忽然外面传来秀儿咋咋呼呼的声音。哎呀，我的娘喂，这是怎么了？你娘怎么了？阿云，快救命，快救命啊！但是救命，你的小姐姐来和你组 CP 了。如果不是绿竹在唐伯欣身后又跌跌撞撞的跑进来，唐朱云完全想不到受伤的会是孟雨兰。快把人抱到我房间去，怎么弄的？他自己撞墙了。怎么样，阿云？他怎么样？有没有性命之忧？没有性命之忧。大哥，你先让让，我要给孟姐姐处理伤口。哦，好。出去找秀儿打温水来。唐姑娘，求求您给我们姑娘一个痛快吧，别救她了，别救她了！让开，耽误了救人，你这是蓄意谋害性命。
想死很容易，不过1粒毒药的事情。等你家姑娘醒了，把话说明白。还想死，我送她。阿云，大哥，你带着绿竹出去。阿云，出去，出去！唐竹云替孟雨兰清理了伤口，又上药包扎，见她冷汗涔涔。孟姐姐，这么疼，你还要装多久啊？阿云，你不该浪费药救我的。药如果用来救人，什么时候都不是浪费。孟姐姐，死你都不怕，还怕活着吗？就因为一个不爱你的人，你把命拱手奉上，你不觉得自己太卑贱了吗？平时贵女之中，便是让那掐尖要强的多说了一句话，都心里难受。下次你找回来，怎么就任由男人欺负成这样啊？为爱而死倒也罢了，为不爱而死，实在是对不起为人一世。对不起，阿云，是我害了你大哥。知道了从来不知道的当年事，他万念俱灰，冲动的去找江北寒，想要用死让他一生铭记，然而却最终成了一场无法收场的闹剧和笑话，造化弄人，人心叵测。孟玉兰身边有2个丫鬟是从小伺候她长大的，一个是绿竹，另一个叫映雪。绿竹天真活泼，映雪稳妥周到，都是孟玉兰的心腹。武阳侯府出事，孟玉兰心急如焚，私下变卖东西，好不容易凑了2000两银子，连同自己那封表明决心的信，一起让映雪送给江北寒。映雪送信回来说，江北寒收了，一定会按照信中所说的做，让他不要伤心。然而过了几天，映雪的家人来求给映雪赎身。孟玉兰虽然不舍，但是听说她要回去嫁人，她自己也愿意，便找姐妹借了200两银子送她出府。没想到映雪却是去找了江北寒，她嫁的人也是江北寒，她是江北寒的3个孩子的生母。唐竹云听孟雨兰说到这里，震惊万分，但是这一切也不是不能理解。说到底是孟雨兰错信了人，才有了后来的事情，甚至说江北寒渣男都站不住脚，只能说太过愚蠢。你以为这就是全部吗？这还不够惨吗？总不能现在孟雨兰还想着破镜重圆，嫁给江北寒去做后娘吧？是不是你还想澄清事实，让江北寒惩罚映雪被他拒绝了？没有，要惩罚映雪我也要自己来，我和江北寒没有可能了。既然知道，你为什么想不开啊？没有江北寒，不是还有靖王吗？靖王也行啊。王爷才不要做接盘的。什么叫也行？王爷必须是很行。如果是从前，就是心里再疼再难受，我也做不出当街质问江北寒的事情。然而现在，唐竹云顿时想到孟雨兰之前一直顾虑孟夫人的处境，死都要悄无声息，确实不会如此不顾一切，在上朝路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和盘托出，然后撞墙。当年只是映雪那般做的，是我娘。只是孟夫人没想到映雪还留了一手。孟夫人让映雪告诉孟雨兰江北寒要她死心，没想到映雪却说让孟雨兰等着。至于映雪嫁给江北寒，这是孟夫人的主意，要让孟雨兰彻底死心。我娘映雪都是始作俑者，而江北寒太看轻我了。他自己爱的人到底什么心性，他丝毫都不知道吗？他那么快娶映雪，难道不是想报复他吗？他甚至不能来信问清楚情况，就迫不及待地判了他的死刑。他娘、他的丫鬟、他的爱人，共同将他推向了悬崖，让他再无留恋。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了。我昨日已经让绿竹把我送给你的东西都放到了客栈。阿云能同你认识一场，我很高兴。你才是姐姐，唐姐姐，谢谢你。你别交代遗言，你死就孤零零一个人，进不了祖坟，没人供养，成为孤魂野鬼，不害怕吗？不怕，人心不比鬼更可怕吗？更何况都闹成这样，你以为我还活得成吗？只是欠了你大哥的，也欠了你的，下辈子再还。欠债跑路可不厚道啊，下辈子太远了，谁能找到你啊？这辈子就还了吧。阿云，你别逗我了，我实在笑不出来。谢谢你救我，可是却救不了我的命运。我倒是好说，举手之劳，但是我大哥怎么办？
虽然是他自找麻烦，但是众目睽睽之下，他抱着你一路狂奔回来，以后他怎么办？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人算不如天算，那么好的男人对他施以援手，却要被他拖累，为人诟病，甚至为晋王记恨。如果能补偿，孟雨兰愿意做任何事情。不用觉得对不起，是我自己愿意的。今日之事，一切都是我孟浪，我会负责到底。哎呀，大哥怎么这么男人啊？唐公子，不是的，我没有，我不要你负责，是我连累了你。请原地拜他。大哥，请争气啊！都到了家里啊，再把握不住，那就是住孤生了。没有人勉强我，我愿意对你负责，你不必内疚。我自己已经权衡利弊之后才做出的选择。撒谎，看见心爱之人受伤早就慌了，你权衡个屁！你也不必担心，皇上和王爷那边我去周旋，即使力有不及，也总会坚持到底。人力有时尽，然而我愿为你付出所有。字字铿锵，掷地有声。就是为什么感觉自己穿越女的剧本被孟姐姐抢走了？她来了这么久，还没遇到个对她爱得死去活来的男主，男配都没一个。孟姐姐才和大哥认识几天，就得了这样的忠犬了。故事里果然都是骗人的，人家琴棋书画、德容颜功样样好的才是主角，他就是个二傻子。不该这样的，我不会勉强你，留在唐家帮我教妹妹，我为你奔走算是报酬。等时过境迁之后，你再做打算。他何德何能，能得到唐家兄妹如此对待？唐伯欣说留在唐家帮他，其实何尝不是知道出了这件事情之后，他无处可去，孟家会逼他死，晋王也会，他已经成为了他们想要洗刷的耻辱。唐竹云也后知后觉地想到了这些，不过他想到的是大 boss 皇上，这件事情全在皇上一念之间，如果皇上愿意成全，那就没问题。皇上不愿意的话，这件事情可就捅破了天。皇上应该不会愿意吧？这是他给儿子准备的正妃，闹成这样，怎么能放过孟玉兰？皇上肯定想，什么事情不能私下解决，非得闹得人尽皆知，让他老人家颜面无存。而且孟玉兰简直就是红颜祸水，晋王、江北寒、唐伯欣，这三个都是皇上面前排得上号的得意才俊，竟然都因为孟玉兰的缘故身处风口浪尖。完了，唐竹云越想心越凉，这次他爹那点薄面估计都不好用了。还有晋王那个能吃屎都不吃亏的狗男人，把颜面看得比什么都重要。主要大概也是因为他名声不好，剩下能丢的面子也不多了，这下会彻底被激怒。没想到兜兜转转，这烫手山药竟然落到了唐家。阿云，你照顾好孟姐姐，我去等着爹散朝。唐公子，多谢你。然而真的不必，我自己做的事情我自己可以承担，至于牵连了你，只能道歉。我想倘若你和皇上解释，只是知道我和阿云关系好，心急救人，皇上倒也不一定会深究的。唐伯欣那么好的人不应该被牵连进来，所有的所有都是他的错，他看错了人，他瞎，他可以为此付出任何代价，他认了。我自己做的事情自己也可以承担，阿云看好他，等我回来。唐公子别喊了，我大哥就是一头犟驴，他既然打定了主意，无论如何都拉不回来，这个人情呢，你是注定要欠下的。阿云，我饿了。你是要打死的主意了？我就在这里陪着你，哪里都不去。你做错了什么事情啊？看错了人就得死啊！阿云，我活着就是国公府和王府的耻辱。少来，你没那么重要。你信不信啊？现在只要再出点别的事情，就没人议论你的事情了。别把自己当成地球核心，别人也就恰一口瓜，吃完就跑，以后再遇见，哎妈，你谁啊？我告诉你啊，做傻事之前，至少要把渣男贱女捅2刀，死也要拉几个垫背的呀。但是现在就别了，你欠了我哥这么大人情，不得还啊？他还不起，他留下只能给唐家带来更多的麻烦。他知道这兄妹两人的好意，可是他也要脸。
行了，你就安心待着，你也别闲着。既然不休息，和我一起想，如果要顺利留在唐家，不被为难，这件事情咱们应该如何下手？我真的不能留下，汉云，我来都来了，你要是再出事，我哥今天救你不是白救了？他名声已经不好了，再被人指指点点，以后还能娶亲吗？我去见皇上，向皇上请罪，然后如果有可能，再去跪求靖王，求他原谅。行。就这样，让我爹和我大哥去见皇上，我去见靖王。不，我的意思是，你的意思不重要，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好好养伤。他大哥看上了人家，去解决问题责无旁贷，至于他自己就当随份子了。虽然这份子随的让他现在就开始心惊肉跳。靖王啊靖王！唐明帆带着唐伯欣去求见皇上，父子俩在御书房外跪了好几个时辰，皇上都没见。因为这件事情，皇上也确实动怒，父子一样，面子比天重。王爷，唐珠云劝孟雨兰，让他拿您将就将就。竟然这般算计王爷，把王爷当成收破烂的了吗？现在就孟雨兰这名声，京城里会有人要她才怪。她的女人喜欢别的男人，为了别的男人撞墙，然后他另一个女人的哥哥，他未来的大舅子救走了这个女人。他靖王难道就是一桶狗血，任由天下人品鉴？从来都低调内敛，猝不及防之间就以这种方式闻名天下。靖王现在还坐得住，已经用尽了全部的忍耐。现在唐竹云还想着把人塞给他，是觉得他头上不够绿吗？王爷，唐姑娘求见。唐竹云现在急坏了，听说父兄还在宫里跪着，这是汪夫人来告诉他的。汪夫人还说让他去求靖王，这件事情只有靖王这个苦主愿意原谅，皇上才能网开一面。所以他没有再犹豫，让秀儿和绿竹看好孟雨兰和2个孩子，自己匆匆出门。出门之后，他才发现身后还追了一条小尾巴，原来是琳琳。琳琳啊，你回去，姑姑有正事。姑姑，你要去找王爷吗？我也想去了，我想王爷了。不行，他今天都做好了被靖王骂的准备，决定把自己的嘴缝上，无论靖王如何嘴贱，他都绝不还口。然而这卑微的姿态可不能让琳琳看到，他也要面子的。可是琳琳死活就要跟着去，嘴唇紧抿，眉头紧蹙，一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样子。唐竹云觉得自己可能眼花了，竟然觉得琳琳欠揍的时候有点像靖王。算了算了，那走吧。王爷，他来了，他来让您收拾破烂了。哼，让他在外面跪着。对，让他跪着。唐姑娘她还带着个孩子。卑鄙，竟然带着嫣然来了，利用孩子求情，他还是太好说话了。怎么是你？给王爷请安，王爷是否方便借一步说话？回去闭门思过，少管闲事。王爷，我爹和大哥还在宫里跪着，我知道这件事情对您来说是受了无妄之灾，我可以尽我所能的弥补你。你弥补我？哼，你听过拿别人的东西弥补别人的吧？言外之意，你本来就是我的人，还跟我逼逼。忍一定得忍住。王爷，咱们借一步说话可否？好，当然好，我带你去个地方，好好听你说说。王爷您请。宋景阳带路去金陵卫赵玉，72种刑罚，你挑吧。你当我是死的吗？欺负我娘，忘过我了吗？生儿子还是比养狗好。王爷，您请便。王爷，杀鸡焉用牛刀啊！哼，琳琳，过来，跟着我。他今日要让琳琳知道，不能被女人牵着鼻子走，尤其是唐竹云这般的，别把孩子教歪了。宋景阳牵了马过来，靖王抱着琳琳上了马。唐竹云环顾四周，并没有找到马车。靖王这厮让他自己走着去。若是跟不上，告诉本王一声，本王让人绑了你，拖着走。琳琳，不用你管，这是我和他的事情，跟着就跟着。谁还没跑个800米？靖王驱马在前面，速度倒是不快，恰好是唐竹云跑步能跟上的速度。但是这情景就实在太奇怪了。金贵的男人带着孩子骑马，后面跟着侍卫及一个跑得满脸通红的女人。
唐竹云觉得自己像只猴子，就算脸皮再厚，也实在有些控制不住的难受。然而想到父兄，想到之后唐伯欣和孟雨兰的双宿双栖，一家人其乐融融，又觉得眼下这点委屈算得了什么？她大女子能屈能伸，反正钱生花痴之名已经人尽皆知。这女人有内功，我只是给她个教训，教她以后少管闲事。凛凛低着头，眼泪啪嗒啪嗒掉在马背上。靖王察觉到异样，一伸手摸到她满脸的泪。凛凛，不许哭。我是不是告诉过你，男人可以流血流汗，但是绝对不能流泪。王爷，我们唐家的孩子不劳您教导，你有什么冲我来便是。饶不了你。哼，凛凛，哭够了吗？哭够了我们再走。凛凛，下来，姑姑带着你。松手。王爷不要，我不哭了。凛凛，你下来，不用你求他。姑姑，我不。凛凛，这都是大人的事情，和你没有关系。凛凛，你在外面等着，宋景阳带唐竹云进来。王爷，我想跟着您，我保证不给您添乱。即使本王教训他，你也可以做到不闹。唐竹云虽然担心凛凛，但是总觉得今天凛凛对靖王似乎很不一样，那是一种无法用语言描述的如沐和亲近，仿佛过了今天就再也没有来日似的。唐竹云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大跳。凛凛啊，你别学孟玉兰啊，不准伤害自己，听到没有？姑姑，我没有，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损伤。唐竹云，你还磨蹭什么？要不让人把你请进去？得了，这厮以为他在故意磨蹭时间。唐竹云就算是渣滓洞，他今日也进了。他深吸一口气，走在最前面。然而等他沿着长长的黑暗潮湿的路走到尽头房间，看到那些认识不认识、知道不知道用途、血迹斑斑的刑具时，还是没出息的软了腿。人要折磨起同类来，真是无所不用其极。本王最后给你一个机会，现在可以离开。本王当你没有来过，日后你也还是本王的侧妃。王爷，您听我说。走不走？王爷，我爹和我大哥，您先听我说。他真的有用。好，本王可以听你说。在此之前，让本王消了火，再听你说，看看哪一样合适。王爷，凛凛，刚才进门之前，你答应什么了？我说不给王爷添乱，不会闹，是我言而无信，请王爷责罚。唐铎，抬起头来，看着本王。王爷，大人的事情别让孩子掺和，都是我的错。王爷，您看姑姑知错了，请您责罚唐铎，给唐铎一个单独和您说话的机会。责罚先记着，本王听你说。王爷，请借一步说话。王爷，您先听我说，我有用，我可以帮您做很多事情，我可以。我不需要，玲玲的责罚可以记下，本王没有说饶过你。姑姑，万事由我。李玲，不要去。姑姑，我只是和王爷说几句话，很快就好了。琳琳，你知道，我对你寄予厚望。我没见过几个孩子，但是毫无疑问，你是最优秀的。我知道王爷对我好，王爷叫我骑马射猎，叫我读书写字，明明那些您身份尊贵都不必做的。我知道王爷把我当成子侄般培养爱护，我也很仰慕王爷。那玲玲，你说我今天该不该生气？这件事情之中，他无辜受累，如果李玲连这点都看不明白，那真是辜负了他对他的期望。他允许李宁向着自己亲人，但是最起码的是非道理应该明白。王爷该生气，孟姑娘做出那种事情，就算再有苦衷，也伤害了无辜的王爷，伤害了皇家体面。我爹做事一切考虑，让王爷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笑料，王爷便是再生气些也是应该的。王爷，姑姑也知道的，可是姑姑没有选择，姑姑她帮亲不帮理，还真是这么回事。而且姑姑也没有想过要嫁给您，所以您别怪她不以您为天。她和你说了不想嫁给我，
说了，姑姑说她谁都不嫁，就在家里守着我长大。他也真信他的鬼话。清风算什么？江北寒算什么？他是不嫁，但是他也不缺男人。王爷，我告诉您一个秘密。什么？我姑姑其实是我娘。所以你百般维护她？不是的，因为她对我好。以前不好的时候，我也想过，要是没有她就好了。但是现在没有，现在绝对没有。王爷，我还想告诉您一个秘密。王爷，昨日您和那个叫怀上的手下说话的时候，我听到了。你在威胁我？晋王很生气，因为凛凛竟然敢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说。倘若自己真是个心狠手辣的，根本不会让他走出这道门。我不会告诉别人的，谁都不会告诉。我谁都不会告诉的，只求您别为难我娘，她是我娘。为什么哭啊？你这是和我谈判该有的样子吗？王爷，我不想哭，我知道您不喜欢我哭，可是我也知道以后您再也不会喜欢我了。他知道了晋王最深的秘密，可以让晋王生死的秘密。如果他不说，可以一直把晋王当成敬爱的长辈，受到他的关爱。可是现在他不得不说了，捅破这层窗户纸意味着什么，他也很清楚。所以今天他没有出息的一直想哭，他要失去他的英雄了。晋王深受震撼，他如沐自己，亲近自己，却不得不为家人选择放弃，并且因此而痛苦。晋王把凛凛抱到了自己怀中，轻抚着她的后背，心里又把唐家人拎出来鞭挞了一遍。这些人能不能让孩子省省心？凛凛是真的伤心了，在晋王怀里哭了好一会儿，近乎贪恋的想要最后的怀抱再持久一些。哭够了？王爷，我对天发誓，绝不会对任何人泄露您的秘密，如为此事，天。够了。嫣然听到了没有？他虽然听到了，但是并没有理解，我故意误导他，也已经吓过他，他不会说出去的。我猜他很快就会忘记这件事情的。如果不是发生今天这件事情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会烂在肚子里的。王爷，您帮帮我爹吧，以后我好好读书，长大了帮您。跟我出去。王爷也不用拿话吓唬人，你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。只是和凛凛一个孩子又有什么关系？按住他。松开！今天谁动谁是孙子。凛凛过来，趴下。姑姑，我不疼。王爷，我知道你是王爷，身份高贵，从前我做错了许多事情，你冲我来，别对着凛凛啊。这是第一次，以后再犯就没这么便宜了。挨打都没吭一声，没流一滴眼泪的凛凛抱着他的大腿嚎啕大哭。他知道王爷为什么打他，王爷是告诉他，即使他知道了王爷的秘密，王爷还是愿意管教他，他们还有以后。他更愧疚了，他对王爷其实是用了心计的。刚开始他就可以说出来，可是王爷还没发现，所以他忍住，一直等到王爷责罚姑姑一路奔跑来，又吓唬姑姑之后才开口。那时候王爷已经出了一部分气了，他说出那个对王爷来说意味着身家性命的秘密之后，王爷还愿意这样回应他。松开他。姑姑，让王爷抱着我吧。这还打出感情了。唐竹云松了手，凛凛又挪到晋王面前，只是这次有些不好意思往前凑。晋王把他抱起来，直接按坐到腿上，疼得凛凛直吸气。以后挨了打，就这样坐在椅子上，写满1000个大字，才算惩罚结束。凛凛低头笑了。这个世界真的错乱了。把本王的马鞭拿过来。王爷，唐竹云怎么办？用什么打？打多少啊？让他滚。唐竹云很愿意滚，如果他把凛凛还回来的话。还有王爷，您能不能大人大量，把我们全家当个屁给放了？王爷，谢谢您，还有，对不起。凛凛，我问你，你说你是我，要怎么办？你在想，皇上现在又想要我怎么办？我如果是王爷，会在皇上面前替我爹求情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皇上想要看到的。
果然是他看上的孩子。皇上被折损了颜面，定然会怒不可遏，但是会因此就放弃唐明帆父子吗？答案显而易见，不会放弃，但是又不能不处置。这板子如何打下，皇上进退两难。这时候靖王想要让皇上高兴，就得摆出高姿态，成人之美，这样皇上对唐家略施薄罚，对靖王这个苦主安抚一番，事情就算过去了。王爷，我说的对吗？对，他姑姑好像是白折腾了，当然还有他。就算他们什么都不做，王爷也不会让这件事情无法收场的。是不是觉得自己的打白挨了？没有，是我自己太笨，又威胁了王爷，挨打不冤。真的不知道唐竹云那样的人如何能生出这样的孩子。王爷，谢谢您，我会把您的秘密当成自己的秘密，等长大后帮王爷。先把眼前这关过了。再说唐竹云见靖王带着凛凛进宫，有心想追出去，奈何姨妈不允许。出门这么长时间，又被靖王强迫跑了一路，现在已经有些撑不住了。阿云，如何了？靖王已经进宫求情了，咱们在家里等着消息吧。孟姐姐，没事的。靖王既然松了口，皇上多半小惩大戒。姑娘，夫人来了。孟雨兰凌晨上朝时分出的事，现在已经夕阳西下，暮色将至，她来的倒是够早。阿云，你先暂避下，我娘估计有话想对我说。唐竹云想到孟夫人可能会责骂孟雨兰，但是她万万没想到孟夫人竟然劝孟雨兰自尽。我的儿，不是娘不疼你，现在事情闹成这样，你死了，别人才能忘记你和小唐大人这事。我觉得你刚烈是因为被江北寒所缚才如此。你若不死，我们府里和唐府的名声就彻底完了。你去吧，你大哥还是世子，你若是活着，他这面子上如何过得去？这爵位怎么办？还有娘没法对你爹交代啊，这是亲娘。娘，是我爹让您来的吗？那当年换了我给江北寒书信的事，爹也知道。那是娘，可是娘是为了你好啊。那时候谁也想不到武阳侯府有朝一日还能起复，你也没想到你用印血还被他反咬一口，让江北寒彻底恨上了国公府。娘，你也知道我不想连累唐家，可还是想让我死在唐家，这岂不是恩将仇报吗？事实就是如此可笑，哪怕要他死，都要他死在外面，怕脏了国公府的地方。雨兰，你娘给了我这条命，娘想拿走就自己来拿吧。我已经死过一次了，阎王不收，不允许我自己再去送命了。这样的国公府，这样凉薄的爹娘，不要也罢。你不听我的，以后你以为你还有地方可去吗？唐家能收留你一辈子？我不会赖着唐家的，我这就走，以后再也不劳您操心了。我恨您改了我的命运，更恨您现在可以若无其事，大义凛然地逼我去死。娘，这是最后一声，从此以后您再也没有我这个女儿了。他跪下给孟夫人磕了3个头，再起身的时候已是目光决绝。绿竹，我们走。抓住他！既然你不愿意体面，那娘替你体面，你们送这丢人现眼的上路。谁敢？回来的不止唐伯欣，还有唐明帆和凛凛。唐竹云忙上去扶唐明帆，却被后者轻轻推开。爹，没事儿。多谢唐公子救命之恩，我还有去处，今日天色已晚，先告辞了。皇上有口谕，把你赏给我了。皇上把孟雨兰赏给了唐伯欣，赏？为什么这口气这么像对下人？以后啊，他是唐家的人，和国公府再无关系，便是丢人，也是丢唐家的人。孟夫人被这消息惊倒，恍恍惚惚的就被人撵出了门。大哥，皇上怎么说的？你倒是快点说清楚啊！皇上吧，虽然不能打杀，但是肯定也不会让唐家舒服，这是肯定的。以后孟姑娘她就是你嫂子了。
啊，大哥，你别那么直白啊！这要改口，不也等着成亲以后吗？皇上，让孟姑娘给我做妾。皇上原话说得更难听，把孟玉兰贬低了一顿，说她只配做妾，还说不许有任何仪式，就让她做个贱妾。我知道这很委屈孟姑娘，但是这样也好。日后孟姑娘若是另有打算，也容易些。大哥，你脑子进水了吗？这是皇上赏赐给你的女人，你敢转赠别人？贱妾见过大爷。得了，这就拜堂了。回来的路上，我已经跟父亲说好，能得你是我万分的幸运。皇上只说让你做妾，却没有强迫我娶妻。以后我身边也只会有你一个女子，再无旁人。别人看你是妾，你要知道，在我心中你是妻。没有为你争取妻位，是我无能，日后我定尽力弥补你。若是你不愿意，就过几年，时过境迁，我努力送你走。我愿意，您快起来，我承受不起。既然愿意，和我一起给爹行礼，过几日再去给娘的牌位磕头。快起来，以后啊，好好过日子。过去的事情啊，就过去了，一家人往后看。老大媳妇儿啊，这个家以后还得辛苦你了。唐珠言眼眶微热，实在是太好哭了。有情人终成眷属，虽然有些遗憾，孟玉兰也不会立刻爱上大哥，但是大哥如此，孟姐姐以后定然会爱上他的。只是她后知后觉地发现李黎一直在看着她，目光复杂。琳琳，怎么了？以后我要多个娘吗？小少爷，您喊我姨娘就行。虽然老爷和大姨不嫌弃，但是皇上旨意如此，我们唐家不能落下抗旨不遵的画饼呢。哎呀，孟姐姐进入状态太快了吧？那我还是喊你孟姐姐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哎呀，这是给你的见面礼。他爹让人说什么好？给儿媳妇见面礼是一本书，总不会是女戒吧？这本书看起来还挺有意思的。是秘谱，老爷这么贵重，我不能收。这家里穷，也没什么值钱的物事给你，哎，收着吧。既然是爹赏给你的，你就拿着，以后啊还要和我一起孝敬爹。是，原来这是一本失传已久的琴谱，价值无法估量，1000两银子，值多不少。原来他一直在抱着金饭碗要饭，早知道把他爹书房那些书收拾出去卖一下，早就脱贫致富，都不说奔小康，那直接上天了。但是转念再想，要卖唐明帆的书，估计他能先卖了他吧。怪不得他大哥说爹对银子没什么感觉，他果然是金钱如粪土。爹，大哥，你们先回去休息吧，我找点药膏，秀儿去要桌洗面。今晚咱们好好庆祝一番，低调低调庆祝。等等，还有一件事情，要和你说一声。爹，怎么啦？您说。这个皇上啊，让你去给晋王做侍妾，但是爹已经和皇上。啥？他从晋王的小老婆变成了晋王没有名分的小老婆？他是在乎名分的人吗？不是，所以不是发生。做就做呗，反正也是将来的事情。琳琳，走，我去给你上药。一屋子的人都像看傻子一样震惊地看向他，从侧妃到侍妾毫无感觉，难道是伤心过度？我又没有什么事情，不需要上药。哎呦，小东西还要面子呢。师姐还是跟着我父王，对不对？阿云呐，之前给皇上帮忙，皇上没有忘记，所以啊，这侍妾呀，就是皇上一时的火气，很快就好了。哎，以后啊，还会是侧妃。还有，皇上让你现在就去王府伺候我。姑娘，狗腿子来了。谁是狗腿子？你才是狗腿子呢。我本来就是我家姑娘的狗腿子，怎么了？二货碰撞，谁二谁赢。我来接唐姑娘。不是，明天不行吗？
晋王，你能不能做个人了？就这么急色？不行，王爷说了，这是圣旨。走就走。爹，大哥，我先去和王爷好好说说，明日就回来。玲玲啊，你好好照顾嫣然哦。阿云，你放心，我求过王爷了。快走吧，别让王爷等急了。宋景阳故意使坏，不让他们多说话。他用脚趾头都知道，刚才秀儿那句狗腿子是和谁学的。你们该收拾收拾，该吃饭吃饭，该休息休息。我去了啊。既然一定得去，那就别泪眼送别，他又不是去死。唐竹云回屋收拾了点东西，就一个很小的包袱，提着就跟宋景阳出了门。晋王是不是得了失心疯啊？又要我跑去王府？难道这3步距离，还等着本王八抬大轿抬你去啊？他的门口，我这不是以为去王府吗？我已经和王爷说好了，你暂住隔壁，也能随时回娘家。哎呀，多谢王爷宽仁。以后啊，阿云若是不服管教，您只管告诉我，我跟他讲道理。大哥，你快回去休息啊，也得安抚。我没事，王爷好着呢。阿云就交给王爷了。不必如此，今日之事你救人心切，原本也和你关系不大，皇上已经下旨，以后不必再提。听听他多会装，和自己说话就不这样。不过能让家人放心就好。给王爷敬茶。不必了，你先下去，我有话要对他说。皇上旨意你也该知道了，这是你们唐家自己求来的，所以不用怨天尤人，记住本分，只要你守规矩，本王不会为难你。对于你回娘家，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但是你让我丢了脸，那就别怪我翻脸。请问你还有脸可丢吗？是啊。还有什么话今日都说清楚，别等日后受了打罚再喊冤。那我说了，王爷，我还得陪睡吗？你说呢？我说了也不好用啊，王爷您说了才算。本王宠幸你，那是你作为侍妾的荣幸啊，这点我非常赞成。全京城的人都知道，我要是爬上了您的床，是我占便宜。但是我觉得吧，我德不配位，配不上这样的荣幸。您让我再好好读读女四书，修身养性。闭嘴！晋王如何能听不出来自己被他嫌弃了？本王睡不睡，取决于本王的心情。还有能力？算了，睡他也不吃亏。这个极品的男人，在会所里不也是他睡不起的天价男人？不能因为他不要钱就轻视他。比起清风那样的小弱鸡，晋王是他歪对象了。哦，那王爷改天吧。除非你想浴血奋战。给本王滚出去！哎，你又惹王爷了？啊，我想不顾一切把自己献给王爷，王爷让我滚。你怎么会那么听话？要不你去问问王爷。有人开了门。姐姐，我要找你睡。姑姑，我来找王爷，王爷说晚上让我来找他。找王爷做什么？难道是要用凛凛威胁他就范？大可不必，他已经表态了呀。晋王心里暗忖，哼，本王复姓宇文，名凛，曾用名萧剑气，号七次郎。并没有，瞎说的。琳琳啊，你回去，姑姑的柜子里有药，就是画着梅花那小白瓶，你找秀儿给你上药。姑姑，您别说了。哥哥怎么啦？为什么要上药啊？哥哥不小心扭伤了脚，没事。宋景阳，去找秀儿拿药来，本王给他上药。那不行。唐卓云不同意。不用，我已经上过药了。不过不是那个小白瓶那瓶药，是蓝瓶那个。我记得姑姑上次被曾祖母打了脸，擦的就是那瓶药。琳琳，那药不能用的，快去洗掉。秀儿，把我那画着梅花小白瓶的药拿来。好嘞，姑娘，是这个不？是。拿来。秀儿直接塞到了唐卓云手中，然后转身就跑。你是不是傻呀？谁傻谁知道。给我。我去就行，不用麻烦王爷。宋景阳，让人准备热水，
伺候沐浴。王爷，玲玲虽然是个孩子，但是不是您出气的，这件事情和她没有任何关系。闭嘴！姑姑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，王爷没有拿我出气，是我做错了一些事情，我没有办法跟您说，但是您怪王爷，我难受。算了，你先去收拾，一会儿再说。宋景阳，带着他和嫣然下去休息。不用，我们在这里等着就行。先安置在厢房里。姐姐，这样你是不是就嫁给了父王？以后你就是我母妃了，是不是啊？嫣然，我只是你父王的侍妾，就和丫鬟差不多。就算转正了，也还是小老婆，所以这工作只想让人辞职。那怎么办？要是有人欺负姐姐怎么办？还有你呢，你保护姐姐好不好？你是王府唯一的姑娘，你是主子，只要你足够强硬，在这王府里除了你父王，就没人能欺负我了。嫣然性子太软，一定得慢慢变强才行。女孩子最重要的依靠不是娘家，而是自己的强大。好，我一定要保护好姐姐。过来。王爷，对不起。为什么说对不起？他打过很多人，但是挨了打还能心无嫌隙立刻和他亲近的只有凛凛一个。这种被全身心相信的感觉让靖王的心变得温柔起来。祖父、我爹、姑姑还有我都有人疼，不管做错了什么事情都有人帮忙，有人心疼。只有王爷没有做错事情却被伤害，也没有人心疼。也有人疼我的，可是他不在你身边。王爷，以后我会对你好的，像对我姑姑那么好。谁欺负你，我帮你。虽然我力气小，但是我和你站在一起。要是你姑姑欺负我呢？姑姑是很好很好的，可是她确实总欺负王爷。我会说姑姑的。那多谢你。要不要了？好不好玩？再来一次。看样子李黎和靖王和解了。王爷，太子殿下、幽王和七爷来了。这几位大爷来干什么？这又不是王府，没那么多规矩。今日我们就是听说六哥得了个小嫂子，来讨杯酒喝呢。这啥玩意儿？你跑人家家说没那么多规矩，你脸皮是铜墙铁壁啊！小七，别闹。听起来你六哥现在不太方便，咱们别捣乱了。春宵一刻值千金呢。姑就说不来，你们两个猴子非要来。这些都是战斗机，碰撞起来火花四射，千万别殃及无辜。原来是太子殿下、五弟和七弟。六哥，你什么时候有个这么大的儿子了？这两人眉目之间越看越像，说是不仔细看就算了，仔细看还真的不少相似之处。不是我儿子，是唐伯欣之子。他抢了六哥的女人，把儿子拿来抵债，倒是新奇啊。老七，不准胡言乱语。别提那些，咱们是来给六弟道喜，不是添堵的。哼，你们这三个绿茶，伤口都被你们戳烂了，又开始装无辜，表里表气。哈哈哈，就是很有趣嘛。六哥被抢了女人，又多了个拖油瓶。这七皇子的嘴实在太贱了，靖王这个笨嘴拙舌的，真是的不给力。六弟呀，别和老七一般见识，他还是个孩子性格，并没有恶意。丽丽，怎么了？是不是被吓到了？不怕，我在。不是，我不是害怕，我就是听着七爷说话，想起了我那死去的八哥，我可喜欢他了。后来他话太多，把自己累死了。他说话和七爷可像了。哎呀妈呀，真不愧是他儿子，这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不能这么说话，童言无忌。七弟不会和孩子计较吧？不会。去找你姑姑。七爷，等我寻到了和之前差不多型的八哥，一定带给您看，真的可像了。又捅了一刀，李宁天真无邪的走了，留下气到发抖的七皇子，差点原地爆炸。都别说话了，他们是来给王爷添堵的大坏蛋，咱们不影响王爷打坏蛋，知道吗？姐姐，你不去帮父王吗？姐姐那么厉害。姑姑，你不会临阵倒戈吧？他是那种人吗？神仙打架，他掺和什么呀？快睡觉。这三个人穿一条裤子，今天就是来看靖王笑话的。六哥，让小嫂子出来给我们看看呢。听说小嫂子长得好看，京城都有名呢。是京城有名的女花痴吧？
姑姑他们想折辱你，让祖父和爹记恨王爷。我操，他儿子怎么能这么聪明？如果凛凛不说，以他的反射弧，说不定明天才能反应过来。凛凛这个翻译啊，是同声传译，他这个翻译是4级不过，一个词一个词查，最后连起来还不一定知道是啥意思的学渣。晋王不让他出来，是不给太子面子；让他出来，回头唐明藩父子脸往哪里放？晋王太难了。姑姑，你去怼他们，他们不敢闹开的。他在凛凛眼中就是个对对嘛，但是没有人家都打到脸上还陪笑的道理。我去了。他正带着嫣然睡觉，嫣然离不开他。若是半夜惊醒，哭了发病，怕是明天父皇又得操心了。那就算了。嫣然身体最近怎么样？唐朱云40米大刀都亮出来了，又只能收回。也就是说，嫣然在皇上那里十分被看重，就是太子都不太敢放肆。然而嫣然却还不是郡主，这件事情委实奇怪。他做梦梦见拿着小皮鞭，女王范十足地对着晋王道：爸，裤子脱了。这个美梦被身下一股热流的涌出打断了。大姨妈3杀，干什么？难道他漏了？王爷，你受伤了？跟本王来。快点儿，你在想什么？在想侍妾守寡能有贞节牌坊吗？哼，贞节牌坊你不配，殉葬你倒尚可。殉葬？现在还有殉葬？本王临死之前会特意给你求个恩典的。怎么不疼死你啊？我得把你这边全部切开，不这样没法把那暗器取出来，会很疼。虽然我可以给你开麻沸散减轻痛感，可是之后也会很疼啊。不用啰嗦，也不用麻沸散，本王还得去上朝，时间不多了。你疯了吧？本王说快。1个时辰之后，两个人都像从水里捞出来的般，全身都湿透了。这个特别的洞房花烛夜真是浴血奋战，他真是个乌鸦嘴。你不能上朝，今天绝对不能，除非你不要命了。本王必须要去。不必，你选这个日子出去活动，不就是谁都知道你纳了侍妾，又和太子他们一醉方休吗？那么你洞房花烛休息2日，也没人怀疑的。你都知道什么？难道是凛凛告诉他了？不，凛凛不会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，就求求王爷别牵连我就行啊。我是侍妾，到时候是不是出事儿可以被遣散那种啊？收拾一下，上床陪本王睡觉。你伤口不能动。我让你上床。我动，我不会啊。唐朱云，本王早晚把你那张嘴缝上。缝嘴也不行。唐朱云觉得自己快要躺成木乃伊了，他实在躺得腰疼。王爷，我起来坐坐行不行？我可以摇床。摇床做什么？显得王爷龙精虎猛啊！你给本王老老实实躺着，否则别怪本王不客气。哼，王爷你都生过孩子还不懂啊？王爷，我回家看看啊，待不了1刻钟就回来。不想让你爹和你大哥有事儿，我受伤的事情就别泄露出去。知道了。孟姐姐，我回来了。怎么样？王爷没有为难你吧？没有，怎么会呢？我和王爷早前又不是没有交情啊。你住在哪儿啊？还习惯吗？我暂时住在你的房间，我没有动你的东西。孟姐姐，你不用拘谨，只当自己家。咱们这房子太小了，等改日换个大房子，我请你住，你还嫌弃呢。阿云，我有件事情想和你说。我在客栈放了些东西，还有这几年我在山西、苏州各自存了一笔银子，你能不能想办法帮我取回来？客栈的倒是可以去取，外地的咱们从长计议吧。好。还有早上我给老爷和大姨做饭，不知道他们喜欢什么，你教教我。还有，倘若我把银子拿回来，是交给老爷还是大爷？大爷不会生气吧？都是自己家，你做什么他们吃什么。你管钱，不仅管你自己的，我爹和我大哥的俸禄你也要管起来啊！千万别给我爹钱啊，切记切记。唐家规矩，像他之前所学都没用了，他得重新慢慢学。若是受了委屈，一定别藏在心里，记得和我说，我找我大哥算账去。不会的，大爷人很好的，倒是你，王爷不好相与，对我的恨怕也是要落在你身上了。你还好吧？男人想折磨女人真是再容易不过。我没事，好着呢。就是昨天太子他们来喝酒，闹得太晚，所以王爷今天才没起来，和我没关系。正说话间，
外面传来了唐伯欣和人争吵的声音。江北寒来了，中间还隐约夹杂着女人哭声，是映雪吗？阿云，你别去，是我的事情，我去。什么你的我的？走，一起看看去。敢找上门欺负他们家没人吗？不，阿云，我不出去了。你怂什么？你被他们害得还不够惨吗？我不该忘记了自己现在的身份，大爷没让我出去，我自己巴巴跑出去，看在有心人眼里，岂不是还想去见江北寒？行吧，你顾虑的也对。等着，我去，我帮你会这对渣男贱女去。姑娘，还有我。做狗腿子就要有做狗腿子的觉悟，真是个好丫鬟。